啊，小心！今天晚上到明天，沙雕镇附近可能有强降雨并伴随泥石流发生，请附近居民注意防范。高考结束的李如歌一家正在进行着一场说走就走的自驾游，只是谁都没有想到，这一走便是永别，一家人居然凭空消失了，就连车也是无影无踪。根据前几天播报的泥石流新闻，大家联想到的是可能被埋在了下面。同一时间的李家庄也发生了一件大事，李老师家三儿子李富斌两口子领着二闺女进山去挖野菜，居然也离奇失踪了。75岁的李老师有3个儿子2个闺女，如今也算是儿孙满堂的有福人，只是他这满堂的孙子却没有老三家一个。在这个极其重男轻女的时代，老三家就生了3个闺女，在这个家里根本没有什么地位可言。然而在这个树皮都被人扒着吃的灾荒年，想要活下去，那肯定得有人做出牺牲。听说老李家这次准备拿老三家的二闺女李如歌去给别人当媳妇换粮食。孽障啊，那二闺女好像才13、14岁吧？可不是嘛，2年前为了给他家侄子换媳妇，李富斌的大闺女李如兰就是这样被换出去的。你们大家说，富斌两口子是不是故意领着闺女进山不出来的？哪能呢？不能够。听说两口子只要能找到一家人10天的吃食，就不用拿他们家如歌去换粮食了。那还不是不想回来了？这时候树皮都被人扒着吃了，去哪找那几10口人10天吃食去？李老师和王大妹那心都偏到嘎吱窝里去了，就知道逮着没儿子的富斌两口子欺负。就是，一家几10口人卖闺女也可着富斌家闺女卖。那李富贵家、李富有家哪家的闺女不比富斌家如歌大？这不就是欺负人家没儿子呗？行了，赶紧赶路进山找找吧，摸黑可不好找哩。怎么回事？这是哪？没事吧，闺女？媳妇你们都没大碍吧？你们没事就好。我们不是都已经冲过泥石流地带了吗？咋就掉下来了？等等，宝贝闺女，你咋变得又矮又错的啊？哈哈哈！老妈，你居然还能笑，我都想哭了。我这个原主小姑娘的记忆太可怜了，只读过小学3年级就辍学了，现在还要被拿去换粮食。呜呜呜！闺女，娘错了，娘以为是做梦呢。看了看附近的环境，娘有个大胆的猜测，根据你老娘我看过的上千部网络小说来看，我们这可能是穿越了，并且还保留了原主的记忆。穿越？对，首先我们想生存下去的话，我们得隐瞒自己的身份。目前我们没有什么实力，如果被这个时代的人发现了，说不定会被拉去实验室好好研究研究。这个时代的人仍然很迷信，说不定还会要命。这个我赞同隐瞒身份。赞同。根据我这个原主的记忆，我们可能穿越到了灾荒年，我们首先得填饱肚子，搞不好可真是会饿死人的。呵，我们先去附近看有没有吃的。几口人低头找了半个多小时，凑到一起，一人手里也就找到一小把野菜。这样下去可不行啊，得去附近看看。咋办啊爹？你跑哪去了？你闺女我啥都不怕，就怕了。我好想我娘做的红烧肉、粉蒸肉、梅菜扣肉，然后拌着大米饭那么一吃。闺女，你看我抓到了什么？泥鳅。你爹可费了老大劲，才抓了5条。这也没有锅，不然我还能给你们炖一锅泥鳅野菜汤。现在咋办？老李，你身上有打火机不？要不咱们把这几条泥鳅鱼先烤着吃了。打火机？我们家那台车上有打火机，而且我们家那辆车上还有1口太阳能锅。对嘞，何止有锅，我们那辆车上还有半袋大米、半袋白面，还有挂面、方便面，还有1桶植物油、鸡蛋等等。你们说，我们家那辆车会不会也跟着咱们穿越了？找啊，快去附近找找看。爹，在这。奇怪了，从那么高的地方掉下来，这车居然连块漆都没掉。爹，你说咱们会不会不是从高处掉下来的，只是穿越了所谓的时空之门？不然你怎么解释这车？时空之门？一次意外，我们一家3口和1辆车，居然从21世纪穿越到了60年代，开启了一段跨越世纪的旅行。穿越时空之门？要不是亲身经历，这谁能相信呢？爹，你说这台车咋整？也不好开回村，总不能一直停在这吧？开回村肯定是不行，就现在这个年代，京都也没有这么好的车啊。那咋整？这东西要是能听人使唤就好了，说小就小，说大就大，不用的时候就缩小，也好藏啊。娘，你怕是看小说看入魔了吧？缩小？车呢？咱家那台车呢？我这手这么有力气的吗？放大。爹，你是不是能操控这台车？
哈哈，还是我闺女聪明。瞧瞧，你娘还没想明白咋回事呢。难道真的如凤琴所说，穿越小说得到金手指了？老天对我们一家不薄啊！爹，没想到啊，你还有这本事力。如哥，你看看你身上有没有啥本事？按理说咱家穿越，你才应该是女主，这咋变成你爹了？啥女主男主？老妈你的新剧情。哎呀，我跟你解释不明白，反正你爹有金手指，咱们娘俩也应该有才对。不过娘刚刚看了，我好像啥都没有。如哥，你好好试一试，我去找找。随即孙凤琴车里不知找着什么，找到了，吊坠。如哥，你赶紧滴一滴血在上面。娘，我刚刚已经被你扎2下了嘟。来，赶紧把扎出血的手放在上面。没反应，怎么会这样？难道咱家还能重活一次？真是借了你爹的光。算了，有了这台车，老天已经算是待咱们一家不薄了。做人不要太贪心。几人不再研究，便继续吃饭。看来咱们一家今晚还得在山里住一晚，不过明天必须得下山了。如果可以，我宁愿就待在山里，这还有帐篷，睡车上也比回去住那又潮又烂的猪圈强多了。不回去肯定是不行，不然他们真当咱们一家死在山上了，还不得给咱们销户啊？这时候没有户口寸步难行，去哪还得村里给开介绍信。不过我已经想好了，咱们这次回去就分家。分家行，分家，不然就我这暴脾气，早晚得弄死老两口。你可悠着点吧，反差太大，容易遭人怀疑。我闺女都要被他们卖去人家当童养媳了，我还咋收敛？泥人还有3分脾气力。那你大闺女李如兰被李老师和王大妹送给她3堂哥换亲的时候，你咋没啥反应？唉，我大姐出嫁也有2年了吧，一次娘家都没回过，也不知在那边过得咋样。等这次回去，爹一定去看看你大姐。我们家既然占据他们的位置，这次必须直愣起来，让他们知道我们老3家不是好欺负的。倒是我也去，如果那家人对大姐不好，咱们就把大姐带回来。我也去，打架抢人这事，别忘了你娘可是习武之人呢。等等，貌似好像外面有人，快，赶紧出去，把这里不该出现的东西都收起来。几口人动作迅速地把帐篷收进车里。这汽车空间真不错，就是有点可惜这台车还是太小了，早知会穿越，直接开个大半挂来。老娘，你可别瞎想，接下来就是飙演技的时候了。爹娘，你们都做好准备了吗？我已经准备好了。准备好了？这找都找不到，咱们还是赶快下山吧。等下遇到什么狼呀，虎的多可怕啊！吓我一激灵，在这呢，在这边。村长，我们找到他们了。徐顺利拍了拍李富斌，老三咋样？还能起来走步？村长，给我一口水，我就能走了。孙凤琴和李如歌这时也都假装虚弱地坐了起来。好，你们谁带水了？赶紧给老三喝一口。这时徐顺利又掏出2个又黑又硬的窝头，来，3口人也没敢客气，接过来也不敢细品啥滋味，快速吃完就赶紧站起来，准备和大家一起下山。这时一旁李如歌突然发现一个亮晶晶的东西在那一闪一闪的，见没人注意，李如歌迅速一把抓起塞进了口袋里，滑溜溜的，貌似是块石头，难道是老爹古玩市场淘的玉石吗？李如歌不知那块石头因为他的触碰沾染上了残留在他手指上的血迹，正在一点点的变色。随即李如歌便跟上大家集中精力赶路，终于赶在天黑前赶到了村口。爹，你看这么多人，我怎么硬是没见到一个咱家人呢？刚刚那几个妇人都说了，他们早都回村了。真是的，要是李老师那一家人真惦记我们，是不是也该来村口等着才对？就那一家子自私鬼，估摸巴不得我们一家3口死在山里回不来，那样家里还能少几口人吃饭。走吧，我也跟你们一起去看看李老叔。这位徐村长难道是怕我们回去挨骂？好不容易找回来的，想亲自送我们回去。很快来到了李家大院。李老叔，哟，村长您来了，快请进。一次意外，我们一家3口和1辆车，居然从21世纪穿越到了60年代。村长您来了，快请进。活着回来了就好，你们这一家胡闹不要紧，把一村人都给惊动了。老三呐，你可不要忘了大家的大恩大德，尤其是村长宋桂花。除了李老太太，她的地位最高了。我说三弟妹，你们2口子也都是40几岁的人了，说话办事咋还这么不着调？瞅把爹娘给急的，这2天饭都吃不下了。怎么听着这话中有话啊？一定又估摸吃小灶了。富兵啊，你们怎么这么大年纪了不懂事啊？真是可怜2位老人都这么大年纪了，还要跟着我们这些晚辈担惊受怕。富贵啊，富兵一家能活下来也算是万幸，
这以后你们兄弟之间有啥事，还是要商量着来，可不能再这样了。行了，老三一家回来是好事，你们都少说两句吧。家门不幸，使我教子无方，还劳烦村长跟着受了一天的累。呵呵，我看老三你们两口子还有啥话说，过2天把李如哥一卖。呵呵，美滋滋，过个2、3年，如意也大了，到时再给俺家老四换个媳妇回来，美滋滋。既然我们这一家人这么让爹娘不省心，那就把我们一家分出去吧。分出去？老三居然要分出去单过？啥？老三你说啥话咧？爹娘再不分家，你这是想咒爹娘死啊？正好村长也在，给我们家做个见证人，这个家我分定了。老三，你家可是连个儿子都没有，这以后还要指望你几个侄儿养老送终，这话我就当你没说过。我自己有闺女，而且有3个闺女，我干啥要指望侄子们养老送终？未来我说不定还要给如哥招个上门女婿，所以你们要卖了如哥的事，我们一家坚决不同意。正好村长也在，我听说买卖婚姻也是犯法的吧？这个富斌今天是吃枪药了，直愣了。对，不但买卖婚姻犯法，如哥才多大，李老叔日子再难，咱也不能干出卖儿卖女的事啊！这要是让上面知道，我这个当村长的都不好交代。顺利呀，不是老三说的那样，啥卖不卖的，这不是家里日子不好过，然后孩子他大姑就给如哥说了个好人家。我们家如哥还小丽，才多大就给说人家。这个八杠子压不出一个屁的孙凤琴居然也开口了，反天了你个生不出儿子的精，明天我就让老三把你休回家去。爹啊，我才13岁，现在可是新社会，婚姻法上不是有规定结婚年龄吗？不对，错了，新婚姻法好像是80年通过的，不过我不知道的是，李家这些人肯定也不知道。13岁还是个孩子脸，乡上当然不会给登记，这可不就是违法的。原打算等把这丫头找回来，就卖去山沟村换点大白面的，这下好了，喝西北风吧。我咋摊上这些个不孝的，一个个替他们养大了赔钱货，要点彩礼还犯法。回来的路上，我就琢磨了下，总觉得哪里不太对。李老爷子和李老太太对待这个原主和几个儿子的差别也太大了吧？记忆中的这个原主，那是也不像爹，也不像娘。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个李富斌绝对不是这2个老人亲生的。村长，我希望您能给我们家做这个主，这个家我是一定要分的，不然我家如哥难保不会再被卖。我大伯家李如芳17，我二伯家李如霞18，他们哪个不比我大？我爷奶为啥非要先给我说人家？还不是看我们一家好欺负？宋桂花急了，我家如芳那是要嫁去城里的，你哪里配和她比？就是我家如霞那也是要嫁进城里的。就李如芳、李如霞那个长相，还想嫁去城里？你们以为城里人都是傻子吗？我闺女长相咋了？那大屁股，那可是能生儿子的。你这个孙凤琴还敢顶嘴了，一定进山乐疯了。疯子，我才不会跟你个疯子一般见识。这老三家窝囊了几10年，这咋进一趟山就变得有骨气了？还要从这个家里分出去？老三呐，你要分家，那也得明天再说。今天都这么晚了，村长也得回去歇着了，你说是吧？君，明天分就明天分。可行，我真有点快撑不住了，那我明天再过来。老三家送了一下徐顺利，便回到了臭烘烘的棚子里。看来这个家是不得不分了。李老头便吩咐2个儿子到堂屋商量了起来。分家我是不同意的，我要拿李如意给您4孙子换媳妇呢。这老三要是能分出去，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分出去单过？那2老头子就知道偏着大方，那我们家可有收不完的气力，这日子还咋过？实在不行就把老三打个半死，看他还敢不敢提分家。这件事徐村长又不是不知道，你觉得你这样做能行？行了，都回去睡觉吧，这件事明天再说。门外李富斌的小女儿正在偷听。一次意外，我们一家3口和1辆车穿越到了60年代，竟然全家自带空间，拿捏恶毒爷奶一家。此时李老头和2个儿子正商量着如何把李富斌做掉，殊不知正好被门口李富斌的小女儿听见。这一世的李富斌是真窝囊，委屈你们娘俩睡牲口棚了。我发誓就这一晚，明天咱们一家宁可搬出去住山洞，也不住这个牲口棚。爹，大伯说要把你打个半死，把你给做掉。爹你别怕，我大伯要是真敢打你，我就把大伯的大孙子李家顺的腿打断。混蛋，瞧把我小闺女吓的，早晚我要让老毕登一家付出代价。如意，娘的好闺女，这几天是不是担心我们了？我二伯娘说你们都死在山里了，还说等找到你们的尸体，就把我也卖了。那个臭婆娘，等哪天她落单的时候，娘一定好好收拾她一顿，我让她咒咱们全家。娘咋突然变得这么厉害了？娘以后还会打我吗？还会不喜欢我吗？
爹，我那包饼干能拿出来不？我试试。给如哥，如意了吧？姐，这有好东西，来吃吧。这几天我和爹娘在山里实际是遇见了贵人，这些都是那个贵人给的，还给了咱家好多细粮食粒。不过那些粮食都被我们给藏起来了，等咱们从这个家里分出去再拿回来。好甜啊，二姐，真的好甜。甜就多吃点，这几块都给你。不要，我就吃1块就行，剩下的给二姐，给爹娘吃。哎妈呀，这孩子咋这么可人疼哩？老李啊，咱俩这辈子不能白活，一定得把这3个闺女照顾好。等分了家，咱们就去找大闺女。那个窝囊废也就是当着村长的面敢说几句硬气话，等明早你看着吧，保准又是屁都不敢放一个。可能是累了，一家人谁都没有想到在这样的环境下闻着臭味还能睡着。一个生不出儿子的贱婆娘，咋的还想吃现成的，还不赶紧起来做饭去？一脸懵的3口人。爹说我们今天就要分出去当过，那是真的吗？不是爹一时的气话吗？哎呦呦，可疼死我了！一个死丫头，你这是要撞死你亲奶啊！哎呀，奶你咋在我家门上趴着哩？我着急去茅房，还憋着尿哩。这次老太太舍近求远，放着大院里那么多个儿媳妇孙媳妇不叫，偏偏要来后院嚷嚷。如意回来，今天这饭咱不做，我看他们一家能不能吃生米。这才几点，你再躺下睡会儿。可是娘，以前不都是你做饭？这几天大伯娘、二伯娘因为谁做饭，天天干架，就等着你回来哩。以前是以前，这不是你爹都说了，咱们都要分出去了，这饭咱就不给他们做。对哦，咱们都要分出去了，我怎么又忘了这事？屋里一家人又重新躺了回去，李富斌更是打起了呼噜。门外的李老太太骂了一会儿，见没人搭理自己，只得先离开。哎呦，疼死我哩！老太婆终于走了，上了一趟茅房，没想到整出这么大的一个惊喜。爹，洗醒，快洗醒！告诉你一个秘密，我也有空间了。闪，闺女，你说真的？闺女啊，老天待咱们一家不薄啊，这是瞌睡了就有人给咱送枕头啊。不，爹，这是饥饿就有人给送粮食，渴了就有人给送水。你那里还有粮食和水？粮食倒是没有，不过有一条河，很大的一条河，还有一口井，还有就是黑土地，大概有2亩地的样子。才2亩地，少是少了点，但总好过没有强，何况还有水，这下是不缺水了。不缺水，缺种子啊。我瞅瞅有啥可以种的，苹果、大西瓜。闺女，你看这东西能种不？爹，你居然也可以用意念查看。是哈。爹，你忘了，我娘说这叫意念，而且我那个空间吧，也是可以用意念查看的。对，意念。闺女，你那空间是咋出现的？又来了，我们只能出去看看了。哟，左邻右舍的都来了，还挺热闹啊，这下就安心了。孙凤琴这个生不出儿子的，没被休就不错了。对，他们一家竟然还敢打伤李老太太。我不就上个厕所吗？怎么还打人了？要不是我哪天刚蒙蒙亮就在我们家上趴着，怎么会那样？我又不是故意的。原来如哥是想去茅房，这倒是也能理解。什么呢？还不是老3两口子这几天进山受了罪，我婆婆惦记儿子，一宿都没怎么睡。这不，天刚放亮就赶紧起来，说想过来看看这一家，然后就……如哥这丫头也真是莽撞。你说你就算不是故意的，那咱奶是不是你撞的？我的奶啊，我的奶！宋桂花和张秀英更是嚎啕大哭，跟哭丧似的。我就是早起去的茅房，推门的时候给我奶撞了个包，这让你们整的，咋好似我奶快要不？只是撞了个包，还是如哥无意间撞到的，你们也就别不依不饶了。这一家3口好不容易捡一条命回来，也是不容易啊。是啊，富贵，你娘既然没啥大事就算了，若真是挺严重，咋没见你们家去请大夫哩？你们没听如哥说吗？就是撞了个包，请啥大夫？又不是纸糊的。他大舅你这说的那是啥话？啥叫纸糊的？我婆婆毕竟也是70几岁的人了，被这死丫头，想想都是泪。你个死丫头，推门的时候也不说看着点，瞧瞧把你奶给撞的，现在还晕着哩。那就去请大夫，该吃药吃药。你们这样堵在我家门口，是真担心咱娘，还是没事找事？平时唯唯诺诺，今天竟敢顶嘴了。那你还愣着干啥？还有脸说这样的话？还不赶紧去给娘请大夫？老李家这是没人了吗？娘这些个大孙子重孙子站在这，难道连个请大夫的人都没有？还非要我这个当长辈的去请？他们这是欺负人欺负习惯了，家里啥活不是咱俩的？老天爷啊，你赶紧睁开眼瞧瞧吧！李富贵和宋桂花这是要逼死我们一家啊！
我娘这小说还真不是白看的，这不就派上用场了。娘啊，爹啊，我爷奶和我大伯一家就是想咱们一家死啊！这几天你们不在家，他们连口米汤都不给我喝啊！卧槽，合着我们家演技最好的在这？哎，不对，看这孩子是真伤心了。娘。一旁的左邻右舍也是看了个明白，终于知道了李家大院这老两口这样的偏心。这老家除了老三家真不是人力，可不是理。这李富贵怎么能这样做人呢？形势不妙啊！等左邻右舍散了，老三家有你们好果子吃的。梁柱，你去给你奶请个大夫来，这事就不用你三叔跑了。你个懒婆娘还站在这躲啥懒？三弟妹昨晚刚回来，你个当嫂子的多干点活咋了？宋桂花，给我过来，赶紧滚去干活。小如意，别哭了，等下姐姐给你饼干吃。现在趁大家没注意，你赶紧去把村长喊来，还有李家的几个长辈也都叫来。好，这顿早饭我看你们是吃不成了，闹吧，要闹就给我闹大一点吧。一次意外，我们全家穿越到了60年代，老爹获得了汽车空间，我也获得了有水有土地的空间，老妈什么都没有，她却变得力大无穷。很快，梁柱请的大夫和李如意请的人都来了。见到来的长辈，李富斌上前解释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李茂栓的威望在村里也是挺高的，他家几个孩子都在城里上班，还有在队伍上当官，他自然受到了全村人尊重。这么多年来，李茂栓也是知道李老十一家的德行。老舍，那就让老三一家分出去吧。富斌一家想要分出去，那就分出去好了。不过有些话可别说我这个当爹的没提醒你们，这年月抱成团都未见能活下去，你说你这是闹分家，不是作死吗？哼，爹，你错了，正因为这年月日子不好过，咱们才该自己过自己的。大说，老三你说说你的想法。三爷爷，你听说过这句话没？一个和尚挑水喝，2个和尚担水喝，3个和尚没水喝。好小子，没想到你还有这心眼。好，那三爷爷就等着你分出去之后能有水喝。很快有李茂栓坐镇，李家大院这家就这样分了。这是啥分家？没听说谁家分家这样分的。不说李三爷都去了，咋还让富斌一家净身出户里？听说是开始没这样分，粮食家事也都分了一些给李老三一家。后来李老太太突然冲出来，又是撒泼又是打滚，然后是富斌主动提出来，他们一家啥都不要。我的天，我现在更相信李富斌不是李老太太亲生的。我也信了，你说这年月连1粒米都不给，那让他们一家吃啥？这不还是个死吗？对，净身出户，李富斌啥都没要，并且以后每年还要交60斤孝敬粮给老两口。别人看来肯定是不公平的，但对李富斌一家来说，简直就是放飞自我的开始。富斌，分出去日子也不好过，不然就去求求你爹，磕个头，道个歉，说几句好话，说不定你爹娘心一软，就不会把你们一家轰出去了。瞧瞧，连根草棍都没给，可怜哟，这一家以后可咋活呀？也不解释，然后在大家伙的同情声中往村西去了。爹，我记得你是个讲究人啊，现在这样我咋感觉像是个要饭脸？闺女，你这会儿笑不太合适。我知道，我这不是在偷偷的笑。放心爹，有人看见的时候，我肯定比你还会装穷。哼，还装穷？闺女，咱们家现在是真穷啊！就老李那个汽车空间里的东西也不够啊，以后的日子咋过啊？还有锅碗瓢盆，哎妈呀，不能想了，简直是越想越头疼。来，如意，姐给你好吃的，偷偷的吃。别上火，你忘了二姐和你说的，咱家还有粮食藏在山里。都这年头了，李如哥这话可能也就只能骗骗眼前的小如意了吧。随即李富斌又拿出了一瓶去了商标的矿泉水。如意累了吧？来，给你喝贵人给我们的水。喝吧，如意，我们3谁都没舍得喝一口，藏起来就是为了跟你一起分享。也没啥吃的，就吃点饼干垫垫吧。这样子下去也不是办法了，我们得先搭一个遮风雨的棚子啊。这全部石头啊，我们才这么点人也搬不动啊。爹，二姐你们先歇一会儿，我等下就回来。正好小如意走了，爹娘，我跟你们说说那个空间。我就说嘛，闺女肯定是女主，咋会没有空间里？闺女你咋弄出来的？昨天我努力那么半天都没弄出来。还有，你那个空间里都有啥宝贝啊？我昨天不是捡了一块玉石，好大一块。玉石啥时候捡的？我咋不知道哩？就是村民找到我们时候捡的，不过我把这事忘了。直到今天早晨去茅房，你们知道的，茅房里没有厕纸，我一劈那个棍，一下就把手给拉出血了。那你们看，那后来呢？娘，瞧把你急的，要不是我们知根知底，我真要怀疑你们有了如意就不要我了。怎么会呢？宝贝闺女，后来嘛，我就去兜里掏，你们知道的，这都是多年养成的习惯。我还以为我兜里有纸巾呢，可能是我的手指就碰到了那块玉石，完了那块石头就不见了。
然后我就发现自己身上多了个空间。我就说嘛，果然要滴血认主。哎妈呀，这也太神奇了！老李、亏女，你们觉不觉得咱们一家3口都不是一般人？那啥，徐父，貌似你还是一般人吧？不是的娘，我和我爹可不是一个意思。我的意思，你也是有可能变得不一般，说不定啥时候你那里也会出现个空间啥的。切，谁说我没啥变化？厉害了，我嫡亲娘里。看来就我那个汽车空间最没用了，装也装不了多少东西，更不可能在这个年代开这么好的车了。我的还不是，就一块黑土地，还不大，然后就是河水和井水。哈哈哈，果然我闺女才是女主，啥主不主的，有娘在，哪里轮得到闺女当女主？还是娘你最厉害，以后想捏死谁，岂不是真跟捏死个蚂蚁差不多？行了，闺女，你娘不用你吹捧。那啥，你快弄点你空间里的井水，让娘尝尝啥味儿。啥味儿？水还能有啥味道？给。亏女，娘喝着这水有种纯天然的清甜味的，像是喝着早晨鲜花上的晨露般。这水不会有啥问题吧？咱们刚刚有点太过草率了，咋能都喝了？这要是有毒。怕有毒，以后你别喝了，都留给我和闺女喝好了。不过我感觉喝到肚子里一下子就有力气了，还解疲劳力。闺女，你这空间的确是个宝，就是不知那井水会不会有喝没的一天。李如歌意念下，瞬间夫妻俩的瓶子又满了。这水不会是取之不尽吧？爹，您猜对了，我试过了，这井水的确是取多少，那边就又补回来多少，井水始终是满着的。好，这我就放心了。只要有水，咱们一家就不愁没粮食吃。那也不能用这水浇地啊，这水说不定还能治病理。我有那么蠢吗？我的意思，闺女空间里不是还有2亩地，还有咱们也可以去山里偷偷开出来一块地。闺女不是说还有河水？井水留着人喝，河水用来浇地。我估摸井水会自动补满，河水也一样。一家人正闹得热闹，这时有2帮人朝这边走了过来。一次意外，我们全家穿越到了60年代，我空间里的水居然能召唤动物。来的这些村民正是村长徐顺利召集来帮忙盖房子的。徐顺利到来也是有原因的，李富斌分家自然村长也是到场的，他也主持过几次分家，哪家不给他点面子？可是这李老师把娘能往外一推，李老太太当场闭着眼睛装死，可见李老师这一家是坏到骨子里了。徐顺利心里也只能憋着一股火。你李老师不是不拿我这个村长当干部吗？那我就让你看看我在这个村说话管不管用。帮忙的村民们还自带了工具和原材料来，徐顺利还把自家600多块土坯也拉来了。当然，这些土坯和木头过后，李富斌还是要还给大家，还给村上的。原主的人设不能崩啊，这感谢话还是先不说。大家的好，我李富斌日后一定加倍奉还。孙凤琴和李如歌那更是只会低着头给大家鞠躬道谢。很快大家开始各自行动了起来。眼前这么多人过来帮他们家干活，却没有李家大院一个人。真想给这些帮自家干活的人做顿饱饭吃，可是就如歌糊弄如意的那番话，可糊弄不了这些大人。娘，你说我们要不要去山里看看？要是能挖点野菜回来，给大家煮一锅野菜汤也是好的啊。行，走吧，反正这里也用不着咱们娘俩了。于是娘俩在山里越走越远。这水是真解乏啊，就是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作用。我滴个娘啊！我再试一试河水。用河水浇灌的植物，居然比用井水浇灌的长势更加茂盛。李如歌就在这附近反复实验，然后孙凤琴就一直在挖。不大一会儿，无比新鲜的野菜就堆成了小山。没想到我空间里的井水、河水都有对植物催长催熟的功能。亏女，够了，这老多，咱们可咋拿回去啊？孙凤琴甚至高兴的都忘记了闺女还有个能装东西的空间。娘，我知道咋回事了，这地底下肯定有很多这样的野菜种子，然后今年一场雨没下，这些野菜就没出来，现在被我用河水一浇灌，你瞅瞅把这些野菜给急的，都恨不得拍死前辈，踢走后辈，赶紧往出冒。亏女，那要是遇见人参种子，你是不是也能浇灌出一堆人参？娘，你听啥动静？亏女，我咋感觉有很多动物的脚步声在往这边来？是吧？我也觉得那些声音不对，好像还有撞击声。顾不得细想，只见李如歌小手一挥，把地下的野菜收进了空间。对哩，我咋忘记了闺女还有个空间里？娘，听动静这么大，就怕这里有大型野兽，咱俩快点跑，先跑出这块地，离这边井可能远一点，然后我进空间，你上树。好，娘明白，你放心，只要你没事，这点小事娘能应付。没想到在空间还能听见外面声音，
甚至还能瞧见比外面远的景物。杨优，这是啥情况？难道这些动物真是他那空间水吸引过来的？10只野兔，数十只野鸡，还有数十几只野山羊、傻狍子、野鹿，动物跑到洒水的地方吃起了土，还真是冲着空间水来的。那我是不是可不可以把这些家伙都收进空间里？不行不行，要是他们进去把我空间的水糟践了怎么办？不过装几只野鸡、野兔、野山羊回去，给家里换点钱，应该还是可以的吧？娘，你帮我弄点树枝，我要在空间里弄个栅栏。好，还好把老爹的铁锹也带来了空间。很快他便开始搭建起来。空间外他娘也给掰下来一堆树枝，李如哥把树枝带到了空间，没一会的功夫便搭建起了一个栅栏。咋都进去了？还没等他搞明白，外面的小动物都被他收了进去。这野鸡会飞啊，我都不想收的，不过看似像吓住了一样，怎么一动不动的？咋样？那些家伙进去之后是不是都懵了？貌似是有点，这会儿都老老实实趴着呢。闺女，咱们出来的时间可不短了，你爹指不定咋着急哩。好，那就先收这些。母女俩回去的时间就快了，远远瞧见等待的李富斌。老李，你闺女这次收获了好多东西，什么野鸡野兔的，我们这次不愁肉吃了。闺女，爹以后能不能过上好日子，可就指望你了。那必须的，最起码以后咱家不会缺肉吃了。爹，你说咱们要不要去哪里换点粮食回来，给那些帮咱家盖房子的人做顿饭吃？君，等下让你娘留在家，咱爷俩去公社。你拿出2只野兔，就说这东西是自己撞上来的，受伤了，被你们逮住的。啊，这么多新鲜野菜啊，还有个野兔。这只野兔是自己撞到了大树，我们母女俩白捡的，运气好。我们咋就没有这样的好运气哩？野菜也是在一处很深的洼地找到的，那里还有好多。等明天我们带着大家一起去挖。老三这一家有福气，这野兔子都多久没人猎到了，咋就能被他们一家给撞见？还有这野菜，我咋敢搅着？活这么大岁数都没见过这么绿的野菜哩。我三哥一家这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福气大之力。借村长吉言，借大家伙吉言。不过今天这几十斤肉，我们一家肯定不会独吞，可也不能就这样吃了。不能就这样吃了是啥意思？难道还要找咱们大家伙要钱？我是这样打算的，等下我和如哥把这只野兔送去收购站，估摸着肯定能换回来不少粮食，倒是给大家分一分咋样？老三家刚刚分出来，又是净身出户，要真能换点粮食回来也是好事，我们大家就不要跟着分了。刚刚老三两口子不都说了，明天会领着大家伙去挖野菜，这已经很难得了，你们说是吧？野菜有这么新鲜的野菜吃也不错啊。对，村长说的对，我们不分，这野兔子本来就是你们家的，我们凭啥跟着分？凭啥？就凭大家伙饿着肚子还在帮我们家干活，凭这一点，我李富斌就不会让大家伙这活白干。古往今来，人情债是最难还的，今天就借这个机会把这人情债给还了吧。那也不多说了，富斌，你们一家4口赶紧出发吧，路上好有个照应，等下天黑就麻烦你。来，我给你个东西。介绍信，你别小看这东西，没这东西他还不一定帮你换，把你东西抢了也没话说。君，谢谢徐村长了，大伙那我们就先出发了，等我们带好消息来。一次意外，我们全家穿越到了吃不饱饭的60年代，全家自带空间，开启奇妙之旅。经历千辛万苦，很快一家人便来到了收购站。刚才我们这一路过来，我发现这附近加一起也没几个人哩，没想到这收购站也没人。就现在这年月，大家现在都是没事不出屋，能躺着就不坐着，能坐着就不站着。那爹，你说咱们今天不会白来吧？白不白来都来了，进去看看再说吧。老李，我记得这家副食品收购站和供销社是一家的，以前我们拿来的鸡蛋换的火柴灯油啥的，都是从供销社那边出的。你说我们要不要先去供销社看看？那哪能行？你忘了，现在不允许自由买卖，啥都得按着规定来。好吧，那就按着规定进去看看再说吧。1个3，哎呀，1个3你都不要啊，舅子！我咋听见有人来了？快，赶紧把手里的牌收起来！几个农民罢了，你是不知道我刚刚的牌有多好。说着又拿出了扑克，还想继续。同志，我们是来换东西的。换啥？你们农民现在还能拿出来啥？鸡蛋不是都要留着交任务，不允许私自拿来收购站了？这是你们村长没告诉你们吗？来，我们继续。我们拿来的不是鸡蛋，是肉。妈的，老子当年几百万的生意都不放在眼里，现在还要看你们几个小子的脸色。2只野兔，咱们这收不？废话，当然收了。你们是哪个村的？这兔子是你们自己猎到的。爹，这些人不会抢咱家的肉吧？咱们一家可就指望这兔子换粮食活命哩。
你这小姑娘，我们这可是公家单位，咋可能抢你家的肉？那啥，有介绍信吗？有，我们是李家庄的。喂，这是我们村长亲自开的介绍信，这也图我们收拾收。不过咱们这现在就是火柴、咸盐、灯油这种东西多，你们看你们想换点啥？粮食，还有大铁锅，我们还要换一口大铁锅。大铁锅，你们还想换一口大铁锅？小姑娘，你们要说用这2只野兔换点粮食，我们倒是可以帮你们想想办法。可这大铁锅，就算再多2只换一口锅，我们也没地方给你们换去。好像大炼钢铁那股风刚刮过去不久吧，家家户户都把铁具包括大铁锅交上去了。像这种乡镇供销社，应该是不可能有这种紧俏货物的。孩子做梦都想要一口锅，那啥，没有就算了。那粮食，你们看能给我们多少？这得先过一下秤，看看你们猎到的这2只兔子有多重。均还不错，47斤，这野兔还挺肥啊！这野兔我得拿下，正愁没地方给即将要生产的媳妇搞几斤肉吃。这还真是瞌睡了就有人送枕头，这野兔送来的太及时了。47斤，去了皮毛，就算你们40斤，1斤抵1斤，可以给你们换20斤包谷面，10斤高粱米，10斤包谷棒子，咋样？我给你们的可都是纯粮食。这流程张嘴就来，还1斤抵1斤，现在乡下缺粮，给个20-30斤打发走不就行了？李如哥把背篓往地下一放，我们还想换点火柴、咸盐、灯油，还有能烧饭的陶罐，我们需要2个。你们看这些够不？现在家家都用陶罐烧饭烧菜，李家庄估摸也就徐顺利家、三爷爷李茂栓家有大铁锅，还都是后买回来的。众人连忙去看背篓里的东西，你们还拿来啥了？一起拿出来，我们看看能给你们换点啥，绝不会亏待你们。没想到这些野鸡野兔吃了那些土变得这么肥啊！哇，这一家子的猎物是打哪弄来的？咋这么肥烈？这吃起来一定很香。这么肥，那10斤包谷棒子，我可以帮你们换成高粱米。然后那2只野鸭野鸡，我可以帮你们换2个大瓦罐，换1斤盐、2斤灯油、2包火柴，还有2斤酱油、1斤醋。你们有没有带酱油坛子啊？没有啊。走，跟我去我家取个坛子。说是取坛子，实际也是想领着一家3口去认门，日后有好东西好知道路。他家就在供销社附近，几分钟的路程就到了。很周正的3间砖房，看来日子过得不错，在青山乡应该算是富裕人家了。岳父，难怪会这么积极。爹，你不觉得有点奇怪吗？就他们一家也吃不下这么多啊。我看这小伙胆子挺大，说不定这人还能有点其他门路。咱们先观察一段时间再说，可不可以再利用，就看这人够不够胆量，有没有啥坏心思。这家人看着总感觉不像是普通人啊，难道是一个好猎户？这年月哪都缺肉，要是能教好一个猎户，未来可就不缺肉吃了，哈哈哈。两边这就算是达成了默契，只是这次还意外获得一个大大的惊喜。没错，就眼前这个破坛子。李富斌曾经是个酷爱古董的收藏家，受他的影响，李如哥对古董也是有了解。父女俩接过这破坛子时，就知道了这是个老物件，不过坛子上被蛮横的钻了好几个窟窿。这东西看着应该不少于上千年的历史，拿回去好好收拾一下。同志真是太谢谢了，日后再打到猎物，我一定给你送过来。我勒个豆！一次意外，我们一家3口从21世纪穿越到了60年代，全家自带空间。随即李如哥走到一旁，借助背篓的掩护，又拿出来10个鸡蛋、2把挂面。刘大哥，我们家刚刚分家，我爷奶啥都没给我们，这点鸡蛋细粮还是我爹的朋友可怜我们给我们家的，你看能不能用这些东西给我们家换2个搪瓷盆？这家人不简单啊！那啥，你们等会儿，我去叫我娘。走进去说话。这10个鸡蛋，我就按5分钱一个，给你们5毛钱；2把挂面就按1块钱一斤算，我给你们2块钱，你们看咋样？兄弟啊，像这种金粉挂面，凭票买也就5毛8一斤，我娘给你们按1块钱一斤算，真不少了。貌似还真是，好像这年月的粮食都是1-2毛钱一斤，细粮可能会贵一些，大概3-4毛钱的样子。现在粮店别说细粮，粗粮都快供应不上了吧？不是钱多少的问题，我们家就想换2个搪瓷盆，要不你们再给我们几张工业票？我们家几口人一直用1块破钢碴子洗脸，这次分家就连那块半瓢水都装不下的破钢碴子，李老太太都没让我们拿。唉，我们家现在是啥都缺。小原主好像一直梦想着能有张工业票吧，好偷偷攒几毛钱，给家里买个搪瓷盆回来，借助这次机会一定要买回去。工业票那东西我们也缺，要不这样，我领你们一家去供销社看看有没有处理品。行，处理品好，这年月处理品不要票，还便宜。就这样，几口人把挂面鸡蛋留下，拿了刘老太太给的2块5毛钱，就跟着刘成去了供销社。随即几口人拿着2块5毛钱，换了一个有瑕疵的大洗脸盆和一个小一点的洗脸盆，以至于到最后还是刘成帮着垫付3分钱一斤的醋钱。一家人这次也算是满载而归了。
路上又把这些东西都放进了空间里。对嘞，如哥，等下回去40斤粮食，我们得把它说成20斤，要不然就2只兔子怎么可能卖这么多钱？等他们回来的时候，房子基本上已经完工了。我们已经用兔子换了20斤粮食，还换了瓦罐和盆，还有酱油、醋啥的。这进度还挺快啊！10斤苞米面，必须拿出5斤来让大伙吃饱饭。很快，李如意去徐顺利家借了2个瓦罐，再加上自家的瓦罐，5个瓦罐同时点火。李如意负责烧火，孙凤琴和李如歌负责搅动糊糊。母女俩凭借这一世的技艺，木勺子一上手就干得很好。没过多久，每人1碗粘稠的糊糊就煮好了。在拿给大伙之前，李如歌还趁大家不注意，在碗里放了点空间水。李富斌吃了一口，这野菜糊糊完全可以拿去国宴上一蒸高下了。虽然这些碗筷都是李如意领着小伙伴们去我家取来的，但是老三一家净身出户分出来，这好不容易换了点粮食回来，这一顿就让大家伙造进去5、6斤，造孽啊！说着，徐顺利吃了一口，就控制不住的连吃了好几口。老三呐，你媳妇这做饭的手艺，真不是一般人家婆娘能比得了的。李富斌不出声，那边可有人出声了。村长叔说的是，我还记得前年咱们吃大食堂的时候，那几个女人就属三嫂的手艺最好。对，三嫂子做的那粒野菜团子，那叫一个香丽。那啥，改天挖回来野菜，我再给你们大家做。呵呵，三嫂你就吹吧，先不说能不能挖回来野菜，就是大锅，你加油啊！是哈，蒸野菜团子必须得用大锅。要是真能挖回来野菜，到时你们一人出一把包谷面，让老三媳妇去我家蒸。对啊，村长家里有大锅，那咱们现在就报名，都谁去？举个手。现在的人幸福感很简单，只要能吃饱，甚至能吃一顿饱饭，那脸上都会堆起幸福的笑。大伙聊到太阳下山才各自回家。等大伙走了之后，看着自己的新家，一家人也是高兴的够呛。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还有这么大的院子。我爹让我过来送点粮食给你们。这貌似看着有7、8斤的样子里，可千万别小看这7、8斤粮食。听说村里有户人家用5斤苞米面就换了个媳妇回来。儿子部队上工作就是不一样，他这粮食口袋和普通人家用的麻线口袋都不一样。李茂栓这份情，我李富斌一定不会忘的。第二天一大早，孙凤琴就起来，煮了1瓦罐高粱米饭，用另一个瓦罐又做了一个野菜汤。一家人吃饱喝足之后，大伙就有人拿着挖菜的工具，背着背篓过来了。昨天我们家换回来的粮食和东西，这件事肯定已经传到李家大院那边去了。以李老太太和宋桂花的尿性，今天肯定会来我们家闹腾。然后一瞧我们家没人，那岂不是正好给了他们机会？我们房子连个窗户门都没有，能挡住啥？得赶紧把自家那点值钱的东西都收进空间里。还有李茂栓闺女昨天拿来的那半袋粮食还是不收进空间了。这种口袋明显和普通口袋不一样，肯定就李茂栓一家有，还有木丸也得留下。老宅那边你们要是真的敢偷，你们就来吧。这些动物好像只要被收进空间，就跟被点了穴似的，只有眼珠子能动，这下就不用担心他们会糟践东西了。老爹，你去找些草帘子封住窗户门再走吧。行。正好徐顺利也带的有草帘子来，他们想到的徐顺利也早的想到了。李家庄这几年虽然风气不错，还没有过偷盗的事发生，可富斌家昨天刚换了粮食回来，还有2个搪瓷盆、搪瓷缸子，那老些好东西不定惹了谁的眼里。于是在大家的帮助下，李富斌把窗户也给封死了。李如意拿一张小木墩坐下，爹娘，你们去吧，今天我就在家里看好我们的新家。请，小如意那里可看好哩。我勒个洞，一次意外，我们全家穿越到了60年代，全家自带空间。3口人都背着借村民的大背篓走在最前面，带着大家进山了。李二娃背着大背篓还是新的。如哥啊，要不把这些人带去昨天洒水长出野菜那地方去？那地方的土估摸着可能被动物给啃光了，指不定啃出多大的坑呢。如果那些动物把藏在地下的种子都给啃没了，那浇再多的水也没用，别到时野菜没长出来，再把野兽给招来。那我们就只能换个地方了。昨天那边附近也有很多洼地。就这样，李如哥就一边走，瞧见哪里有洼地，杂草遮挡的比较严实，就偷偷撒一些水进去。哦，居然还真有野菜！村民的欢呼声不断的传过来。我的妈，还都这么绿，看着咋好像这些野菜都是新出来的。如哥啊，来之前娘还打算给你掩护哩，你看大伙都开始行动起来了，还掩护啥？哎妈呀，我们家都快要断顿了，这咋还有这么多绿油油鲜嫩的野菜？石柱子就一边挖野菜一边往嘴里塞，还真是挺好吃的。村长叔，你说这是不是老天爷看咱们都快要饿死了，赏赐给咱们的？二娃子，你瞎说啥哩？
哪来的老天爷？这就是碰巧了，这几个大坑不缺水，让傅斌媳妇和他闺女给瞧见了。现在上面对封建迷信抓得严，傻老天爷，这话要是传出去，这可不是小事。哎呀，都是如哥母女两人好啊，有这好事居然都没瞒着。很快大家带来的麻袋都快装满了，没想到就这么个大坑，就让大家把麻袋逼篓都装满了，干脆就把这个空间里的水叫做植物催生剂吧。之前种的苹果和西瓜应该很快就能吃了，等下回去找时间种点大苞米。昨天李桂枝送来的粮食有几斤苞谷棒子，正好给它当种子。原以为得一天，没想到只用1上午，大家就满载而归了。干脆把这件事和村里人都说一下，让全村人明天都进山看看，多找找这样的深坑。全村人都进山，你就是全国人都进山，没有我闺女也不会有野菜给你们吗？要是让我闺女天天往山跑，那不得把她累个好歹啊！村长，我觉得这样不妥。你想啊，这件事要是村里人都知道，难保不会传出去，那到时外村的人也都跑咱们这挖野菜，你让是不让？那还用说，当然是不让啊！可要是上面让呢？毕竟这大青山不是谁家的，人家要是说了只要不怕远，谁都可以来，那咱们村可就热闹了。还真有这个可能。他们别的村不会也学咱们进山去找呗，说不定他们那里也有这样的深坑里。可万一他们那边没有呢？我就怕上面倒是把咱们这当成宝地征用了咋整？这话可是太吓人了，这李老三说的也没错。今天这件事你们大家要是不想再挨饿，不想被饿死，谁都不许传出去，就当没发生过，回去让你们家里的婆娘孩子也都把嘴管住了。我昨天去收购站，发现一个人都没有，听说现在城里也可缺菜了。那肯定是啊，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冬储菜吃没了，夏季的菜还没长出来哩。他们城里人多了个啥？咱们没菜吃，他们也不可能有。去年雨水多，城里那些上班的，还有来咱们这采蘑菇的，城里人可吃不了这辛苦，他们也就是来做做样子，还不都是从老乡家里换的。我家一个夏天的吃食，都是用蘑菇和城里人换的。傅斌，你是不是有啥好主意？大伙，这东西你要是把它当饭吃，不说有没有啥营养，也不抗吃啊，干脆拿这些野菜去城里换粮食吧。没想到傅斌脱离了李家人的压制，胆子变得这么大，这话都敢说，要是被人举报上去呢？行，这件事既然是傅斌你提出来的，那你就去试一试。不过咱们丑话说在前面，如果傅斌因为给大家换粮食换出事，我徐顺利是主谋，你们大家一个也跑不了。保证绝不说出去，我保证。既然这样，那大家今天挖的这些野菜就不要都拿回家了，否则万一谁家婆娘孩子管不住自己的嘴。徐顺利再次扫了一圈，后面的话还用说吗？谁家婆娘啥样，自己心里没个数。明白。那我们大家都少拿回去点，够今天吃的就行。那我们剩下这么多野菜都放哪？对了，要是这样大咧咧的往家里背东西，保不准就会被谁看见。就放在傅斌家里吧，他们家那消停，跟前也没个邻居，比放在村部安全。徐村长简直太给力了，我正想把这些野菜都放进空间里，免得明天都蔫巴了，卖不上好价钱。大家商量好了，背起背篓，扛起麻袋就往山下走。封好的门窗都被扯破，几十人都傻眼了。这谁干的？如意干啥去了？这家里这是招贼了吧？昨天从公社换回来的粮食和东西全没了。徐顺利领着几个人在屋旁检查了一圈，屋里啥都没有了。换回来的东西粮食都已经不在了。我勒个豆，只因泥石流灾害，我们一家3口穿越到了60年代，看我们如何拿捏恶毒爷奶一家。村长伯伯，我们家这是被人给抢了，你看要不要去公社报公案啊？是嘞，这肯定是让人给抢了，这哪是啥小偷小摸，估摸来的人还不少哩。这还了得，咱们村来抢匪了，这可不是小事啊。那啥，村长，我往公社跑一趟，我去报公安。二娃哥等等我跟你一起去。这时2个精神小伙站了出来，我也去。几人便开始走去报公安。都回来吧，报啥公安？这件事不可能是外村人干的。大村长，你啥意思？不是外村人干的，那还能是咱们自己村里人干的？二娃，你和石柱子，你们几个小年轻，等下先别急着回家，大家现在赶紧把野菜蘑菇都扛去山脚下老石匠那个窝棚里，让他们几个先看着，等傅斌家这件事处理完，你们再偷偷去把自家的野菜扛回来。先。徐顺利这边话音一落，大家就开始行动了起来。这边刚刚消停下来，就见李铁柱媳妇王菊花跑了过来。村长也在啊，正好，你们快点去东头看看吧，你们家如意都快被那一家人给打死了。
只因前一天傅斌两口子给了王菊花家半瓦灌糊糊，两口子实在过意不去，一大早就让自家二闺女李盼娣过来看看李富斌家里还有没有啥需要帮忙的。然后两人就在傅斌家门口边上玩。估摸9点多钟的时候，李富有家二闺女李如梅就来了，说是李大宝他们几个在河边捞着鱼了，就把李如意给骗走了。要是别人过来，李如意或许还能有点防备，但李如梅就比她大3岁，而且平时也没打骂过她，算是李家大院对他们家还不错的，少有的一个了。很快到了河边，见李大宝几个的确在抓鱼，也的确抓了些小鱼上来。李如意再怎么聪明，也才10岁，她哪里知道这一切都是李家大院那边设计好的，包括这几条小鱼都是李家人让李大宝拎来的。小姑娘在这边跟着大家捞起了鱼，捞着，李如意就觉得有点不对了。为啥我怎么都捞不着鱼啊？而且李如梅和李大宝还总凑到一起嘀咕：不好，我家里没人看着呢。我的鞋子呢？不好，我一定是中计了。小丫头赶紧撒丫子就往家里跑，李盼娣也跟着往回跑。宋桂花带着2个儿媳，身后还跟着张秀英。好的，你个李富斌打了野味，居然不往李家大院带，我今天就来帮你拿回家。你们几个走快点，等下李如意回来了就没得搬理。很快来到了李富斌家，宋桂花就带着2个儿媳妇翻了半天，才翻出那口袋粮食，还有几个木碗。见没别的东西可拿了，这婆媳3人背着这点东西就跑。这婆媳3人怎么搬了这么多？不行，我得看看还有啥搬的。这几个臭婆娘咋啥都没给我留？算了，还是赶紧走吧，等下李如意回来了。李富斌家门口正好碰见赶回来的李如意。二伯娘，你来我家干什么？怎么把我家破坏成这个样子？你是不是把我家东西给搬走了？我没拿，我只是路过。你家东西是被你大伯娘和2个堂嫂拿走了。张秀英说完就要跑，李如意咋能拉得动一个大人？她就拿着棍子在后面追。李盼娣见情况不妙，赶紧往家跑。很快李盼娣回家，跟自己老娘王菊花说了这件事情。娘跟你去看看啥情况。李铁柱因为之前去山里找李富斌被蛇咬了脚，在家卧床不起。很快母女俩来到了李家大院院子里，只见眼前的李如意一动不动的，还有众人在看热闹。这李家大院的人怎么去抢富斌家东西，还打人呢？这都打昏过去了，还出了这么多血，会不会给打死了？王菊花听了这话，吓得腿都直哆嗦，赶紧去找富斌一家。听了王菊花的叙述，这绝对的是一家3口都没有想到的。走之前我就告诉小丫头把东西藏好，这丫头她怎么这样不相信她这个二姐？一家3口也顾不得说啥了，都撒丫子往李家大院跑。孙凤琴还顺手抄了一根大棍子，李如哥也学着他娘的样子，拔了一根细一点的木棍。李家庄这是要出大事了呀！王菊花，你赶紧去把李三爷叫上，就说李老师一家无法无天了。对，好嘞，我这就去叫李三爷。这一家咋跑这么快咧？一下子人都没影了，我得赶紧跟上了。艾如意那丫头也是个可怜的，可别真。很快一家3口来到了李家大院，大家还是头一次见孙凤琴这副杀气腾腾的样子。李老师一家这是把面糊人都给逼急眼了，瞧瞧，平时多老实的一个人，都一副要杀人的样子。李如哥伸手试了试小如意的鼻息，又摸摸颈动脉，还有气，还好人还活着。不知自己空间里的能量补充液有没有救人的功效？不管了，先偷偷往小姑娘嘴里滴几滴试一下。不知是不是碰巧了，李如意喂水之后，小姑娘的眼皮居然真的动了几下，似是想睁开，却又使不上力气的样子。如哥，你看好你妹子，别的事不用你管。一个赔钱货，贱骨头，死就死了。瞧把你们一个个吓的，那一家子窝囊废有啥可让你们怕的？人是我叫打的，也是我叫往死里打的，咋了当奶的？打死个赔钱货犯了谁家的法？我们家能把这个赔钱货养到10岁就不错了，够仁慈了。这边一屋人听了李老太太的话，刚刚安心了一些，就听见门上传来了砸门声、窗户碎裂声。你们一家子都给我听着，如果我闺女今天有个好歹，我定要你们一家子给我老闺女陪葬。刚刚叫我们一家陪葬的人，是那个平时连头都不敢抬起来的孙凤琴。咋可能咧？那女人借她几个胆子，也不敢说出这样的话吧？你一定是听错了，一定。套了，他是不是疯了？他媳妇宋桂花也一脸惶恐地瞧着外面。这还是孙凤琴吗？他哪来的这么大的力气？先别管这些了，都赶紧出去拦住他。老大，你个窝囊玩意，她一个女人，你怕她啥哩？反了，你个生不出儿子的臭婆娘，今天我就让老三休了你。一次意外，我们全家穿越到了60年代，拿捏恶毒也乃一家。风琴，你这是干啥？闺女还在那躺着生死不知，你不赶紧送闺女去卫生院，砸这有啥用？对啊，
砸门窗有啥用？就是把房子点着了，他们还能盖。对，老李你说的对，咱得送闺女去住院，去城里住好医院，必须花她几个小目标。徐顺利也是磨磨蹭蹭的在后面赶了进来，看见了手上的这些家伙事，都给我住手！你们这是要干啥？徐村长这一吼，吓得李老师一家赶紧扔掉手上的家伙事。村长，你来的正好，你看看富兵媳妇把我家给砸的，老天爷啊！这还让不让人活了？这还有没有地方说理理？李老太太一边说，一边挥舞着菜刀。那啥，平安，把你奶手里的菜刀抢下来。李平安是李富有家的长子，也是二房唯一的儿子。王文英，李平安媳妇，张秀英儿媳妇，婆婆经常刁难她，骂她笨，骂她蠢，骂她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王文英的确有些笨，也没读过书，这脑子不转弯的人就知道听话。听见村长让自家男人去抢菜刀，觉得这事就不用麻烦自家男人了，一把过去把李老太太的菜刀抢了过来。你个棒槌干嘛呢？当初咋就给老二家说了这么个棒槌媳妇呢？我的命苦啊！亲儿子打了野兔，居然都不说给亲爹娘送点过来。你不知道你娘我就爱吃肉吗？谁不爱吃肉啊？李老太太这话说的。前几年邻居家的鸡背头，估摸着跟李老师有关。老三你不孝啊！这是我还是从别人嘴里听来的。你们大家说说，谁家有这样不孝的儿子？当爹娘的不生气。还有你孙凤琴，你个不下蛋的老母鸡，到现在你都没给我们老李家生儿子，还有脸跟这家发威，你哪来的脸哟？这年月不孝顺可是大错啊！俗话说父母在不分家，这李富斌分家本就不对，这才刚刚分出去就忘了规矩咋能行？是李有肉吃都不知道先给自己老人送点，也难怪李老头和李老太太气成这样。李如哥听到众人舆论，赶紧和大家解释，我们家昨天分出去，连一粒粮食都没有，这件事村长伯伯可以给我们家作证，那野兔是自己撞上来的。难怪我这还琢磨哩，就这家人咋可能打到野兔里？原来是老天爷主动送来的。他大娘你可小点声吧，这事咱们知道行，可别嚷嚷出去。知道，我哪敢外面说去？不过这样一说，这件事可怪不着富斌一家里。就是啊，我这活了半辈子，还没听说谁家分家是这样分的，居然连一粒米都没给，那不是明摆着要饿死这一家人吗？大家越说越激动，正嚷嚷，就见李三爷李茂栓走了进来。如哥，如意咋样了？我们来的时候，我爷奶一家都在屋里，就如意自己躺在这，我娘还以为我妹已经估计是气疯了，就砸了我大伯娘那屋的门窗。行了，砸就砸了，和人命比起来，几扇破窗户算个啥？行了，老子还没死呢，你哭啥子丧？村长，三爷爷，我家如意被宋桂花给打的，可还昏着哩。我们得去城里医院给孩子看看，这钱是不是该宋桂花出啊？什么我出钱？说什么哩？再说打李如意的时候，老太太也下手了，而且最后那一下子还是老太太用擀面杖打的，还有张秀英、王文英都打了，为啥要我出钱？我发誓，如果碰了，就不得好死。平安媳妇，不是你就不是你，这还有这么多人看着哩，发啥誓？现在不兴这个。这王文英也就是个蠢的，换做别人敢指天发誓，早被拉去公社教育了。我不管啥兴不兴，反正我大伯娘冤枉我就不行，要不然你让他发个誓，你看他敢不敢？这么一说，宋桂花她急了，把自己他俩儿媳都供了出来。黄翠平时就很不服气自家婆婆，这会儿见婆婆把啥事都推给她，立刻恼了。我是打了，那不也是你让的？还有去三叔家抢粮食，也都是你出的主意。对对对，梁祝媳妇说的对，都是宋桂花这个臭婆娘出的主意。你个懒婆娘，做了坏事还想往老娘身上来，没门！二儿媳妇张燕她开始站队了。奶，您别生气，我婆婆也是气糊涂了，胡说哩。我不管是你们谁干的，我家如意可是还晕着哩。村长，三爷爷，你们可要给我家做主啊！是啊，三太爷，村长，你们刚刚也都听见了，这话可是他们自己承认的。我家的那些粮食和东西都是被他们给抢走的，如意也是被他们给打晕的。三爷，昨天富斌一家净身出户，一粒粮食都没拿，这件事你我都见证了，要不然我也不会给他们一家开这张介绍信。我见证过这么多分家的，就没见过你李老师家这样分的。也是富斌这一家运气好，命不该绝，换了点粮食回来，还被你们给抢了，咋的？你们这是不逼死这一家不甘心呐？三叔骂的对，是我没管教好家里人，这是我也有错，还愣着干啥？还不赶紧去把老大媳妇从老三家里抢来的东西还回去？东西到了李老太太手里，要拿出来简直比割她的肉都难受。李老太太看了一眼李老头那眼神，忙闭上嘴，转身进屋去了。随即李老太太就拎出来半口袋苞米，
还有几个木碗。昨天傅斌一家去公社换粮食回来，我和常青他们都在。我记得还有2个搪瓷盆、2个瓦罐、1斤盐、2包火柴、1斤灯油吧。李长青、李茂山的亲侄子站了出来说道：粮食也不止这些，而且我瞧着这袋子，咋像是我大爷家的？不错，这口袋粮食是我让桂枝借给傅斌一家的。李老师，你可真行啊！你们这一家人还真是雁过拔毛，比强盗也不差啥了。你个臭婆娘！你把那老些好东西都藏哪去了？还不赶紧拿出来！宋桂花被李老太太一眼一眼的瞪着都懵了。哪有搪瓷盆、瓦罐？我拿回来的东西都给你了，就这些。差不多了，现场有这么多人在这作证，等我们从城里回来，这家人还敢赖账？三太爷，我妹妹不能再等了。虽然小如意早醒了，但是她装得好辛苦啊。村长，三爷爷，我家如意还晕着哩，我们现在必须要送孩子去医院。至于那些东西，不然就让他们赔些钱给我家，我们好带着孩子去看病。中，那就赔钱。李老叔，这事你咋说？李老头越想越气，满眼杀气。老大媳妇，如意是你打坏的，东西也是你去抢的，这钱你不掏，难道还想让我和你娘掏？不是爹，我不也是听我娘的。你闭嘴！到了这种时候，你还想攀咬你婆婆？富贵，你一个废物！都啥时候了，你还不赶紧去找你媳妇要钱，给你侄女看病去？宋桂花，你还不赶紧去拿钱！扑通一声，宋桂花倒在了地上。呵呵，这晕的还真是时候，别一会儿我奶也晕了，那我家如意咋办？李老叔，这如意再不送医院，这要闹出人命，咱们村可就管不了这事了。李老师反手就给老太太一个大逼斗，骂道：还愣着干啥？还不赶紧去拿钱！看着李老头那脸色，转身就进屋拿钱去了。没一会儿，李老太太就拿了一把零零碎碎的钱出来，气哼哼的招呼孙凤琴：家里就这么多钱，再多我们也没有了。李如哥抢在前面接过钱，看了看，2块8角3分。村长，这些钱应该给如意看病都不够吧？加上老三家那些东西，你们再拿出10块钱，今天这件事就算了，不然就往公社报，这件事村里管不了了。李老师显然最怕的就是这句话，一个眼刀子扫过去，李老太太赶紧转身进屋。随即李老太太又拿出来12块8角3分钱，在这个时代已经不算是小钱了，这一下拿出来10几块钱，那心里不定咋难受呢。反正他们这一家难受，他们一家4口就高兴，一家人拿了钱抱着孩子就走。至于他们走后李家人是咋闹腾的，就不关他们一家啥事了。李富斌这次进城可不只是给如意看病，李富斌走的时候偷偷告诉徐顺利，让他安排人照顾好那些野菜，等他找到买家就回来取。这次行程徐顺利也安排了车老板赵大壮跟着出这趟差，目的自然只有这些进山挖野菜的人家知道咋回事。只因一次意外，我们一家3口重生到了60年代，全家自带空间。李如哥在来之前就从空间里拿出来一篓子野菜，很快在赵大壮的带领下来到了县城。几人兵分2路，赵大壮要照看马车，就把马车赶去了大车店存放，一家4口就直奔县医院挂号找大夫抓药。这种事他们一家算得上是比赵大壮要熟悉一些了，带着李如意直接挂了内科。你家小孩除了这些眼睛能看得见的外伤，就是营养不良，别的倒是也没啥。大夫，您再给我孩子从里到外好好检查一下。就现在这个医疗条件，估摸着现在大夫也凭着自己的经验判断了。很快医生又开始了一番检查，但好在也没有什么内伤，大夫就简单的包扎了一下，又开了些外伤用的药。很快几口人就从医院走了出来，几口人查了查剩下的钱，都忍不住嘴角抽了抽。这时候虽然钱难挣，但是真扛花，估摸现在大夫的工资也就30几块，比工人多个10几块吧。没想到挂个号开了点药，买了1瓶紫药水和消炎药，还有1包纱布，才花了3块8角4分钱。难怪李家大院一下子拿出12块8角3分钱，都摆着一副要吃人的样子。爹，我都饿了，剩下的钱咱们找地方吃一顿好的去呗。老姐咋敢说这话哩？爹不会骂我们吧？小如意，你想吃啥？今天咱们就吃啥。那我想吃大馒头，大白面的馒头。这可怜孩子，不会是从未吃过白面馒头吧？何止如意没吃过白面馒头，这个时代的3口人都没吃过。都是李家大院的那破规矩，什么金细粮男丁可以吃，生儿子的可以吃，能嫁进城里给李家人争光的闺女孙女也可以吃，这都是些什么破规矩？今天必须带小闺女吃顿好的。好，那咱们今天就吃大白面馒头，还有红烧肉。不过现在手里只有钱，没有票啊。爹，你说那边是不是有卖粮食的？刚刚那几个人背的好像都是粮食。
那几个人拐进去的那个胡同里应该有家粮店，不过那种地方是不会卖给咱们粮食的，那得是城镇居民才有资格去粮店里领粮食。城乡之间的差距又出来了，谁能想到几十年后还傻城里人乡下人，只有你有钱，在城里买上一套房子，说不定过得比城里人都自在。很快几口人来到了牌子上写着国营4饭店的大饭店，便走了进去。几口人找到一个位置，刚要坐下，就见一个女服务员赶紧走了过来。干啥的？我们这里可不是给你们歇脚的地方，想找地方休息，看见了吗？出去右拐，走个几百米，打听一下，那边有大车店，知道了吧？同志，我们一家是来吃饭的，不是来歇脚的。随即还掏出3块钱给这个服务员看看。粮票呢？光有钱可吃不了饭。嘿嘿，粮票我们家自然是没有理，但是我们家有别人拿粮票也买不来的新鲜野菜。不过这是眼前这个服务员怕是做不了主吧？要不我去后厨问问大师傅，说不定到时我们一家这顿饭连钱都不用掏了。这小姑娘一个劲的往后厨张望个啥哩？我说你们这些乡下人，一大年能挣几个钱？估摸也就10块20块的吧。这几块钱，怕是都够你们一家一大年的花销了，还想吃饭店？咋？吃完这顿，日子不过了？我用这个抵粮票可以不？这个咋能行？这种野菜虽然不值钱，但是就今年这种情况，唉，一言难尽啊！不行，你这食菜可抵不了粮票用。这时坐在角落的一个青年向他们一家走过来。你们这种野菜还有多少？我都要了。对了，你们想要粮票是吧？正好，我这里有你们需要的粮票。哎，我说你这人，刚要发威，转头一看，立刻就蔫了。呀，这好像是我刚刚和红霞议论的那个小伙子里，居然还有粮票。我家大侄女都20岁了，还没挑着合适的对象哩。看这小伙子的穿搭，就算不是个当兵的，他们家里人也一定有在队伍上当官的。那啥，小姑娘，那你就把这些野菜都给这个小伙子吧。军用水壶，这个大水壶应该能装个3-4斤水吧？那个，你想要这些野菜？是，有多少我都要了。小伙子，你给我们家这么多粮票，瞧着那些粮票好像的有个10几斤的样子吧？我们家也不能占你便宜，这个背篓里的野菜现在都归你了，都有点不足。对，实际这筐里还有半筐蘑菇，那啥也都归你了。不过你能不能把你那个水壶也换给我们家？我的天，还有蘑菇，怎么还想用蘑菇换军用水壶啊？这蘑菇山里多的是，你那水壶可不是便宜货，多的是。您能拿出来多少？我们现在是没有，可也不代表你这东西就能换人家的军用水壶。小姑娘，你这就是趁火打劫，知道吧？这位阿姨，您可不能乱扣帽子，我咋就是打劫了？换不换这位大哥说了算，我又没有上手去抢。随即周朝阳直接把水壶放在了桌子上。我们那里有病号，很需要这些蘑菇野菜，我这就剩下几斤粮票了，正想着有点少，正好这位小姑娘喜欢这个水壶，那就换给你了。哼，算了，要是让大师傅和主任知道是我把这筐蘑菇野菜推出去的，那要遭可劲的骂哩。你们一家想吃啥，赶紧点。李如歌见自家老爹已经和那个年轻人唠上了，这会儿连人家名字都问出来了，就憋着笑，转向女服务员道：4碗大米饭，再来10个，10个馒头，1盘红烧肉，1个炒干豆腐。点这么多，这家人怎么是这姑娘当家？4碗大米饭6毛钱，8两粮票，10个馒头8毛钱，1斤粮票，1盘红烧肉1块5，肉票半斤。你们好像没有肉票吧？正被李富斌拉着说话的周朝阳也注意到，这一家人怎么让一个小姑娘当家做主？李如歌眉头一皱，他赶紧在兜里翻了翻，还真翻出1张肉票，正好半斤，给，再加1盘炒干豆腐3毛，共计3块2毛钱，1斤8两粮票，半斤肉票。一顿饭吃这些钱，这些个乡下人，这是吃了这顿就不活了咋的？当然，后面这句话他说得很小声，几个人并未听见，几口人没听见的话，周朝阳却听得一清二楚，也不由得皱了皱眉。一次意外，我们全家穿越到了60年代，全家自带空间。算下来，我在这边参军也有2年多了，这几年乡下过紧巴日子我也清楚。不过怎么看这家人也不像是有钱人呐。那个最小的姑娘头上还包着纱布，看样子应该是刚从医院出来。这一家4口人，居然是一个小姑娘来管钱，当家做主，这一家人不简单啊！小伙子，我看你刚刚就吃了1碗面，你这个年纪正是能吃的时候，那1碗面咋能吃饱？坐下，再和我们一起吃点。不了，大叔，我还急着回去，不过您能留个地址给我吗？我得借用一下您家这个背篓，然后等哪天我有时间，把背篓给您送家去。不要了，刚刚你给了我们家那么多粮票，还给了肉票，这又给个水壶。此时李富斌一家已经对周朝阳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看着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可说起话来，给人的感觉又不太像是个农民。就刚刚还邀请我和他们一起吃点，
这几口人怎么给我了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啊？不是大叔，我要您家这个筐也没啥用，您还是给我留个地址吧。还有这样的野菜，您家是不是还有？有啊，您如果需要量比较多，我们也可以给您送货上门的。这时候不允许个人做买卖，看来闺女这是又忘了我们生活在什么年代。没想到就连这位大婶就跟那些乡下妇女不一样啊，貌似也是个深藏不露的精明人啊。那啥，我们一家是青山公社李家庄的，我叫李富斌，你去的时候都不用打听，村西头独一户，那就是我们家。行，李大叔，那这筐菜我就背走了，改天给您送筐去。好嘞，那啥我们也不着急用，你啥时候有空，或是顺道送过去就行。哎，乡下那几位，你们猜好了？哎，算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李如哥起身去端菜，很快桌上就放好了几大碗米饭，菜也上齐了，几口人便开始吃了起来。这馒头等下给你赵大叔拿2个，人家大老远陪咱们跑一趟，虽然也挣工分，但总不能让人饿着肚子回去吧？啥？随口就是2个？晴，这是我想着呢。刚刚我看还有芥菜疙瘩炒肉，我买了1盘，等下给赵大叔拿点，剩下的咱们一家留着晚上就着馒头吃。二姐，二姐咋舍得把这么好吃的馒头送人，还买了肉菜送人？估摸着自家之前没啥，没东西可以送给别人，没看出二姐的大方吧？啥是如意？我想说，二姐你买的这肉可真好吃，我还是头一次吃这么好吃的肉。好吃，二姐下次还给你买。咱们一家人肚子里都没啥油水，肉这东西好吃也不能多吃，这次吃完，等几天再吃吧。我知道，那等下我去供销社看看有没有奶粉之类东西，给咱一家买点。冲，我听说城里有卖精的，据说那东西比奶粉都有营养，一会咱们一起去看看。咱娘也这样大方了，还卖乳精，这时候也没有打包袋，我们要咋拿回去啊？如哥，你跟爹出去看看有没有卖筐的，或是卖盆的。李如哥知道老爹啥意思，顺手拿起2个馒头，又嘴甜的找服务员王大兰借了个大碗，还借了一双筷子。借就借吧，希望他们一家能给我送点野菜蘑菇过来，反正这里还压着2个人，就1个碗1双筷子，难不成还怕他们跑了？随即父女俩出来就往大车店那边走，一边走一边研究对方那里都有啥能拿得出来装东西。爹，你瞧那边那人挑着那么多背筐，是不是卖的？不如咱们先买个背篓，然后再找地方买个盆，或是干脆就用白毛巾把馒头包上，放在背篓里。君，过去看看。廖香，你这背篓咋卖啊？不卖，我这不是卖的，我这是给收购站送去换洋火的。洋火应该就是火柴吧？这时的人胆子可真小，不过不小也不行啊，投机倒把，抓住那是真判啊。大叔，我和我爹没别的意思，就是想从你这里买几个筐，你看看多少钱一个，偷摸卖给我们几个呗。随即大叔向四下瞧了瞧，见这附近没啥人，就偷摸伸出2根手指，2毛钱一个中不？才2毛钱一个，那还有啥不中的？那给我们来4个吧，2个大的，再来2个小一点的，2个大的给爹娘用，我和如意还小，背个大筐不合适。随即4个编织光滑的大背篓才花了8毛钱，还因为老大叔没钱找零，他们这4个筐实际才花了7毛9分钱。现在的钱真抗花啊！爹，我这还有5块钱整，等下给赵大叔送完馒头，咱们接上娘和如意去供销社买点啥去啊？闺女，你是不是忘了咱们一家来城里还有个任务哩？还真把那件事给忘了。不过这不矛盾吧？爹，不然你打算去哪卖野菜？不是去供销社吗？那哪能去供销社卖吃的东西？得去居民区。沙雕县穷是因为山多土地少，然后这几年又接连不是涝灾就是旱灾，前年还遭遇一场蝗虫灾。但县城里还是有几个大厂子的，比如糖厂、纺织厂、棉纺厂，这几家大厂子那可是老百姓削尖的脑袋想要进去的好单位。等下咱们就去糖厂家属区，我估计就咱们那点野菜都不够哪一个小区消化的。那等下咱们爷俩再背回去2筐野菜和蘑菇，就和如意说是藏在车上的。父女俩这边商量好了，就加快步伐朝着大车店走去。很快就到了大车店，来之前就听老爹说过这里的味道，现在终于体会到了，这是真臭啊！他们怎么不走远点？难道他们都闻不见这味儿？老农民哪有割营牛粪马粪的？对于他们来说，这可都是能增加粮食产量的宝。赵大壮瞧见是李富斌父女走了过来，赶紧迎接。如意咋样了？需要住院不？现在的医院就这条件，这环境，没病都能住出病来。没啥大事了，大夫给好好检查了一下，就让回家养着，还开了好几块钱的药，说吃完就能好。李如哥赶紧把大碗递过去。赵大叔，这2个馒头是我爹买给你的，这里还有点咸菜，估摸还没凉，你赶紧趁热吃吧。买给我的，这咋能行？你们一家吃了没？我们一家都吃了，这不是如意看病，人家给的病号饭，还好一家4口之前就商量好了这个说法。
要不然让赵大壮知道我们一家是去了国营饭店，这话要是传回村，村里人咋想？李家大爷那一家子不得又找我们家闹腾了。现在病人住院，的确也是有病号犯的。对啊，那我就吃一个吧。我累个到，一次意外，我们全家穿越到了60年代，全家自带空间。赵大壮在众人的羡慕声中，有些麻木的接过大碗。那我就吃一个。赵大叔，你都吃了吧？这都是给你的。我爹说你饭量比他大，得多吃点。我一直向往着啥时候能可劲造一顿大白面馒头，就是死了也值得了。没想到这个梦想被傅斌一家给实现了。30几岁的大老爷们被感动得红了眼眶。大壮，你慢慢吃，我们一家还有点事。大壮，你还得在这等我们个把小时。行，没事，多久都行，你们去忙你们的。对了，好像傅斌家可能是要去找地方给大家卖野菜。三哥，你等我一下。咋了？有事？赵大壮连忙拉了拉李富斌，压低声说道：三哥，我知道你要干啥去，那啥，还是我去吧，我比你有力气，跑起来也快。放心吧，大壮，我们准备去糖厂家属区，我们一家是扮成走亲戚的样子，不会出啥事的。那行，难怪这父女俩买了4个竹筐，还都是带着盖的，这可都是为了我们大家伙啊！以后傅斌家有点啥事，我一定第一个冲上去。很快父女俩回到国营饭店，李如歌叫上母女俩，和王大兰道了声谢谢，母女3人便走出了饭店。而此时李富斌正在看着满竹筐野菜和蘑菇，正是从李如歌空间里拿出来的。孙凤琴父女2人每个人都背了一个，一家3口并没有让如意背。咋咧？你还想背一个拎一个？就你那点力气，还是留着等下和人砍价吧。让我一个在谈判桌上张嘴就是千万亿万的人，去和一群家庭妇女老太太砍价，我觉得还不如给我2个背筐。爹，你是不是把你闺女我给忘了？对啊，我闺女那可是很有老人缘的。很快几口人一路打听便来到了糖厂家属区。这个时间段上班的还没下班，也就一些老头老太太，没有工作的小媳妇在家。爹啊，咱们家啥时候也能有这样一套房子就行了。曾经没发家致富前，李富斌就是个卖房子的，要不咋一眼就相中这个糖厂家属区了。想想前世自己盖的大别墅，多舒坦啊！这年月别说我们家还没钱，就是有钱，谁敢盖那样的大别墅？不想活了。如哥、如意，你们俩想读书不？嗨，我才参加完高考。李富斌同志，这是啥意思？不会是想让我回去从小学开始重新再来一遍吧？爹，那啥，我都多大了？要不你把如意送去读书好了，如意才10岁，就算从1年级开始也不算晚。不晚，你俩都不晚。那啥，这事不急，咱们回家之后再好好商量一下。就在这时，李富斌已经瞧见了远处的目标，一个坐在门口摆好棋盘的老大爷。咋说呢？反正凭我阅人无数的眼光来看，这人没退休前一定是个当官的。风琴，你和老闺女先等在这，我和如哥先过去看看。行，正好我看如意也累了。父女俩一人背着野菜，一人背着蘑菇，就奔向了老大爷。你们这是走亲戚的，找谁家？是找不到人了吧？我们一家是来城里给闺女看病的，然后就想着顺便给亲戚家里带点野菜蘑菇，可这找了好几圈都没打听到亲戚家住呢。说说看，你们家的亲戚叫啥姓啥？在糖厂家属区还没有我不知道的人。那可太谢谢您了。我媳妇那个堂姐叫孙大凤，今年也就45、6的样子。孙大凤，你确定你那位堂姐是住在糖厂家属区的？当然确定，那人不住在糖厂家属区，不然我咋敢把孙大凤的名字报出来？的确有这个亲戚，不过是一个在印刷厂工作的人，咋都不可能住到糖厂家属区来。我们也多少年不联系了，我婆娘也说不准这事，我们几口人就想找找看吧，毕竟东西都背来了。对，东西大老远背来的，咋都不能让你们再背回去。我的意思，你们几口人背着这么沉的筐，要实在找不着你们家亲戚，就把东西卖给我咋样？卖给您那倒是也行，可就是这买卖东西不是犯法的吗？瞧李富斌一副老实憨厚样，沈万林一点都没怀疑这个乡下人是在故意钓他上钩呢。沈万林退休之前，那可是在糖厂当了差不多10年的厂长。犯法？你们不是我家的亲戚吗？来我家里串个门，拿点野菜蘑菇，犯哪家的法了？切，把他们娘俩也都叫过来，进屋喝点水。我去叫，一眨眼我们家就变成亲戚了。李如歌说完，转身跑去叫人了。沈大娘瞧着几口人瘦得可怜，还给几口人一人倒了1碗白糖水。几口人也的确有点渴了，便端着碗喝了个干干净净。去给他们再倒点。不用了，大娘，我们已经不渴了。那啥，你们还是看看我们这几筐野菜，你们家能留下多少？沈大娘已经扒开4个筐看了看。今年干旱，咋还有这么鲜嫩的野菜哩？也不知这家人哪挖来的。还有这水灵灵的蘑菇，这么鲜嫩，可
肯定是全要呀！老头子、老大家、老二家、老三家，还有巧玲、秀玲他们两家，我都怕这点不够分离。你这老太太吃点好的就不够你惦记的。我们家儿女多，你们这几筐菜我们家都留下了，你们看看的多少钱？还是你们想要东西？是这样的，我们家刚从家里分出来，要说缺啥，那是啥啥都缺。要不大爷大娘，你们看看你们家里有啥不用的，给我们点。这几筐野菜、蘑菇就都归你们了。要不白糖、红糖就各拿出1斤。不行，这点东西换这么多野菜，行不通。随即沈万林就拉着老伴到一旁嘀咕：老伴，要不就拿白糖、红糖各1斤，5斤包谷碴子，2斤小米，3斤高粱米，就凑够10斤粮食给他们家。我看行。很快沈万林就把粮食凑齐给了傅斌一家。沈万林又拿出一沓16开的大白纸递给李如歌：小姑娘是不是还在读书？哎，这个拿回去给你们姐妹俩当本子用。谢谢沈爷爷，谢谢沈奶奶。不用客气，小姑娘很懂礼貌，回去之后好好学习，要是能读个高中，说不定你们姐妹也能有机会考进糖厂工作呢。很快李富斌就把东西都装好了，准备回去。对了，我们村里还有一些这样的野菜蘑菇，不知老人家能不能帮着找买家？当然能直接换粮食就更好了。买家自然好找，糖厂大食堂那肯定是有多少要多少，只是我都退休了，还插手糖厂的事。而另一头沈老太太就急了：这有啥难的？你让老大和周厂长说说看，这是好事，他们说不定还会很感激你哩。行，不过这事你得等一等，要不明天你们再来一趟。中了，那明天我来听信。很快几口人从沈万林家里出来，就加快脚步往大车店走。我勒个洞！一次意外，我们全家穿越到了60年代。上集说到我们一家去县城给小如意看病，遇到上一任糖厂厂长沈万林，实现了粮食自由。眼看就要3点半了，去哪都只能靠2条腿走，干脆还是去看看哪里可以把空间里的野菜给卖出去吧。边，我这里还有肉呢，要不要找个机会看看能不能卖几只出去？这都3点多了，风琴，要不你领着老闺女去百货商店，我和如哥再去别的地方找买主。是啊娘，咱们几口人必须得分开行动，否则太耽误事了。中吧，那如哥你给我几块钱，我领你妹子去百货商店，看啥便宜就买点。咱家可就剩下这5块钱了，娘你悠着点哈。知道了，娘主要是想看看有没有大铁锅买1口，别的倒是也没啥着急要买的。买大铁锅你得有工业票，光有钱不行。我知道，所以说我只是去看看，能买点啥就买点啥。爹啊，接下来可全靠你了，我这兜里没钱。对了，还得有票，不然心里总没底气。放心吧，闺女，你得出马，哪有不成的事。随即父女俩来到了一个没人的巷子里，决定先拿出点野兔野鸡来，寻找靠谱的买家。很快父女俩凭借前世的经验，几乎同时盯上了一户人家。门两边居然还放了2个石狮子，不是说解放以后像这种东西都被砸碎了吗？所以我才觉得这家人不简单。你看他们家不但住着这么大的房子，居然还能保留的这么完整。爹，你记不记得李老师曾经说过，沙雕县有个大富翁叫啥来着？你说这家人会不会就是那家？你说的冯家吧，我觉得有可能。听说冯家的老太爷打鬼子时就没少捐款，之后更是把所有的家当都捐出去了。要真是冯家，那就不奇怪他们一家还能住在这样的房子里。随即李如歌上前敲了敲门，轻声问道：家里有人吗？很快院子里就传来踢踢踏踏的走路声。你们找谁啊？大娘，我和我爹是来走亲戚的，没找到人，想向你们家讨口水喝可以不？冯妙兰瞧见这样的小姑娘，之前那点戒心一下就没了。进来吧，我去给你们倒点开水喝。不用开水，大娘，您给我们父女俩1碗凉水就中。我们家喝的是压井水，凉水可凉了，我还是给你们倒点开水吧。随即父女俩便来到了院子里。老太太进屋之后，端着水出来的却是个20来岁的小伙子。你说你这孩子怎么连句话都不会说？你瞅瞅你把这姑娘给吓的。这小伙子的长相也太像了，太像后是我一直崇拜的一位正能量大明星了。天底下怎么会有长相这么相似的2个人？不会这人就是那位小哥哥的前世吧？不知这位小哥哥姓啥叫啥？如果名字相同，不是的大娘，我没有被吓到，我只是觉得这位小哥哥很面熟。大娘，你们家姓啥？只要姓氏对得上，那这人10有8九就是那位大明星的前世。闺女很少有失态的时候，这小子怎么感觉像老婆和闺女都喜欢的那位正能量明星里？是太像了，不会这也是个穿越来的吧？我们家姓冯，这是我老儿子，叫冯元恩。冯元恩，姓冯，那就不是了。随即李如歌发现老爹一直在瞪自己，才心虚的端起碗，把碗里的水都给喝了。这小伙子的长相俊是俊，但怎么给人一种阴沉沉的感觉？
像似是把我们爷俩当成了来踩点的小偷在防范。你们来我家找水喝是假，卖东西才是你们的目的吧？你别吓着他们，这野兔野鸡多少钱一只？我们家留2只。这么淡定，之前肯定也有山里人来这家卖过东西。您看着给就行，都是山里抓来的，也没啥成本。哪有卖主让买主给价的？你们爷俩这是遇见我家了。放心，那我就按最高价给你们。兔子我给你们4块钱一只，至于这野鸡，这东西也没啥肉，2只鸡我都留下了，给你们2块钱一只，2只4块钱中部。冯大娘，我这里还有1只傻狍子，你看你们家要吗？随即母子俩赶紧往李如歌旁的竹筐瞅了瞅。还真是，你个小姑娘背这么重的东西。不是，这个筐一直是我爹背着的，这不是怕遇见坏人，所以一遇见坏人的时候，我爹就把这个筐交给我。娘，要不然我们把这些肉都留下吧，做成干肉。这做成干肉之后，可有大用处啊。行吧，那这2只野兔、有鸡，包括这只傻狍子，我们家都要了。君，价格你们看着给就行。这样吧，这些肉我都按最高价给你们，共计给你们30块钱，可以不？当然可以了，30块钱啊！听沈家二老说，糖厂工人的工资是沙雕县最高的，1个月都挣不上30块钱。大娘，你家有工业票吗？或是部票、粮票，啥票都行。我勒个豆！一场意外，我们全家穿越到了60年代。上集说到我们卖掉野菜之后，寻找下一位买家，碰巧找到县城首富冯家。部票我可给你们几尺，但工业票和粮票，实话说，那东西我们家也缺啊。那行吧。随即父女俩接过冯妙兰给的30块钱，5尺布票，正准备离开，冯元恩赶快上去说道：“这时候还能猎到这么多猎物，你们父女俩也是有本事的。这样，以后你们家要是还能猎到啥，都可以送来我家。”居然还有这样的好事，中啊！那你们家要野菜蘑菇不？虽然那些野菜蘑菇糖厂那边可能都不够用，但这家人这么好，吃了很有可能对身体好，知恩图报也是不能少的。你们还有野菜蘑菇？我们那里有一些洼地，水分保留住了，就出了一些野菜蘑菇，乡亲们也都没舍得自己吃，就想拿到城里看看能不能换点粮食。实话说，实际这几只野味也都是乡亲们各家凑上来的。都说了不能和这小厮打交道，就是不知冯元恩信了没？爹，咱们走吧，我娘和如意还在百货商店那等着咱们哩。等等，李叔，我可以去你们那里看看吗？善，你说啥？你要去我们那看看？这咋能行？拿我们卖猎物的事，不就露馅了吗？是这样的，李叔，我得先去你们那看看你们说的那个洼地。如果真如你们说的那样，那以后你们那里的野菜也好，蘑菇也好，包括再有猎物，我都可以收购，有多少要多少。这算是我给你们的定金。你们也知道，和我做买卖绝对不会亏着你们，我给出的价格保证比你们冒险去任何一个地方卖的都高。这倒也是真，也省得我们爷俩一趟趟往城里跑了。还有，要是把这人领去徐顺利面前，这以后是卖钱还是换粮食，就不用过我们家的手了。要不然天长日久，大家保不准就会怀疑我们一家从中贪了大家多少好处。我领你去可以，但关于今天这几只猎物的事，我希望你能保密，因为这只是少数几个人的事。我的意思你能明白吧？明白。见冯元恩回答得很干脆，父女俩也同意，便结伴走出了冯家大院。很快几个人便来到了之前约定好的百货商店门口。望天，爹，我娘咋买得过啊？娘可厉害了，一下就把那2个小偷给按到地上了。然后那位大叔为了感谢娘，就给了娘1口锅。事情应该不会这么简单，但跟前还有外人在，等回去再慢慢打听吧。随即父女俩跟孙凤琴说明了眼前此人的来历。原来是买野菜蘑菇的，不过那些野菜蘑菇不是卖给糖厂了吗？一定是闺女从空间里又拿出来了一些。想明白后，一行人背着一口大锅往大车店去了。有冯元恩这个城里人带路，很快就走到大车店了。三哥，咱回部。嘿，赶紧套车去吧。好嘞。回家路上，赵大壮得知冯元恩是李富斌给大家找的买主，是去他们村买野菜的。赵大壮高兴的比大黄马鞭的都欢实。很快来到了村口，李富斌见太阳还没下山，就领着冯元恩往后山藏野菜的地方去。没过多久，母女几人也是来到了家门口，众人也是等候多时。只见赵大壮又吹嘘了起来：“别提了，咋回来这么晚？还不是如意伤得太重，要不是钱不够，不然都住院了。我就说李老师那帮人就不是东西。贝贝，你说我这一天8个工分，挣得容易吗？陪着他们一家人在城里蹲了一天，估摸着一天没吃东西哩。吃啥了？你说吃啥？河西北风呗。我这再不容易，也比富兵这一家强嘛。可怜的这一家小闺女还受这么重的伤。”李如梅和李大宝挤在人群里，听见这些，赶紧往回跑给他们爷奶、太爷、太奶报信去了。见时间也不早了，众人也开始散了。
还好途中把大锅用干草盖了个严严实实，不然被李老师一家子知道了，又要过来闹了。这赵大叔真是人才啊！这表演能力，这睁眼说瞎话的本事，不得不佩服啊！赵大叔，晚上说不定还得你去送菜。说着又拿出2个馒头塞给他，这个你拿着，回去让婶子帮你热一热。不，这可不行，我可不能再要你家吃食了。赵大壮把馒头推还给李如哥，带上马车赶紧往家走。小如意咋一直盯着李，估摸着又舍不得了。那啥，我们今天进山挖了好多野菜，刚刚那个冯元恩说可以用野菜换粮食，如意，咱家以后再也不会缺粮食吃了。真的吗？难怪二姐变大方了。可是野菜怎么可以用来换粮食？是啊，可能城里比较缺菜吃吧。如意，你先和娘进屋，我去把咱家那些盆瓦罐找出来。孙凤琴瞬间明白了如哥的意思，赶紧拉着小闺女进屋。娘，你说我奶和我大伯娘他们不会再来咱家抢东西了吧？他们敢！今天娘打那2个小偷的时候，你瞧见了吧？你娘我现在厉害着哩。娘说了，我们一家已经死过1次了，如果再软弱下去，那肯定还得被爷奶大伯他们给逼死。所以娘说了，以后绝不能软弱，打不过的时候得智取。就比如他今天明知道打不过那家人，还送上门去给人揍，不是找死吗？可智取要怎么个智取法啊？我勒个豆！一次意外，我们全家穿越到了60年代。上集说到偶遇首富一家，首富儿子冯元恩得知村子里还有更多野菜，便选择跟随我们一家回村。早上一起进山挖野菜的村民早早的就到李富斌家等候了。这时李富斌也才乐呵呵的赶了回来。都拉走了，还是赵大壮赶车，李二郎和石柱子跟着去的，说是5斤野菜给1斤粮食。没想到那个冯元年纪不大，倒是个有本事的。上午那几十人平均下来，每家最少能换10斤粮食哩。去的几个人里有会算账的吗？不会被坑吧？没事，说好了5斤换1斤，有赵大壮和李二娃跟着，不会吃亏的。冯元恩那小子对这一菜蘑菇可喜欢哩，还说过几天有需要会让人送信过来，也可能他亲自来。干得不错，富斌。这几天冯远恩那边没信来，大家都先不要进山，免得引起别村村民的怀疑。没想到徐世立这个村长还有点眼光，这样就对了，贪心害死人了呢。不过咱们以后得管徐世立叫大队长，不能再叫村长了。听说成立公社后，村长都改成大队长了，只是一些村民一时还改不过来，还村长的叫着。同意。时间也不早了，大家就各回各家吧。很快大家就行动了起来，离开了李富斌家。孙凤琴哄小如意睡着之后，3口人就来到了门口。这个村的孙风还是不错的，毕竟像李家大院那样的人家还是少数。如意吃完饭喝了药就哄睡下了。今天这是要不是有如哥空间里的水，小姑娘的命说不定就不保了。你们爷俩还别不信，我跟你们说，那东西老神奇了。李如哥嘘了一下，一抬手，手里就多了一片大叶子。这是啥呀，闺女？闻着味道还怪清香的。这是西瓜，长这么大了。苹果树都比我高了，简直就是嗖嗖的。就这西瓜都已经开花了，我估摸再有个几天就能吃西瓜了。还有，我今早种的苞米，现在都有这么高了。我的个娘啊！果然闺女这个女主不是个简单的，未来指不定有啥大造化力。见时间不早了，几口人便回屋睡觉了。第二天一大早，孙凤琴就对着自己的大铁锅哈哈笑，而此时小如意就疑惑起来了。昨天吃的白面馒头、红烧肉，还有炒干豆腐，今天又吃烙饼，我这是在做梦吗？如意，你干啥呢？掐自己干啥？二姐，我想知道自己是不是在做梦。这可怜的孩子，那啥，我有时也觉得现在的好日子太不真实了。早知这样，咱们就该早点从老宅搬出来，早点离开爷奶他们。对哩，我们家能过上吃油饼的好日子，一定是因为搬出来单过的原因。二姐，你说大姐能吃上油饼不？李如兰当年是和李富贵家3儿媳江玲互相交换的，李如兰嫁给了江玲的大哥，江玲嫁给了李家旺。现如今江玲生的那个女儿都7、8个月大了，她家大姐却一次娘家都没回过。江玲原生留给我的记忆也很深刻，对这个女人的印象除了佩服还是佩服啊，还暗戳戳想要接近过她。只是江玲自打嫁过来，在李家大院就跟个隐形人一样，平时都见不到李。听说江家是住在大山深处，那地方可比我们这里闭塞多了，平时人都很少见到。江玲的大哥比大姐李如兰大了整整10岁，据说那人娶不上媳妇，并不是说他人多差，而是因为他们那里本来就没什么人。江大虎来接人那天，李老太太故意把他们一家都支出去了，所以对自家的大女婿李富斌一家至今没见过。江玲自打换入他们家来都不怎么爱说话，不过江玲的长相倒是还行，虽说不上多美，
但比李富贵家几个儿媳，她肯定能排得上第一。这人长得好也是个优势。江玲刚嫁过来的时候，李家旺对她还是不错的，可这人基础打得再怎么好，你整天跟个哑巴似的，和谁都不说话，有好东西也不知道拿出来孝敬老人，慢慢的谁还会待见你？然后李老太太就借故江玲生了个闺女，对她百般刁难。后来有一次，江玲收工回来，见自己闺女摔在地上，哭得都快没气了。李老太太和宋桂花都在家，却都假装没听见，气坏了，抱起闺女就要回山里。好不容易换回来的媳妇，李家大院的人自然不会让她走。然后江玲就开始闹腾，不上工，不做饭，不洗衣服，不听话就揍，谁家的媳妇不挨打？揍老实了，你就是天，说啥是啥。后来江玲自然也没少挨打，直到有一天半夜，李家旺的一声惨叫，顶着一身火苗跑到了院子里。这件事总算有了个了解。自此以后，不是李家旺变成了天，而是江玲变得更狠了。像等李家旺睡着了，往他头上倒灯油，点把火这种事都不算个事了。山里人不仅擅长狩猎，还很擅长配药。我依稀记得过年那天家里炖了肉，然后大家吃完之后都一副中毒的样子，轻者肚子疼、拉稀，重的满地打滚，差点送了命。当然，这是我们一家并没有参与，我们一家就连闻的资格都没有。最后还是查到了江玲那里。对，就是我干的，怎么了？如果你们以后谁还敢欺负我，李家旺还敢打我，我迟早会弄死你们一家。那一次可真把李老头、李老太太吓坏了。从那以后，大家见到江玲都得绕着走。难怪原生很佩服江玲，这是把李家大院那一窝子极品质的服服帖帖的神人啊，不得不佩服啊。等哪天我找机会去问问江玲，看看能不能问出来他们家到底住在哪。爹娘都说了，等哪天咱们一家去看看大姐。他会告诉你嘛？那你去找他的时候，我也要跟你一起去。行，到时二姐叫上你，来二姐帮你看看你的伤口好点没有。很快李如哥帮他把纱布解开。没想到就一天伤口就已经愈合了，空间里这口井的井水还真有疗伤治病的功效。然后赶紧又用纱布包上。你年纪小，伤口愈合得快，不过这头上的纱布可千万别拿掉，免得受风知道不？好，我知道了，二姐，我会小心的。小闺女是个懂事的，自己这才吃了几顿饱饭，还知道念着自家大姐。我勒个豆！一次意外，我们全家穿越到了60年代。上集说到把野菜卖给有父儿子冯元恩之后，我和如意回忆起了李家大院更狠的人江玲。那啥，等下吃完饭，爹先去学校问问，看看现在可不可以插班，让我老闺女也背上小书包。那二姐呢？二姐之前有多想读书我也清楚，我可不想抛下二姐，把家里的好处都占了。你二姐，我就不去了吧爹，我都多大了？再说我以前不是上过几天1年级，我已经认识不少字了，去和一群鼻涕虫做同学，学的还是我早就学过的东西。呵呵，我去给那些鼻涕虫当老师都绰绰有余，做同学还是算了吧。闺女啊，爹也不逼你，一是去读书，二是下地挣工分，这2样你选一样吧。咋还得下得干农活？不然能，你可是都13岁了，这在乡下那可是差不多能挣满工分了。爹啊，那咋办啊？书我不愿意读，活我也不愿意干，所以咱们得想招啊，争取几年之内混个高中毕业证，然后那可就天高任鸟飞了。就凭我闺女这个聪明劲，去城里找个工作还难吗？爹啊，那我可以直接插班去5年级部。你也知道，我这人一直都喜欢学习，实际小学那点东西，我早偷偷学的差不多了。对，这个爹知道。那啥，那你先做好准备吧，这个我得去学校问问校长，想插班，估摸肯定得考你。行，那我晚一些去找王小兰借本书看，她现在正好读5年级，现在初中、高中都是2年，加上小学读1年，这样我就能赶在学校停课前拿个高中毕业证了。至于大学，等大学再次招生，我都32、3岁了，到时愿意考就考一个，没必要就不考。今天进城去沈万林那里听消息，我跟如哥去就行了，凤琪你留在家里照顾如意，上学之前让如意好好养一养。一家人这边刚商量好准备进城，徐顺利和李长青就来了。一个大队长，一个小队长，一早来我们家，应该是来说昨天也在换粮食的事吧。富斌，你们家应该还没有席子吧？我家里刚好还有张贤志的新席子，晚一些我让二蛋给你们家送来，长短应该是够用。这该多少钱？等下让凤琴把钱直接给二蛋。给啥钱？那东西又不是钱来的，我们家老爷子就是个闲不住的，没事就编个筐，编张席子，大家用的也不少，你看谁家给钱了？徐大爷也是70几岁的人了，我们可不好意思白用老人家的东西，不然这样吧，我们昨天进城，医院那边给的待遇，不要糖票，可以买半斤白糖，等下我给徐大爷拿去。白糖那可是稀罕物里，早知道我先说这事了，我们家也有张贤志的新炕席啊。中儿，拿白糖给徐大爷喝正好。随即孙凤琴就拿出了半斤白糖，见夫妻俩都不是在玩虚的，徐顺利也就接过了白糖。
晚些我让二蛋把新炕席送过来。没事嘞，徐村长。昨晚后半夜，我看他们也拉回了不少粮食嘞。我看他们几个整整一宿没睡，估摸也就刚睡下没一会儿，我就没急着喊大家商量这事。怎么徐顺利和李富斌说话的语气都和以前不一样了？说啥话之前都要说上一句。你说李，你看这是咋样？怎么徐顺利还想让李富斌来当这个小队长了不成？随即李长青露出了一副凶悍的表情。李长青那是啥表情？怎么一副气哼哼的样子？不管了，我们爷俩今天还要进城，看看糖厂那边需要多少野菜蘑菇。如果需求量大，这个买卖就交给村里。今天他们爷俩可没有专车了，走了5里土路才来到公路上。听说一天最少有3趟车赶得上，2毛钱一位，用不了多大一会就能坐到沙雕县，比坐大马车可舒服多了。不知道第一趟车过没过去？这时候的车可不保准，说不定走到哪里就坏了，要不然第一班车咱们肯定能赶得上。李富斌这边话音刚落下，就瞧见一辆大客车赶了过来。2个人4毛钱，切，就他们这样的买得起车票吗？李如哥大大方方把钱递了过去，要2张小票，准备留作纪念，然后才往后面去找座位。随即父女俩走到后面，找了个座位，刚坐下，就听坐在前面的一男一女哼哼道：“什么味啊？这车怎么什么人都了？早知这样，我们就不该坐这趟车。”说完还频频回头，还一个劲儿地瞪他们父女。咋哩？说有味的人是我们父女？我靠，我咋可能有味？我昨晚可是在自己空间里好好洗了个澡，而且还弄出来不少水，让爹娘也洗了个痛快。我勒个洞！一次意外，我们全家穿越到了60年代。上集说到我们进县城卖野菜，遇到大巴车，刚上车就被工厂女工说身上有异味。这女人明显是把我们父女俩当要饭的了吧？闺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和这种人叫什么真？爹，你觉不觉得这身衣服有些面熟？是不是在哪个小品里看见过？超生游击队吧？不过这姑娘的长相可是比宋老师差远了，难怪这么招人烦。丑人多作怪用在她身上一点不过分。喂，我说你们2个要饭的，能不能坐去后面一些？熏死我了！我说这位姑娘，你是鼻子不好使，还是自己身上的臭味太重，就以为这味道是从别人身上来的？还有你算什么东西？咱们都是买票上的车，凭啥你让我们坐哪我们就坐哪？你们是啊，人是掏钱买了票的，那就不可能是要饭的。这时唐小红的对象陈宝根也站了起来。我说你们父女俩是咋回事？我对象说你们身上有味，你们就坐远点，这事不就完了吗？我说你这年轻人，你说别人之前怎么不先闻闻你们自己身上都啥味？这姑娘我就不说了，就说你吧，你那脑袋上真是头油吗？我咋闻着一股子猪大油的味道里？用猪大油当头油不一定有，不过用豆油的还真有。唐小红还是头一次吃这样的亏，一抬手就要去挠李如哥。你个臭要饭的，我今天非撕烂你的嘴不可！李富斌刚要挡在闺女面前，随即就被李如哥给按回去了。小样，姐可是老天爷最疼爱的崽儿，岂是你这种无知小人随便欺负的？见众人没注意，随即李如哥就从空间里掏出来一条蛇，正想着放生呢，那就先帮我干一架吧。李如哥往唐小红面前这么一晃，随即唐小红一声尖叫，扑通一声就倒了下去。切，就这小胆儿还敢惹事！售票员见有人晕倒，赶紧走了过来。你们到底是干啥的？咋把人给整晕过去了？各位好心的叔叔伯伯，你们说我们父女干啥了？我们坐在这动都没动啊！是了，这姑娘说的没错，这爷俩可啥都没干，我可是瞧得真的。这时李如哥委屈的都要哭出来了。一位中年大姐站起身说道：“我这个位置离得比较近，我看见了，这爷俩连动都没动，这姑娘就倒了，不是想要讹人吧？”对嘞，刚开始就是这姑娘主动找这爷俩的麻烦，然后又装晕，这样还不是想要讹人啊？我没有装晕，我是真吓晕了。这姑娘身上有蛇，而且是一条毒蛇。我从小生活在乡下，怎么会不认识那条蛇是啥蛇？太可怕了！刚刚差一点就被那条毒蛇咬到手指。一听是毒蛇，众人吓得一激灵。开啥玩笑？这位大姐不是疯了吧？我一个小姑娘还没活够力，玩啥不好？你说我玩蛇？对嘞，就这小模样，而且这孩子又瘦又小，咋都不像是喜欢玩蛇的。你说你这姑娘咋能满嘴跑火车里？你是想把大家都吓晕，陪你一起讹人咋的？我看他就是那的意思，这心思比蛇都毒。你们都被他给骗了。刚刚他的确拿着一条蛇，随即就走到了父女两旁，就发现了2个竹筐，一定是被他藏在筐里了。那2个筐都是他们父女俩的，那条蛇一定就在筐里。这时一个胆大的小伙走了过来，直接掀开了盖子。小伙子，那爷俩的竹筐里到底有没有蛇啊？你发啥愣啊？哪来的蛇？就2筐野菜。野菜？今年哪里还有野菜？顿时众人一拥而上，想看个新奇，差点又给唐小红几个跟头，随即被陈宝根一把拽到了座椅里边。姑娘，你们父女俩背这么多野菜是进城看望亲戚的吧？那啥，你看能不能换给我点？我这里正好有2张肥皂票。小姑娘，也换给我一点呗，我用粮票跟你换。今年城里是有多缺菜啊？
还用肥皂票跟我们换，这女售票员一张嘴就是粮票。我说你们这些人，说有毒蛇的时候，你们能跑多远跑多远，这一说有野菜，你瞅瞅你们，把这爷俩给吓的。我默不作声，这是吓的吗？我这分明就是沉稳，好不好？那啥，咱们咋都得给这父女俩留一筐，不然人家进城看亲戚也不能空着手。没事，没关系，不用留，我这空间里还有一大堆礼。剩下这一筐，大叔、小姑娘，你看这样行不行？我和这位大姐，还有这位售票员分一分。这是你说呢，闺女，4毛车票钱不赚回来，岂不是亏了？所以我才故意让他们发现野菜。瞧瞧，买卖来了吧？第二，大姨家里10几口人，就给一筐行吗？行倒是也行，那看看他们都能给多少票吧，不然咱们去你大姨家里也是去借粮的。这话可把女售票员给高兴坏了，洋洋自得地瞅了一眼那位要拿肥皂票换野菜的大姐。我就知道，现在农村都断粮了，但这时候进城的10之8九是去借粮借钱的。随即一掏，摸出一张2斤粗粮票。小姑娘，我给2斤粮票，你这筐野菜都给我可以不？2斤粮票就想换我一筐野菜，这是搁在往年，2斤他都给多了，可我这一筐菜压实了，少说也得要20斤，按冯元恩出的价格，还得给4斤纯粮食呢。他这就拿2斤粮票，钱还得我们自己出，就想换我这一筐的野菜，想的可真美啊！随即李如哥就盯着那张粮票，也不说同意，也不说不同意，可把旁边的人急坏了。那啥，干脆我直接给你们2块钱，你干脆连这个筐都卖给我好了。2块钱可不是小钱，那可是20个大馒头钱。相比之下，小伙子出的价可比女售票员有诚意多了。现在不允许个人买卖，知道不？我拿粮票换行，你拿钱那可是犯法的。今天咋就啥票都没带里？花生，对，我还有1斤花生。小姑娘，我这里还有1斤花生，换不换？花生啊，我那2亩地大苞米估摸很快就能收成了，到时总不能一直种苞米吧？花生可是个好东西，吃了顶饱，还能当菜吃，多一点还可以榨油。这时李如哥不再矜持了，忙接过来。那我得先看看你这1斤花生的质量，要是太差可不行，本来这就没多少，看着卖相还不错，老爹你看看。这小子也是个神通广大的，这1斤花生10之8九是留作种子的，也不知他打哪弄来的。可行，不过1斤花生可换不来1筐野菜。小伙子，今年野菜有多缺，想必你也是知道的。那你说咋换吧？给那位大姐抓出去一些，剩下的你和那位售票人同志1人1半，可以不？这位大姐可是最先替我们父女俩说话的，知恩图报这几个字，在后世能够顺风顺水多年，正是因为牢牢记住了这几个字。中了，我这2张肥皂你们拿着，野菜你们看着给点就行。接收到中年妇女善意的眼光，李如哥痛痛快快接过肥皂票。你用啥装野菜啊？用这个吧。行啊，那我给您多装点。女售票员和那个小伙子就死死地盯着李如哥，生怕他给大姐装的太多。小姑娘，你这给他那么多，那剩下的哪够我们分啊？我给的可是粮票。刚刚我们爷俩被人欺负，要不是这位阿姨先替我们说话，我们可能就被坏人给讹上了。已经被大家遗忘掉的唐小红赶紧说道：谁是坏人？你才是坏人！我看你们爷俩都不像好人。你闭嘴吧！挺大个姑娘家，和个小姑娘动手，也不嫌臊得慌。这些个眼瞎的，刚刚明明就有条蛇，哼，说不定一会儿那条蛇就从哪里钻出来，咬死几个才好。也不知唐小红嘀咕啥，女售票员又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王刚怎么就没有第一时间过来制止呢？没想到这父女俩还是懂得感恩的。刚刚拎这一筐野菜的重量，估摸着不会少于20斤。就算那位大姐装走1/3，剩下的1人1半，应该觉得也不吃亏吧。至于另一筐，等下车再说吧。有那女售票员盯着，在车上肯定不好交易。随即父女俩把剩下的都倒了出来，分成2堆。野菜这东西装在筐里不显多，可这一倒出来，这么一看，这俩人还是占便宜了。女售票员和小伙就开始整理起来野菜，俩人把野菜都收走了。很快车也到站了，大家都走下了车，只见唐小红还在瞪李如哥。回去看看你那眼睛吧，啥眼神啊？还蛇也不对，我觉得你还是应该看看脑子才对。你头一次和人吵架败下阵来的唐小红，就这样眼巴巴地看着自己对象，想让对象替他出头。走吧，小红，咱不跟这种人一般见识，没看他们都混到拿野菜换粮食的地步了。唐小红难道真的是眼睛出了问题，不会连脑子也出问题了吧？李如哥最后说的那句话，算是在陈宝根心里扎了根，在以后的日子里，他可没少怀疑唐小红脑子有问题。一次意外，我们全家穿越到了60年代。上集说到，我们在大巴车上被城里小姐嫌弃，我反手拿出一只大辣条，教她做人。要是小红不和小姑娘闹起来，说不定还能换点野菜回去。俺兜里也有1斤粮票啊，我看那堆野菜里还有很多荠菜。哎妈呀，要是拿荠菜做馅儿，妈真香！委屈的唐小红看自己对象不为自己出气，立刻昂起脑袋，如同一个刚下蛋的老母鸡，气哄哄的跑了。这俩人倒是般配，那身上的味道可熏死我了。终于有人和我一个想法了。大姑您贵姓啊？我姓李。李同志叫李淑芬，在街道上工作。
随即就陪着父女俩走了一段路。分开的时候，他还把自家的地址告诉给了他们。好的，大姑，之后要是还能挖到野菜，就给你们家也送点过去。行，到时候要是进城就来我家喝点水。实际两边都是客套话，后来谁都没想到，未来他们还会见面，而且李淑芬还帮了李富斌一家一个大忙。很快爷俩和李淑芬分开之后，就开始商量起来了。爹，没想到我们这一块钱赚得这么轻松。要不是大巴车上那小伙子软磨硬泡的缠着我们，我才舍不得给力。爹啊，我觉得糖厂那边肯定没啥大问题，就算需求量不大，他们也一定会要一些。要不然咱们找个地方，闺女你把空间里那些野菜蘑菇都拿出来，别看着你去糖厂家属去找沈爷爷。还是我留下来看着野菜，爹你去找沈爷爷，不然有点啥情况，我担心爹你那车里装不下这么多野菜。不是爹，我就今早你和徐顺利他们说话的功夫，去后面又实验了一把，谁知道就咱们家后园子，居然也出了好多野菜。你这丫头，以后可不准随便哪里都搅屎了，你忘了那些动物。我知道了，我以后不会了。那行，那爹去糖厂那边，不过你得找个安全一点的地方。对，就咱们刚进城那个路口，那里有个岔路口，拐过去有座小山，你先躲去那边，等我这边带人过来，你再把野菜拿出来。昨天路过那个岔路口还听见有水声，正好过去看看。行啊爹，你放心去吧，我就在那边老老实实等着你，然后你就和买咱家野菜的人说，拉一马车野菜进城太显眼，咱们没办法，就把野菜卸在这了。对对，这是个好借口。父女俩商量妥了，就分开行动了。老爹终于走了，这下终于可以放飞自我了。很快李如哥就跑到了他爹说的那个岔路口。昨天就听见这边有水声，这附近会不会有河啊？找找看，如果有河，就肯定有鱼。鱼那东西可是很补钙的，要是小如意吃上，还愁长不高嘛。这座小山并不高，很快李如哥还真看见了一条河。哎，我这里没钓鱼工具，还没捕捞工具的，就算这里有鱼，我总不能用手抓吧。背里好像空间里有铁锹，要不把野菜装在背篓里，在潜水的地方挖个大坑，然后把背篓放在大坑里试一下。很快李如哥开始行动了起来，在背篓里放块大石头，以防万一。很快没过一会，李如哥的捕鱼陷阱就布置好了。哎，这满脸的汗还算没白流，一逃两逃三逃，赶紧拎起来，等下鱼又跑出来了。拎不动。空间，对嘞，我有空间，骚，还好，没了，还真有用力。于是他又动了动意念，把筐里的鱼都倒进了空间的河里。空筐再次出现在手里，估摸着现在也不早了，等下老爹来了可不好，还是先离开这里吧。很快他刚跑回岔路口，远远就瞧见公路上停着一辆大汽车。跑过来的那个人不正是老爹吗？我天，这咋还开着大汽车来的？赶紧把野菜拿出来。于是他又动了动意念，爹，我在这呢。闺女都主动站出来了，肯定都已经准备好了。沈爷爷，沈万林也兴奋地回应了，然后还和走在身边的人说了几句什么。这件事能如此顺利，当然多亏了沈家二老。我也没有想到，今天一过去，糖厂那边就有人等在沈家，还说我再不来就要去找我们了。上哪找他去？实际糖厂这边真动了要去乡下找人的想法。你们又不知道地址，去哪找？他们也没办法，只能干等。事情和他们父女预料的差不多。昨晚当厂长周向阳家，还有管生活的副厂长韩守信家，后勤科科长王文志家里都收到了沈万林家里送的野菜蘑菇后，就有了今天这样的场面。这群人都是王文志从单位里领着来买野菜的。兄弟，我们也不多废话，你看你拿3斤蘑菇换1斤粗粮，4斤野菜也可以换1斤，你看中不？昨天和冯元恩的交易是5斤换1斤，还没把蘑菇单提出来，可见糖厂真是够财大气粗，中了。不过粮食还没拉来，有沈万林担保，就让他们先把野菜拉走，粮食随后就给他们拉来。实在是不好意思了，大兄弟，厂子里的汽车不能随便出，不然就给你们送去家里了。我勒个豆！一次意外，我们全家穿越到了60年代。上集说到我在岔路口等老爹来换粮食，没想到发现了一条河，河里居然还有鱼。快野菜就搬上了大汽车，刚刚都是一捆一捆的称重的，你也看到了，野菜总共465斤，蘑菇少一点，按90斤算。这样野菜4斤换1斤粮食就是116斤，蘑菇按90斤算的，也能给我们30斤粮食。你们爷俩在这守着粮食多不安全啊！要不我派点人过来帮你们看着。不用了，沈爷爷，我们村的马车很快就过来了。行，如哥，那沈爷爷们回去了。估摸今天中午糖厂的食堂就能看见咱家的野菜了。不过那么大一个厂子，几百斤野菜也吃不了几顿吧？你以为他们能咋吃？估计肯定是用来做汤，这样还能多吃几天。应该是用来做酱菜吧？我刚刚听那位王同志说，这里有几样野菜做成酱菜才好吃呢。
真的？那咱们家也整几个坛子回去腌点酱菜，那还得多买点咸盐，别的还需要啥？要不咱们去副食品商店转转去。酱菜、泡菜，我的最爱，尤其早餐，煮点粥，蒸点干粮，搭配着酱菜吃，可下饭了。到，看看去。很快，父女俩说着话的功夫就来到了百货商店。闺女，别记得你那里就无纸布票吧？购买啥的？布票不够，咱们就去搞布票。反正今天孙凤琴同志不在，没人约束咱爷俩，爹咋样？得，爹领你找个地方，说不定能整到不要票的衣服里。那就是服装厂、百货商店那种地方，就算有瑕疵布、缺价处理的衣服，也轮不到我们。爹，等下要是成衣买不成，咱们就去纺织厂碰碰运气。对，咱拿好东西跟他们换，我就不信他们不动心。我还有半箱挂面，估摸着有6斤，还有1盒巧克力、鸡蛋、植物油、香肠，就这些东西往出一拿，闺女，你说谁能受得住诱惑？巧克力还是算了，这东西以后有钱都没地方买去，咱还是留着自己吃吧。植物油现在也缺啊，这个也不行，不然咱俩可扛不住我娘揍。对嘞，爹，我还捞了很多鱼呢，还有野鸡、野兔，那2只羊我想留1只。不然再拿出来1只羊。群鱼拿出来2条，挑大的拿，小鱼咱可以养着。对了，闺女，你说爹这块表能有人要不？有人要咱也不能卖啊。你这表当年买的时候20几万呢，现在就算遇见个识货的，能给你200块就不错了。爹就是说说，我才舍不得卖呢，不过也没机会戴了。随即他就把手表收回去了，随手又拿出来1包老冰糖。那这个呢？这个肯定行，说不定还很受欢迎呢。对哈，现在买糖还得有糖票，冰糖更是变成了稀缺玩意，那咱们还是留着吧。你娘做肉的时候少不了这东西。对了，回去记得给如意拿2块尝尝。知道，不过糖吃多了不好，尤其如意刚刚换完牙。那给如意多吃点肉，今晚咱回去就吃肉，吃大肉。你不是说有羊？等下回去的时候，咱们找个地方，别把那几只动物都变成肉，到时想吃啥拿出来就吃，省得杀鸡杀兔子时让人瞧见。尤其那只羊，这要是让人瞧见咱家偷偷吃羊肉。所以咱家以后吃肉的时候，一定要看好风向，看风往哪边刮。如果是往村子里刮，那味道保准能飘到李柱子家去。很快父女俩一路打听，便找到了制衣厂。大爷，跟你打听个事，就你们这制衣厂有没有什么破布烂布之类的？说着，李如哥就拿出了1条小鱼递给大爷。这么好意思哩，我跟说吧，自打这个厂成立以来，我就在这看大门了。这厂子是不可能有做坏的衣服往外卖的，因为就算是做坏了，也是不愁卖的。看你们父女俩也不容易，你们可以去纺织厂看看，我给你们介绍个熟人。门卫大爷介绍的熟人，实际也就是个看大门的。很快父女俩就来到了纺织厂，同样李如哥也拿出来1条小鱼，说明来意。胡师傅您好，我们是制衣厂那位赵大爷介绍过来的，可这位看上去和老爹差不多大的年纪，靠谱吗？年纪轻轻就干上了这份工作，直接少走40年弯路。哦，原来老赵介绍的，你们俩在这等等，我去找个人。不一会，胡师傅就带着1个人走了出来。楚大炮，你快着点，要是被姓杨的逮着，又要说我山里之手了。就你们爷俩要买瑕疵布啊？随即李富斌把竹筐一放。您看看这里面的东西，觉得行，咱们就接着往下谈。随即楚大炮上前看了看，顿时看直了眼。一旁胡师傅也上前来瞅了瞅。我的乖乖，走，咱们进去说话。今天差点看走眼了，还真是小瞧这爷俩了，这可都是肉啊，还不是普通的肉。就这只羊，刚刚仔细瞅了瞅，好像还有野鸡、野兔、大活鱼哩。正好后天厂长家里就要办喜事，正缺肉，等下要是把这些东西送过去。那啥，这位大哥，你们爷俩就是想要点瑕疵布是吧？对，我们家也没有钱，一家人穿没穿的，盖没盖的。您看这些东西，能给整多少就整多少。你说你们爷俩有这本事，咋不早点过来？我们之前也不敢想，还能拿这东西换布，这不是遇见了赵大爷。这样吧，我呢在厂里就是管这个的，我们厂子里也的确有很多瑕疵布堆在仓库里，不过那些能卖的都拉去商店摆柜台了，我能做主的都是一些实在卖不了的，只要你们不嫌弃，我给你们多弄点。不嫌弃，嫌弃啥？你看看我们爷俩这穿的，能补着做几件衣裳就中了。大哥啊，你是真老实啊，你这样的人这是遇见我了，不然可是很容易吃亏的。是，我们爷俩命好，今天遇见好几个好人帮我们，这样日后再猎到啥，我还给你送来中布。行啊，我就等着你这句话呢。那咱们也不多废话了，你们父女俩在这等等，我去给你们取。半个多小时后，楚大炮就扛着叠好的2大摞棉布来了。这款蓝色的实际没啥大毛病，就是染色有点不均，然后还没等拿去商店卖，就在库房里被雨水给泡了一下。这捆花布你们拿回去好好挑挑，有坏的地方就扔掉，挑好的给小姑娘做几件衣裳也够了。这就挺好，谢谢你楚师傅。哎妈呀，差点没接住，就这重量，今天真是遇到贵人了。李如哥也双眼冒着小星星，连连道谢，把楚大炮给说笑了，随即又拿出了几尺格子布。这块布是好的，我本来是留给自家妹子的，看你小姑娘是个讨喜的，拿回去做衣裳穿吧。
谢谢叔叔。实话说，这次拿出来的猎物的确是不少了，估摸拿去黑市都能卖50-60。刚刚听胡师傅那意思，楚大炮在纺织厂那可是横着走的，处理这些瑕疵不也是合理合法的？合理合法这事就好办，这日后少不得还要打交道。很快父女俩就结束了这次交易，随即就来到了一处没人的地方，赶紧把布都扔进空间里。妈呀，太沉了！爹，我这捆看着比你那捆小多了，还这么沉，你那得多沉啊！这捆黑布我估摸着30-50尺是有了。那太好了，这下咱们家几口人都有裤子穿了，剩下的还能给爹你做一件上衣。哈哈，这下你娘可有得忙了。对了，昨天你娘买的线是白色的，咱们等下去商店再给你娘买点黑颜色的线。这一整天的忙活，可把李如哥给累坏了。爹，咱找个地方歇一歇吧。前面正好有家国营饭店，咱们去吃点东西呗。行啊，正好也到中午了，去看看这家二饭店能有点啥好吃的。我勒个豆！一次意外，我们全家穿越到了60年代。上集说到我们和沈爷爷交易完之后，又遇到了贵人楚大炮，用于交换了好几尺布料。很快父女俩就来到了国营二饭店。黑板上工工整整就写了3个菜名：素炒咸菜、大豆腐炖土豆、萝卜条汤。主食是2合面馒头、2合面的面条、2合面的饺子。请问一下，你们这饺子是啥馅的呀？酸菜馅的，可好吃了。小姑娘要不要来半斤？饺子马上就要没有了，那来半斤吧。再来1碗2合面的打卤面。好嘞。爹，他们都是国营饭店，咋价格不一样啊？我记得那边的面条好像比这边便宜2分钱。你没看这边明显比那边穷吗？连个肉菜都没有。估摸这是和管采购的领导有关，采购员搞不来食材，或是食材的价格高，那当然就卖得贵了。不对啊，这边还有酸菜土豆呢，那边好像就有豆腐咸菜萝卜。估摸酸菜也不是天天都有，你看这一屋人估摸都是来尝鲜的，因为今天有酸菜馅饺子，而且卖的肯定比肉馅便宜。我估摸里面还得放点油梭子，你瞧那人吃的那个香。对嘞，爹，我背篓里还有3只鸡、3只兔子，你说要不要卖给他们？鱼还是留着空间喂吧。等下看看情况再说。很快他们点的也上来了，便开始吃了起来。没过一会，父女俩就吃完了。女服务员小云见父女俩吃完了，没有要走的意思，便走了过来。你们是不是想要点开水喝？没想到这姑娘心地还不错。随即李如哥就把竹筐掀开了。姐姐，这个你们要吗？你们等一下，我去叫钱师傅。我们这里已经好几天没见肉了，听说一饭店4饭店效益好，是因为天天都能分到猪肉。很快小云就从后厨把钱师傅带了出来。钱师傅，就是他们俩，你看看他们的筐。随即钱师傅便上前瞅了瞅，这几只兔子野鸡你们打算怎么卖？现在这东西少了很多，不好抓了。这样野鸡就2块钱一只，野兔4块钱，您看重不？看着穿的是破了点，想必这是去过黑市的，不然这行情咋掌握的这么准确？大兄弟，你既然把东西拿我这来了，就不能按那个价了，这样呗，我也不让你太吃亏。3只野兔10块钱，3只野鸡5块，加一起15块钱，咋样？虽然比去黑市少卖了3块钱，可在这卖东西安全啊。黑市那种地方，我们父女俩暂时还没考虑去冒那个险。一旁李如哥突然拿出了一包老冰糖，这个你们要吗？我想用这东西换几斤盐，还有坛子什么的，家里要腌制酱菜，正好还缺几个坛子，几斤咸盐。丫头，你这包糖的确不错，可你要换的东西也不少啊。要不然这样，钱我给你们也20块，剩下的我再给你们拿4斤盐，4个酱菜坛子，咋样？这次还真赌对了，这位钱师傅貌似很喜欢这包老冰糖，只是一下要这么多，会不会有点要多了？咸盐还好，酱菜坛子一下就要4个，这位钱师傅不会因为这件事犯错误吧？李如哥心里琢磨这些的时候，钱师傅就把酱菜坛子、咸盐给他们拎出来了。他们这次的交易互相都很满意，两边换的都是彼此很需要的。乡下居然还能搞到这等食材，未来一定还有用得着的地方。钱师傅给的盐也很足，酱菜坛子也不小，在爷俩走的时候还塞给他们2个2合面的大馒头。随即父女俩便乐呵呵走出了二饭店，就奔百货商店的方向去了。很快父女俩就来到了百货商店，买了线，用肥皂票买了肥皂。对嘞，给你我们好像还剩下1斤3两粮票，我看那点粮票也别留着了，你看那边有卖糕点的，咱们去看看有啥，给你娘如意买点回去。行啊，这时候的糕点都是真材实料，估计很好吃。随即父女俩便大摇大摆地走到卖糕点的柜台，刚刚现金才花了1块6，10块钱还剩下8块4，预算还是够的。看看有没有那种软乎乎的大饼干。同志，大饼干怎么卖？怎么卖你能买得起咋的？我还真就买得起，你说吧，多少钱1斤？2块5一斤，而且还得要1斤粮票。你这小姑娘还挺有眼光，这大饼干可是咱们这里最贵的哩。切，呵呵，就这父女俩掏得出钱吗？这种人我见得多了。这么贵，2块5一斤，搁在这时候的确是不便宜。卖吧，这种饼干不比蛋糕成本低，这里也要放很多鸡蛋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是这样啊，那我这2块5掏的就不冤枉。
随即李如歌掏出钱和票递过去，顿时女售货员瞪大她的卡姿兰大狗眼。呵，穿的跟个要饭花子，有那钱还不如买件衣服穿。你们可想好了，我可要给你们称重了。我勒个豆！一次意外，我们全家穿越到了60年代。上集说到我和老爹来到百货商店，竟被服务员瞧不起，没钱买大饼干。称，钱就在这，当然是真买，嘻嘻。没想到电影里面一夜暴富的富婆买的画面居然出现在了我身上，这种感觉还是挺爽的嘛。对，父女俩接过饼干，就从店里走了出来。闺女，上一世你知道你爹为什么在乎穿着了吧？这世上甭管哪个时代，就是这样狗眼看人低，看人心，看穿啥。爹你放心，迟早一天，你闺女保准让你比以前还要豪横。哼，到时咱家的抹布都用阿玛尼的。哈哈，闺女，那爹就等着那一天了。这时一旁正驶来一个大巴，父女俩便拦下坐了回去。呀，把今天买的东西都拿出来，咱俩这筐也装不下啊。不急，等下让你娘打一下掩护，如意好糊弄。好吧，可怜的小如意，一家人就她是原装的，有些事瞒的也就是她。爹，咋家里没人理？看来我们担心的有点多余。唉，想想眼前这新家，我们还欠徐村长家一个大人情呢。爹，我觉得目前我们还需要一口能上锁的木箱子，要不然这些东西总不能一直摆在炕上吧？这也太扎眼了。等下爹去找一下李平安，他老丈人家里好几个木匠，咱们家现在不缺钱，我让他去给咱家买2口箱子，再买个吃饭用的炕桌。钱我还剩下35块9角钱，都给你。那我去问问看看咱家这点钱够不够。爹啊，咱们家刚从李家大院分出来，还是净身出户，那家人又是李平安的老丈人家，万一他们把咱家有粮食有钱，这是传给李家大院。爹知道王木匠那人我还算了解，那可是个精明人，你想他挣了钱会往出说吗？他难道就不怕亲戚都上门借钱，到时借是不借？至于李平安，我记得那人还是不错的，那天如意被打，就是多亏了他们2口子，不然你妹子怕是都等不到咱们回来了。李平安2口子还是不错的，至于那个王木匠，就算不精明，这年月谁敢大张旗鼓的赚外快，赚了还说出去，那不是傻吗？行，那就这样定下了，我顺便再去找你娘和如意，我估摸他们娘俩应该是去分粮了。行，那我先把这些东西都收起来，免得一会儿有人来瞧见。娘，你们回来了。哎，大姐那是啥哩？这爷俩打哪弄回来这么多布，还有好几个酱菜坛子。对里，闺女空间里的小动物，如意挑个好看的布，娘给你们做新衣服穿。二姐，这些布都是咱家的嘛？你就看见布了，还有这个呢。大饼干哦，好香啊！娘，你快点过来看看二姐买回来啥了。老闺女，这包饼干都留给你和你二姐吃，你二姐比你大，给她4块，我老闺女吃6块。不要，我的那份给爹2块，给娘2块，我就吃2块就行。呵呵，这，哎呀，别和如意一样的，这孩子之前的10年太缺爱了，原生这2口子太对不起这孩子了。怎么会哩？我都多大了，心理承受能力咋会这么弱？如意，快别哭了，二姐不是和你说了，打从咱家从老宅搬出来，咱们家的好日子就来了。我知道，你看那天你和娘进山就捡了一只傻狍子，今天你和爹又捡啥了？不是如意，你忘了，我和爹一早走的时候备2筐野菜和蘑菇，然后就遇见个人，可相中咱家野菜蘑菇了，就给了我们15块钱。别瞧他给这么多，实际是给的定金，咱们还欠着人家好多筐里。以后我也和你们一起去挖菜，咱们多多的挖，都卖给那人。好啊，不过野菜蘑菇也值不了几个钱，说不上哪天大雨一下来，到时候城里人自己不会去挖啊，你说是吧？那咋办？那咱家以后靠啥挣钱啊？靠啥？卖鱼啊！今天我和爹在去糖厂家属区的路上，看见一条河，二姐就想去河里看看，然后你猜怎么着？怎么着了？那里有好多大渔业，那条河就在一座山的后面，我估摸平时那地方也没什么人去。然后我和爹就在那用竹筐，里面放点咱家的野菜，再然后你应该能猜到了吧？娘，我猜到了，你和爹一定没少捞鱼吧？不然咋给咱家换回来这么多好东西？对呗，这2款布都是我和爹去纺织厂换的，说是瑕疵布，不能拿去商店卖了，就内部处理了。不过这是你出去和谁都不能说哈，不然都知道有这好事，以后就没咱们家啥事了。我知道，我不说，我和谁都不说。小如意直摇头，摇着纱布就掉了下来。看着滑稽的小模样，把母女俩逗得哈哈大笑。李如歌也瞧了一眼如意的伤口，看着也完全恢复，也跟着大笑。
这时李富斌也轻轻地走了进来。都说60、70年代的日子不好过，可现在的人真的容易满足啊！想想那后世那不努力就挨打的日子，难受。爷，老李你回来了，李平安那里咋说的？我在徐顺利家门口碰见平安了，和他说了这事，他答应得很痛快，已经去王家店了，等下回来就来咱们家。你们娘几个刚刚笑啥哩？笑成这样？笑啥？我娘应该是瞧见如意的伤口好了，太过开心了。我是瞧见我娘笑，就跟被人点了笑穴似的。风琴，你发现没？现在这段日子反而是咱们一家最轻松的一段日子。是啊，曾经咱们都不轻松，尤其高中最后这一年，学霸的压力一点都不比学渣小，甚至更大。我知道你现在为啥轻松，因为咱们一家再也不用看着我爷奶、看我大伯大伯娘的脸子吃饭了。对，我老闺女说的对。那啥，如哥给我老闺女买的大饼干呢？我勒个豆，我们全家穿越到了60年代。上集说到我们过上了吃穿不愁的日子，顿时觉得到了幸福感满满。接下来我们还会这样幸福下去吗？父女俩这一天也走累了，便在炕上听孙凤琴说今天分粮食的事。原本我们和参与挖野菜30几户的人家商量好，从每户的10斤粮里称出来2斤，分给那10几户断粮的人家。这件事徐村长提出来的，大家也没反对意见，并且要求大家不能把挖到野菜蘑菇的事情传出去。可李长青的老婆就不乐意了，却把这件事传了出去，传给的人还是这30几户人家里最难说话的几个婆娘。然后那几个婆娘就找到徐顺利，又吵又闹，坚决不同意把自家的粮食分给别人。被这几个女人一闹，现在全村的人都知道大队长领着人出去挣到粮食了。不过具体是怎么挣到的，去哪里挣到的，李长青老婆张红珍不知情。好在那几个泼妇也不知道徐顺利领着大家干啥去了，是怎么把粮食挣回来的。所以李家庄出现野菜这件事暂时还没传出去，毕竟参与的人这么多，哪家的婆娘管不住嘴，也不好说了。难怪我去找李平安的时候是在徐顺利家大门口找到的，当时瞧见还有很多人围在那。估摸徐顺利现在的日子一定很不好过，这年月真是好人也不好当啊！你信不信？既然分粮的事没能瞒住，估摸挖到野菜捡到蘑菇这事也瞒不住了。你瞅着吧，明天一早肯定得有人私自进山去挖野菜。这事到此为止吧，咱们就不参与了，有本事就让他们自己去挖好了，能挖到算他们有本事。没了我闺女的空间水，这种干旱天绿草都不见一根，还野菜咋想的那么美丽？今天算是见识到了人性的贪婪，就那几个疯婆子，还有李长青2口子，多清澈的水都能被他们给搅浑了。就咱家现有的粮食，就算没有救济粮，也能吃几个月，可不和他们去冒那个险了。尤其那个李长青，今天这事就坏在他身上了，我都怀疑他们2口子是不是故意的。肯定是故意的，那人就不是个安分的，婆娘更不是个东西。以后咱们都离那家人远着点，有他参与的事，咱们尽量躲着点。中啊，这一次咱们一家也算帮了大家，以后就不管了。几口人正说着话，这时李如意哒哒哒的就跑了进来。爹，平安哥往咱家这边来了。爹知道了，你去玩吧。三叔、三婶，如果也在家，我老丈人说了，木头他们家出，1口箱子6块钱，问你们中不中？他们说给别人家打，2口箱子最少15块钱，给亲戚就便宜点。才6块钱，这也太便宜了吧？那箱子多大说了吗？我老丈人说，他们家正好有点木头不用，也可能要上交了，所以2口箱子不会太小。然后说饭桌子就不要钱了，算是亲戚之间的帮工。窗户门你们给10块钱就行。平人，这点活不是小活，而且木头还是你老丈人家里出。这样吧，我这2天跟着往城里跑，挣了点钱，我给他们30块钱，你让你老丈人也几个抓点紧就行。三叔居然2天能挣30块钱，没想到三叔本事这么大，居然敢往城里跑，好，还挣到了城里人的钱。好嘞，三叔，那我去和老丈人商量一下。你这个三叔啊，还真不太像是你爷的亲儿子。老丈人这话啥意思？难道说我爷那么抠，生不出来他三叔这样的大方人吧？不过这件事要是搁在我爷身上，估摸不拿下去2块钱，给20块钱就不错了。我爹也不可能主动多给老丈人8块钱，别说8块钱，就是8毛钱，我那个爹都不带多给的。这么一想，我三叔还真有可能不是我爷奶亲生的。甭管是不是亲的，既然人家多给8块钱，这活就要干好。箱子肯定不能打小，窗户门也不能太凑合，挑好木头用，打结实点，不然家里那点木头，与其给那个黑心肝的用，还不如给李富斌一家。过段时间大队书记家儿子就要结婚，说我们家里葬这么多木材，爷几个又都是木匠，这是要是被公社知道，木材上交都是轻的。爷几个一番商量下，就找了个借口，连夜把家里的木头都运去了山里，然后在山里躲了3天，2口箱子再加上李富斌要的门窗就都做好了。这几天李富斌和李如哥也哪里都没去，正翻新着自己的新家。
没了李富斌一家的组织，却也挡不住大家进山挖野菜的脚步。可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几天大家天天都进山，却再也没有挖到野菜。更奇怪的是，原本他们挖到野菜的几个地方，还有一些小野菜，想等长大再去挖。可再去看，不但那些野菜没了，还出现一个个大深坑，像似被啥东西给啃了。李长青这几天也天天领着自家婆娘进山，可每次都是空着筐回来。为了不丢面子，和婆娘一人背着一筐柴。李长青又去砍柴去了。是理是理。这长青也是奇怪，大夏天的也烧不了多少柴，大家现在又只能吃个半饱，谁会这个时候进山砍柴？怎么说理？人家小队长也不是白当的，人家肯定是一天3顿饭，要不咋会这时候就缺柴烧了？听见身后大家的议论声，想着半饥半饱的肚子，李长青这个气啊！李长青越想越气，终于放弃了寻找野菜的想法，放下背箩抬脚就朝徐顺利家去。李长青一露头，只见李大春就抓起了大扫把拍打。你还敢来我家？我男人都被你家婆娘给气病了，我这还没去找你，你还有脸来？徐顺利这几天的确有点身体不舒服，所以听见婆娘往出轰人，他也没起来。对李长青，那肯定也是很失望的。李长青被轰出来就更气了。发现野菜的人是孙凤琴母女，去城里找买主的是李富斌，我现在还是李富斌的小队长里。好啊，你个李富斌。穿越组合这几天却一点都没闲着，李富斌打算把自己新家扩建，一家人忙忙乎乎，3天时间就拖了上千块土坯扩建。我勒个豆，我们全家穿越到了60年代。上集说到李长青两口子把挖到野菜的事捅出去之后，村民们再也没挖到野菜，我们一家选择退出，扩建新家。很快李富斌的新家也翻新好了，就差李平安的2口大木箱子了。几天不见，这李富斌家咋安上新的窗户门了？哟，李队长吃了没？怀没？没吃。富斌家这干乎乎的粮食粥，看着那个香里，刚才在家吃的那是个啥？我说没吃，富斌家应该会留我在他家吃饭吧？不好意思李队长刚刚还有一口没扒完，李队长饭都没顾上吃，来我家里这是有啥事吧？有啥事不能吃了饭再说，这里富斌也太不会来事了。有事，当然有事了，那个野菜的事咱们还得继续啊，不然这救济粮不定哪天能下来，大家那点粮食也顶不了几天。我知道，不过这几天我听说大家进山都没挖到野菜，我们家这几天倒腾这屋子，还还大家一些土坯，没到出时间进山，还真不知道山里是个什么情况。之前山上挖野菜保密的问题，大家可都答应了，可这李长青两口子把这水搅得有多浑，他们不清楚吗？今天居然还敢找上门来。三哥，你们家那些野菜大都是你和如哥背去城里卖的，没少卖钱吧？你看你们家这粥可比我们家的粘稠多了，我们家那都快能罩人了。话可不能这样说啊，李队长，啥叫我们家背去城里没少卖钱？这话要是传出去，那我们一家就得去吃牢饭里。不会，这是没人往出传，咱们这是关起门来说话，要是在外面当着外人的面，我肯定不会这样说。李队长把这件事说出去也没关系，这事又不是我们一家的事，全村30几户50几个人参与的事，天塌大家死，过河有矬子，有你们几个干部在前面顶着，咋都不可能轮到我们一家去蹲巴黎死是吧？李富斌，你是不是忘了，你还是一队的社员，我还是一队队长。哈哈，好大的威风！还好你只是个小队长，这要是大队长、公社书记，那我们这些小老百姓见着你是不是还得下跪磕头啊？如歌如意一副轻蔑的表情，如意还翻了个小白眼。凤琴这是吃香药了，火气这么大，他要是真急眼要动手，这还了得？风琴，这件事不用你管。那啥，你和俩闺女不是要去看望大队长？正好替我问问大队长，李队长上咱家来闹，他那里咋说？你们误会我了，咱们好歹都是姓李的，我这不是在和你们商量。没得商量，以后你们爱干啥干啥，我们家都不会再参与了，免得哪天被你给送进去。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窝囊又废物的李富斌一家吗？这还是全村最老实的婆娘吗？李长青被气得不敢再多说，气哼哼的转身就走。还敢摔我们家心门，如意唱。没一会儿，李如意又哒哒哒的跑了回来。他直接回家了，哪里都没去，我看着他进门才转回来。你一直在他后面跟着，没被他发现吧？没有，我看他要回头就躲起来了，他瞅了瞅就又走了。哈哈，小样，连我老闺女都斗不过，还妄想当大队长。一家人正说着话，就听见后窗户有人敲了敲，一定是王木家爷几个送箱子来了。还好，这整的跟地下党接头似的，正大光明点事，还得先给个暗号。王师傅，你这手艺可真了得啊！这2口箱子还真不小力。爷，这2口箱子还带了锁。说着，孙凤琴就拎出来了一小布口袋，
正是他们家分的那3斤苞米。这2口箱子简直就是太满意了，连锁头都给安好了，这点粮食就算是抵这2把锁头钱了。你瞅瞅，我这总觉得收你们家30块钱收多了，想着送你们家2把锁头。不多，这活我们要得紧。你们爷几个这几天肯定是起早贪黑的忙活，这点粮食你们拿着，多少算是我们一家的一点心意吧。呵，我听平安说你们分出来，李老师1粒米都没给你们家。好汉不吃分家饭，王老哥你说是吧？不愧是有本事的人，说话都这么有底气，这种人在哪都饿不着脸。随即王木匠勉为其难地接过粮食便离开了。几人离开后，路上一直在谈论李富斌一家，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啥人在李老师跟前都被他压制着，都不可能立起来。看来也得想办法让自家闺女从李家大院分出来。如果李富有夫妻不同意分家，那这个唯一的儿子他们也就别想要了。这李平安要是也能像他三叔那样有志气，日后那肯定也能把日子过起来。另一头一家4口正围着2口箱子讨论放在哪屋好，免得有人来瞧见。行咧，这只是2口普通木头打的木头箱子，又没雕花，又没画缝。如果这都不允许我们家用，那这个孙就没什么可留恋的了。这2口箱子，你们姐妹俩用1个，我和你娘用1个。咱们既然有这东西，就大大方方的用。行啊，不过我们那屋炕还没干，我怕潮，2口箱子都先放在你们这屋，等我们那屋干透了再搬过去。是时候录一录老爹的能力了，树立一下他能人的形象，免得什么阿猫阿狗、如李长青那样的都敢来我们家装大拌蒜，不然谁都可以踩我们家一脚，谁相中我们家姐妹都可以拉走，那样的日子想都不要想。第2天一早，还有件事里，这几天忙着拖土坯，忙着收拾家里，都忘了养在空间里那几条鱼了。不行，还是要去一趟河边，就算钓不到鱼，是不是也能拿出来2条来改善一下伙食？比如哥刚出家门时，小如意怎么说也要跟着。很快姐妹俩就来到了河边。挨着2姐也不好当啊，也那里居然还有人在河边洗衣服，一直不下雨，这点水都混成啥样了，咋还会有人来河边洗衣服？2姐是3堂嫂江玲，就是大姐那个小姑子。对啊，不然还有哪个江玲？哼，都是她，要不是有她，咱家大姐也不会被换去山里。这不能怪江玲，有咱奶和宋桂花在，咱大姐就算不被江家换走，也不会找到好婆家。2姐说的对，哼，早晚有一天我要给大姐报仇，把咱奶那个老妖婆还有大伯娘狠狠地揍一顿。姐妹俩说完了话，就往江陵那边走了过去。我勒个豆，我们全家穿越到了60年代。上集说到我们被李长青上门挑事，不料被我们一家对得找不着西北。江陵，我们正好今天碰见了，不然我还要去问问你，我大姐她还好吧？我又没回去娘家，我怎么知道你大姐过得好不好？那你家住在哪？具体地址你总该知道吧？但你还要去把你大姐接回来。这黑姑娘怎么这么难说话？看来和她是没办法正常沟通了。我大姐是嫁给你们家，不是卖，你们总不会想要一辈子都不让我们相见吧？要真是这样，那我也不用问你了，明天我就去公社告你们一家买卖妇女，还软禁我大姐，不让我大姐和娘家人联系。吓唬谁呢？有胆子你就去告啊！正好我还想回去娘家看看你和你们老李家又是咋做的。2姐，咋办啊？我们不会真的永远都见不到大姐了吧？不会，除非她也一辈子不回娘家，敢只身嫁到这么远，还能在李家大院立住脚，想必也不是用几句话就能吓唬住的。姐妹俩把大姐的事放了放，随即便在河里摸起了泥鳅。李如哥要失去耐心准备回家，如意突然说要去小姐，趁这功夫，李如哥才从空间里拿出来1条1斤多沉的小鲤鱼。大的也不敢往出拿啊，估摸这条鱼几天前也就半斤都不到，就养了几天，就这么大了。2姐你钓到鱼了，我天，这么大，水都快干了，多梦有鱼吧？哼，关你屁事！如哥并没有搭理，带着如意便回家了。咦，咋院里还停着一辆自行车里？这几天村里都在传我们家去城里要饭了，该不会是真有人来抓老爹了吧？2姐别担心，咱家又没人犯法，估摸是有人来打听啥事的。听说你们去捞鱼了，捞着了吗？哎妈呀，原来是水壶大哥来我们家了，不是傻懂公安。2姐，水壶大哥不是来要水壶的吧？周同志，你怎么有时间来我家了？我是来给你们家送筐的，放心，我不是来要水壶的。他咋听见的？我说的那么小声。周朝阳，我记得那天告诉过你我叫啥，你是不是忘了？这他都看出来了，不错，是个聪明的。那我和如意以后就喊你周大哥吧。那啥，周大哥你不急着走吧，我俩刚刚抓了很多泥鳅，等下让我娘给你做红烧泥鳅吃，可好吃了。之前用蘑菇野菜换了人家一个大水壶，野菜蘑菇现在价格这么低，我还是占了周朝阳便宜，必须得留下来吃顿饭，补偿一下。可以，不过你们陪我进一趟山嘛，或是告诉我那天的野菜蘑菇在哪里捡的。李叔也太狡猾了，泡半天他就是一个字都不漏，这小丫头应该会告诉我吧。
那天在你家换的蘑菇野菜，我们那的人都说好吃，本来还想让我再找你们换点。你看这些粮票都是大家凑的，不过李叔说你们家没野菜了，如果你能给我带路挖到野菜，这些粮票就还是你的。这时李富斌也从后面走了出来。本来就故意去后园子翻地，想早点把周朝阳打发走，没想到还是和闺女碰见了。如哥、如意，你们姐俩回来了。那啥，你娘刚刚还说让你们回来就老老实实在家待着。哎，我娘呢？干啥去了？你娘去大队长家了，一会儿就能回来。娘去大队长家干啥去了？大队长媳妇说你娘给你们姐妹俩做的衣服好看，让你娘过去帮着他们家干点活。李富斌见周朝阳一副没有死心的样子，就给李如哥使了个眼色。老爹这反应，看来是不想让我帮他这个忙啊。可是爹啊，你是不是忘了，咱们还欠着人家人情礼？而且当时周朝阳给了我们家那么多粮票，又给个水壶，也是有再次合作打算的。我们这的野菜也都被挖得差不多了，这几天我们村的人天天都有人进山，都没挖到，都是空着手回来的。我估摸咱们也未必就能找到野菜。不过来都来了，那我自己进山看看。这台自行车就先放在你家，等下我过来取。可以，我让婆娘先把饭菜准备好，等下周同志一定要来家里吃了饭再回去。行，那这些粮票就算是我在你家吃饭的饭钱。于是也不管李如哥要不要，把10几斤粮票往李如哥手里一塞，转身就要走。等等，随即李如哥还瞅了一眼老爹，还是我陪你一起去吧，不然那地方你也找不到。挖不着就早点回来，凭啥别人进山都挖不着，你进山就能挖着？还有这粮票等下记得还给小周。知道了，我会还给他的。李如哥还冲老爹眨了眨眼睛，表示让老爹放心。随即李如哥便快速跟了上去，看李如哥要跟上，周朝阳又迅速的加快了步伐。哎，这人有啥毛病吧？明明就是他主动要求别人带他上山的，咋又一副很是不愿意的样子里？然后俩人就这样一前一后，又走了很长一段路才停下来。这是你们大人的规矩吗？男女不能并排一起走。这和大人儿小人儿有啥关系？这不是你爹的意思吗？我爹。呵呵，你以为我没瞧见？我都看见了，你爹一直在偷偷给你使眼色。合着他还不只是听力好，视力也很不错，不过就是这理解能力还有待提高。憨憨，实际我爹那意思是我们家还欠着你人情，让我别懒，可以答应陪你走这一趟。是吗？李叔是这个意思吗？好吧，就算是他说的对，是我误会李叔的意思了。随即俩人便在山里开始寻找，两人不管转悠多久，肯定都是白转悠。李如哥还领着周朝阳去了他们那天挖到野菜的地方，只见几个大深坑，这下周朝阳终于死心了。很快两人便来到了山下，这一来一回搞得我肚子都饿了，这山路也太耗时间了，家里老娘应该把红烧泥鳅鱼炖好了吧。想到吃的脚步又轻快了，只是还没等俩人走到家门口，远处就传来了叫骂声。李如哥赶紧加快步伐走了过去，只见李家大院的各路神仙全部集齐。听这动静，原来是我们家安上新窗户门，扩建新家的事情传到了这几路神仙的耳中啊，看来又要上映大戏了。那天我领着2个儿媳妇过来顺东西的时候，这间破房子还没有窗户门呢，这才几天时间，富斌家就安上了新窗户门。富斌啊，我家那屋的窗户那天不是被孙凤琴给砸了吗？正好这套新的就算是赔给我的了。这新房子捣鼓的不错哩，凭啥窗户门你得给我留下？到时候我们家从李家大院分出来，搬到这里，正好可以用得上。你不能动，这都是我的。李富斌、孙凤琴，你们2个狼心狗肺的，不会孝顺爹娘啊！有了钱就知道自家躲起来过好日子。老天爷啊，苍天啊，还让不让我老婆子活了？一窝子女人越说越来劲，越说越觉得李富斌一家无论有啥都该归他们。于是，一窝子女人以李老太太为首的抢房子大战就开始厮杀了起来。我勒个豆，我们全家穿越到了60年代。上集说到我就进山去找个野菜，就被偷家了。母女俩并没有说话，就听见几路神仙在这一顿输出。你又抽啥风啊？我们家都被你们给净身出户轰出来了，你还想咋的？哎呦呦，你们都来听听啊，听听这个不孝的死丫头咋说话呢？我老婆子70几岁的人了，她居然骂我抽风，不活了，我不活了！老天爷啊，你睁开眼看看吧，这些个不孝的，这是要活活把我老婆子给气死啊！张红也挤在人群里，正愁找不到机会报复李如哥母女，这下可好了。平时装的挺老实，没想到孙凤琴是这样的人，咱们当儿媳妇的咋能这样对待自己婆婆？这可是大不孝啊！李富斌家这个二丫头也不是个东西，小姑娘家的就这么不孝顺，这日后咋找婆家？谁家敢要这样的儿媳妇？如哥以前可不这样，还不是被老李太太给逼的。咋逼了？亲奶奶给孙女找婆家，不是很正常点是吗？如哥才多大？你家闺女比如哥还大2岁哩，他乃要给你家闺女找婆家，你咋又哭又嚎的不乐意？黄菊花家是4对的，
对张红这个一队队长媳妇可没有一点惧意，几句话对得他找不着西北。耶和如意咋不在理？自行车也不见了，摸摸着爹一定是犯瘾了，带着如意去遛弯去了。这孙凤琴母女咋还不过来认错脸？随即李老太太向宋桂花使了个眼神。我说三弟妹，你这也当了李家20年的媳妇，咋还不知道咱娘的脾气里？我哪啥脾气啊？大人说话哪有你小孩子插嘴的份？你瞅瞅你刚刚把你奶给气的，这要是把你奶气出个好歹的，你担当得起吗？小孩子，我记得大伯娘曾经要把我卖给人当媳妇的时候，可不是这样说的。那时大伯娘可是说像我这么大的，都已经嫁人，生孩子都不小力。大姐和江玲换亲这事就是她促成的，包括把小原主送去给别人家当童养媳那件事，都离不开宋桂花的手笔。我啥时候说过这话？你这孩子咋瞎说话哩？这死丫头，村里妇女主任的职位可是还空着呢，可不能因为这事让我失去当女干部的机会哩。完犊子，和李如哥一个丫头片子有啥可啰嗦的？当了婊子还想立贞节牌坊，都啥时候了？你宋桂花还想装好人？嚯，她愿意装好人就去装，我可不装。这套房子我看好了，盖得还挺结实，日后我们家几口人辛苦一些，再拖点土坯，给平安也盖间屋子，到时我不就也能当上指使儿媳妇老太太了？哈哈哈！三弟妹，实话说吧，我们今天来没别的意思，就是看上你家的房子了。二弟妹，这个蠢女人，我的名声，妇女主任，你胡说啥哩？我哪有胡说？我说大嫂，你这人就是这样，都啥时候了，你还装？老二媳妇，你来说，你说的就是娘的意思。大嫂，你都听见了吧？这可是咱娘的意思。还有这套房子，大嫂你家也就别惦记了。我知道你相中这套窗户门了，那可不行。以后我家搬过来，窗户门给你家，我们家用啥？凭啥？我们才是家里的长子，凭啥这房子就要归你？不过房子归你们二房也行，但窗户门必须归我们大房。算是三弟妹那天砸坏我家的窗户，赔给我们家的好了。我不会是遇见了一窝子傻子吧？唉，想笑，又有点替原主一家感到悲哀。就这样连点良心都没有的一家人，原主一家估计直到饿死，都还在当他们是一家人。原来这李老太太一家是来抢房子的啊！我说你们妯娌俩争啥争？这房子给你们，李富斌一家住哪去啊？我管他们住呢，反正这房子我们二房要定了。随即双手叉腰，冲王菊花过去要干仗。你可怜他们一家，就让他们住去你家好了。不要脸！我说张秀英，凭啥人家的房子你说要就要？你们可是都分家令过了。嚷嚷啥呢？这说的是我们老李家的家务事，关你啥事？用得着你多嘴？竟然还有人替我们家说话，看来我要对新邻居看法得提升一个层次了。够了，我说你们都够了。我们一家净身出户搬出来，一斤粮食没拿你们的。如今我们一家人能活下来，那也是靠大家伙儿帮的忙，可没见你们家啥光。对，我娘说的对，你们这些人太不要脸了，不要脸。你啥你年纪大了，记性不好，忘了咱们分家的时候咋说的了吧？没事，你忘了，我可以给你提个醒，当时可是大队长李三爷都在场，你老人家要是还想不起来，那咱们就去找大队长问问，你们这样算不算抢劫？娘，是入室抢劫。对，是公然入室抢劫。老天爷啊，你快睁开眼看看吧，瞧瞧这些个黑了心的，都分家令过了，还惦记我们家的东西，这是想要逼我们一家去死啊！因为瞧见前院干起来了，周朝阳便去了后院，一直躲着没出来。突然听见了孙凤琴的哭声，赶紧站出来走了过去。李如霞和李如芳一看见周朝阳，眼睛都瞪圆了。我的天，这人打哪冒出来的？长得也太好看了！不，还不是好看的问题，就是干净。李如芳瞧见堂姐双眼冒光，赶紧抢在李如霞前面。同志，你找谁？这家是我三叔家，你咋是从他们家后面过来的？死丫头敢跟我抢男人，哼，这个对象我要定了，谁都别想跟我抢。李如霞晃悠着大腚冲了过来，把李如芳拎到一边。同志你好，我叫李如霞，请问你贵姓？周朝阳对伸向自己的大黑爪子一点面子都没给，就奔孙凤琴去了。婶子，我刚刚都听明白了，你们需要报公安吗？这事我可以替你们跑一趟。都这么大动静了，这徐顺利和李三爷咋还不来列？行吧，那就麻烦周同志你跑一趟吧。报啥公安啊，小伙子，你可别听我三弟妹瞎说，我们都是一家人，吵吵闹闹几句，人公安哪有空管这事？谁跟你们是一家的？打从我们一家被你们净身出户赶出来那天开始，咱就不是一家人了。如哥，你咋能这样说爷奶？我们做小辈儿的，对爷奶孝顺，不是应该的吗？刚刚这位同志一定是不好意思，毕竟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一定要好好表现表现。
随即又冲着周朝阳眨起来眼睛。之前就觉得这李如霞有病，你说啥人能在自己又胖又丑的情况下，还觉得自己是天下无双的大美女？妄想症！哎，这要不是因为自家，说不定我还会抓一把瓜子，选个好位置看戏里。如霞姐，你那眼睛咋了？咋一个劲儿的冲着周同志眨眼睛？是迷眼睛了吗？哎，如哥这丫头还是小啊，你堂姐那是在冲这位同志送秋波礼。秋波是啥？是秋天的菠菜吗？哼，周同志是吧？我堂妹没读过书，没文化，你别听她胡咧咧。李如哥，这丫头说话还真逗。小伙子，你家是哪里的？我们家如霞那大屁股可是能生儿子的，我得听听你们家啥条件。一般人家，我们家如霞可不稀得嫁。李如霞跑过去，拉着李老太太摇了2下。周同志一看就是好人家出来的，您就放心吧。奶，我也都17岁了，你不能只惦记如霞姐，我也是您的亲孙女啊。你急啥脸？我得先问问这小伙子是干啥的。如果是个城里的工人，那就得可着你如霞姐了。我勒个豆！我们全家穿越到了60年代。上集说到李家大院一窝女人来抢我家房子，居然变成了相亲大赛。我天，可要笑死了！李家大院这一窝子女人，这是把自己都当成啥了？太后、公主。好在这时，载着小闺女出去遛弯的李富斌回来了。就在几分钟前，李富斌早已在几个小孩子口中得知李老太太一家抢房子的事情，他赶紧赶回家。刚好路过村口情报站时，正好又遇见了李老师。李富斌，你这辆自行车是哪来的？别人放在我们家的，等下就会骑走。去我们家抢房子的事，是你让那几个女人去的。哟，老师啊，还去抢儿子的房子？你们家没房子住了吗？没想到李老师在他平时最得意的地方，被他自个亲儿子给打脸了。说完，李富斌鸟都不鸟他一眼，骑着自行车就跑。好家伙，这围的里3层外3层，看来让这些人吃太饱了也不是个办法。莲，您做啥梦里？就如霞这好吃懒做的样子，模样又不行，还想嫁给人周同志？还有你们这些人，我李富斌的家不欢迎你们，都赶紧给我滚出去！老天爷啊！不走是吧？还想继续闹下去是吧？那好，那就不能怪我们了。就你窝囊废一个，呵呵，你们还能咋的？就好似谁叛你似的。孩子他娘，你可以动手了。放心，打死谁咱们都是正当防卫。对，大家都可以给我们家证明，这些人是来抢房子的。一旁李如意也赶紧去抄了个木棍，母女3人就跟小豹子似的，冲向了宋桂花、张秀英几人。顿时便听见了一阵阵的哀嚎声。谁能想到平时窝囊又废物的李富斌一家真的敢下手，而且下的还是狠手。当然当着大家伙的面，并没有打李老太太。李如霞和李如芳被打得直连惨叫，随即放走了一只李如梅。疯了疯了，都疯了！说着想过去帮忙，却被李富斌一把抬了过去。莲，他们妯娌之间的事，您就别跟着掺和了，要不然您帮着谁都是偏心，就让他们自己打去吧。就是妯娌之间哪有不干架的？李婶子你就别管了。我怎能不管啊？这孙凤琴吃枪药了，咋这么厉害哩？母女3人看也差不多了，才退到圈外，还把手里的家伙事都扔了。在几个人的哭嚎声中，李如梅就领着救兵来了。李富贵和李富有急着救人，先冲了上去。这是咋了？老三，你们一家咋能随便打人嘞？乔大哥这话说的，怎么是我们一家随便打人？我们上你们家去打人了吗？还是我们一家去抢你们家房子了？你这个女人，我是咋说的？让你没事别往老三家跟前凑。哎妈呀，太疼了！你瞅瞅我这胳膊，呜，都是如哥那死丫头抽的。你这丫头也都10几岁的大姑娘了，咋能说动手就动手嘞？如霞可是你亲堂姐。你还是我亲大伯呢，不也说要卖了我就要卖了？还有我大姐已经被你们一家给卖了，到现在是死是活我们都不知道。徐顺利和李老爷子听了一旁人的讲解，也得知这几个人是来抢房子的。这房子是我们几10户人家凑的土坯给富斌一家盖起来的，你们谁都没有资格住进来，以后这样的事最好不要再发生了。李老叔，你说呢？都跟这老婆子说了，我来吓唬吓唬，有了钱别忘了爹娘就行了。这事情咋闹得这么大的？你说你这个老婆子，你都多大年纪的人了，这也稀罕那也稀罕，再怎么稀罕你还能带进棺材里去咋的？还有你们几个，这是要活活的把我和你娘气死啊！然后在李富贵、李富有的叫骂声中，两家的女人闺女都哭着回去了。看情况不妙，李平安也不管李老太太愿不愿意，扶着李老太太也跟着回家。李家大院的人都走了，看热闹的人也散了。至于大家离开后是怎么传这件事的，娘几个压根就不在乎，反正从今以后也没人敢欺负他们老李一家了。这时李如哥把王菊花给叫住了，还回屋拿了几条泥鳅鱼给他。
这是我和如意上午去河边抓的，没抓多少。婶子，你拿几条回去给我柱子叔补补身子。哎呦呦，哥，这咋好？你看看，我们家都没帮上你们家啥忙。说是这样说，可手就不老实了。如哥，以后你家里有啥事需要婶子帮忙，就让如意过来喊我一声，咱们远亲不如近邻，你说是吧？好啊，婶子，那以后少不得还要麻烦你们家，我在这就先和您说声谢谢了。谢啥谢，都不是外人，哈哈。走了，婶子回家给你柱子叔炖汤去。只因我们一家去山里找他们一家，柱子崴了腿，帮他们说了几句，就得了这么大个余力。哎呦呦，如哥可真是个大方丫头。徐村长，你等等吧，我有事情交代，必须得把徐顺利留下，好好陪周朝阳这个贵客喝几盅。不一会，大伙就吃上了。周朝阳还带了酒来。你小子是个有本事的，李叔以后喝酒可就指望你了。放心，李叔，我能让您指望上。徐村长，这小伙子是我卖野菜的时候认识的。我咋觉得这小伙子对傅斌一家可不止这点交情理？我勒个豆，我们全家穿越到了60年代。上集说到我们一家被抢房子，我们直接闪电5连鞭伺候，快饭局就结束了。吃就吃了，还打包带走了傅斌家一条大鱼。吃人嘴短，这以后傅斌家里再有啥事，怎么说也不能犯懒了，得早点过来。周朝阳走的时候，虽然没有了野菜，不过孙凤琴给了他一坛子用野菜腌制的酱菜。周同志，坛子不用还了。那行吧。徐顺利直到把周朝阳送走，他才离开。我们家特有的酱菜，你也端一碗回去。这多不好意思，我这连吃带拿。说归说，可手上的速度一点不慢。徐顺利一边走一边琢磨李富斌这一家人。之前还是小瞧这一家了，估摸李家庄的人都是不长眼睛的，居然没一个人瞧出李富斌是个不简单的。进一趟城就结交一个周朝阳那样的小伙子，这哪是个简单人干的事。另一头，李如哥和李如意跟爹娘说起了遇见江林的事，他连地址都不肯告诉你们。是啊，我想咱们家现在也有了住的地方，就想把大姐接回来，大不了给江家点钱，让他们重新买个媳妇好了。如意，你把咱爷奶藏东西的地点和二姐再说一下，等有机会我去看看他们埋了些啥。等啥时候生产队开工就好了，到时就奶一个大人在家，李大宝他们几个还得上学。二姐，咱们就那时候去，然后我在外面给你望风，要是奶出来我就学狗叫。不行，现在全村都没有养狗的，那我就学猫叫吧。正好奶家隔壁赵小花家有只猫，小妹这智商也不简单啊，这明显就是随了李富斌同志的脑瓜子。如意，你想要个弟弟不？哎，行，如果娘能生个弟弟，那奶以后就再也不能骂咱娘是个不下蛋的老母鸡了。偷宝，还是别让如意参与吧，如果被人发现，大不了往空间一躲，谁知道？哈哈。当天晚上大家都睡熟后，李如哥悄悄地行动了。记得如意说的那个地方，正对着李老头李老太太睡的那屋的后窗户。那里本来有棵果树的，后来也不知怎么，那棵果树被爷下令给锯了，果树没了，但还有个树桩子立在那。找到了，就你了。不过挖土动静有点大啊，要是能有个金属探测仪就好了，那样也不至于喊一声收进空间里一堆土，或是埋藏在土里的虫子啥的，想想就恶心。不好有脚步声，这李如霞和李如芳大半夜的干啥里？叫你别偷吃，别偷吃！你不信，大半夜的上个茅房还要我赔。10分钟后，拉的铁翔啊，拉这么久，赶紧出去，不能再耽搁了。收！卧槽，还真有东西，没想到还真能隔空，隔着土收东西，试试别的地方。收！看来只有这里有了。随即便从后园子退出来，撒腿就往家的方向跑。站住！爹啊，你还没睡啊？刚才就瞧见你鬼鬼祟祟的，还以为你去茅房，没想到你一直没回来，爹就一直在这等着了。你俩干啥呢？大半夜不睡觉？见爹娘都醒了，随即李如哥就把空间里的铁箱子给拿了出来。你这是哪来的？李家大院啊，我之前听如意说过，那2个老的往后园子里埋过东西，我就想试一试。嘿，没想到还真成了。我天，我还以为就一个，没想到还有个小箱子。爹，打开看看呗，我总觉得这2个箱子说不定和你的身世有关理。随即李富斌意念下便拿出来一个工具，大金条。我天，没想到李老头和李老太太还是隐形的大富豪呢。不过这个位置好像是少2根吧，你们看呢？这箱黄金早先肯定是满的，估摸那老两口啥时候缺钱，动用过2根，就有了这个缺口。肯定是这么回事，那2个老的都这么有钱了，还算起咱们一家，就冲这一点，爹我敢保证，你不但不会是那2个老的生的，还极有可能是他们仇人家的孩子。我对当年的事一点记忆都没有，
说明这件事肯定发生在我5岁前。算下来都快40年了。不过既然我来了，就肯定会弄清楚这事。这箱子里都是金条，我查了，现在还有58根。娘，你好好看看箱子下面有没有啥能证明我爹身份的东西。没有，我看了，箱子下面就一层红布，别的啥都没有。那就只能把希望放在这个首饰盒里了。我总有一种感觉，咱们这次肯定不会白忙活。那肯定不白忙活啊！有了这箱东西，你们姐3这辈子还愁没有好日子过。我就不信那老姜家会不稀罕钱。哼，哪天咱们先拿出去1根卖了，用钱砸死那家人，把你大姐赎回来。对，咱们用钱砸死他们。不过娘，咋是就我们姐3？你可知道现在可是还没有计划生育哩，而且你和爹的年纪又不大，是吧？努力哈，说不定哪天你们就能圆了2辈子的梦。你这丫头，我有你们3个闺女就够了，不贪心了。至于儿子，有缘就来，没缘你爹娘也认了。李富斌还在一心研究着首饰盒，并未在意母女俩说啥。我天，这得多有钱的人家！瞧瞧，这可都是顶级的翡翠啊！还有这个，我天，这箱首饰的女主人绝不可能是李老太太，就她那个看见一块肉都会双眼放光的不值钱样，打死我都不信这箱东西是她的。就李老太太那双大脚，就不似富贵人家出身，好像那时候的妇女都流行裹小脚，只有穷人家的闺女没有那些讲究，或是大户人家的丫鬟婆子是大脚板。随即3人赶紧都伸手过来，小心翼翼地把一盒子首饰一样样的往出拿。很快地方就铺满了一小堆首饰，把几人都累坏了。我们为啥不把盒子拿去炕上呢？爹，你看里面还有张小照片，这长相跟大姐也太像了。我勒个豆，我们全家穿越到了60年代。上集说到我爷房李家大院，在后院获得大量黄金首饰珠宝，并且发现了傅斌同志身上的秘密。爹娘，你们看这个坠子上的照片和我大姐长得太像了，我觉得这个很有可能就是我们的庆奶奶。老李，你现在啥感觉？我听人说过，要是有血缘的亲人一见面就能感应得到。随即李富斌眼圈红润了起来。咋了老李，是不是感觉心里特别难受？要是你真有这种感觉，那没跑了，那这位女士肯定就是我的亲婆婆了。我也不知道自己现在啥感觉，真就像你说的那样，心里特别不好受，还有种控制不住想哭的冲动。那啥，老李啊，你可别多想哈。我觉得吧，这人如果真是咱娘，就冲这一脸福气的模样，估摸人肯定是没啥事。我弟亲娘哩，他这不是此地无银300两吗？保不准傅斌同志还没那些想法哩。娘，咱们赶紧把东西都装起来，先睡觉，有啥事明天再说。对，明天再说。老李，你不用管了，先去躺着吧。那啥，我和闺女收拾就行。第二天一早，几口人个个顶着大熊猫眼，李如意瞅瞅这个，然后又瞅瞅那个，看着爹娘都挺好的呀，怎么心事重重的样子哩？我知道怎么回事了，二姐，我昨晚做梦，梦见咱家大姐了，你和爹娘是不是也梦见咱大姐了？我们也都梦见大姐了，要不爹咋一早就去大队长家了？就是想看看能不能给咱们一家开张介绍信。爹说这2天就想去找找大姐。那好吧，那我去找盼弟和小花了，他们说要去河边捡野鸭蛋，如果能捡到，我就可以给大姐带去了。注意安全，别往河里去，别看河水不多，下面都是稀泥，就你那小个子，进去就没影，知道了吧？知道了。娘，实际我们一家这次穿越之旅挺好的是吧？当然挺好了，白捡2个大闺女，比你爹1年给我挣多少个亿都强。娘，你觉得我大姐还能回来吗？现在的女子只要嫁了人，生了孩子，没有随随便便就回娘家的，除非你大姐还没生娃娃，不过这种可能太小了，毕竟都过去2年了。这次去，如果她实在不愿意回来，也就没办法了。那就尽可能多给她带点东西过去，帮她撑撑腰。就在这时，李富斌同志也突然走了进来。你昨晚1宿都没怎么睡，也不困，咋了？这是遇见啥好事了？没啥好事，不过说起来也算是一件好事。到底啥好事啊？爹，你不是去找大队长了？介绍信开了？不，我先去找的大队长，许顺利的意思，让咱们等2天。他说这几天村里人刚刚不闹着进城要饭了，这个时候咱们一家又走了，他那边也不好和大家交代啊，是这么个理儿。我从大队出来就绕去村口情报站蹲了一回，然后你们猜我听见啥好消息了？那还用猜？肯定和李家大院有关，而且一定是那家人谁倒霉了，不然你不会这样开心。我就刚到，还没说上几句话，就听有人说李家大院那2个老的住的那屋后墙不知为啥塌了。塌了，不会是闺女？嘘，小点声，我估计是。听说那2个老的差点被活埋在屋里，幸好只是后墙塌了，不然今早咱们一家孩子过去吊孝，听说把他们吓得差点尿裤子。
还把王大夫请家去了，这下又破财又遭罪了，好像李老头腿都被压断了。爹，你说这样，李老头会不会已经猜到了，是埋在地下的宝贝不见了，才导致后墙坍塌的？我估摸他一时半会想不到这事。李家大院的房子都是黄土泥垒的，几十年了，塌了也没啥奇怪的。就是那么小的2个箱子，能占多大地方？我觉得还是他们自己遭到报应了。箱子不大，分量足啊，万一这2个箱子是有灵性的呢？嘘，有人来了，我瞧瞧，好像李如梅。爹，你赶紧躺下，就说病了，起不来炕了。三叔，你这是咋了？这还用问？谁好人大白天躺炕上，还不是昨天被你们一家人给气的？病了，病了，这咋回去和爷奶交差呀？可我刚还听说，我三叔在大杨树底下蹲着和人唠嗑里，咋这就病了？这丫头这是都打探好了过来的，可不就是就出去蹲了那一会儿，回来就肚子疼的都起不来了。那啥，如梅你来有啥事？要是没事，我正想让如哥去给你三叔找大夫，要不你和他一起去可以不？王大夫在我们家呢，他是过来给我爷看腿的。你爷咋了？哎呀，我的肚子咋这么疼哩？三叔一直都老实，应该不可能撒谎吧？而且都这样了，还惦记打听爷哩，我爷腿断了。随即说完这句话就跑了。这丫头跑得还挺快，我还想打听打听断到啥程度了。娘，你说爹病了，咱俩可是还好好的呢，要不咱娘俩过去看看？哎，对啊，咱们不但要去，还得大张旗鼓的去，得让全村人都看看咱们一家多懂事，多孝顺。说的就是咱们得以德服人，得让那2个老的以后想编排咱们家都无话可说。那我能？爹啊，我和娘去是去看热闹的，你要是去了，那就是去当苦力的。那还是算了，那我还是在家肚子疼吧。对了，你们要是碰见王大夫，就和他说一下我的情况，这样就更像真的了。行，就你那身子骨，说不好真有毛病，让王大夫过来瞧瞧也好。随即母女俩一路带风，挺直腰板的来到了李家大院，正好碰见了李富贵、李富有送王大夫回家。爷，王大夫准备回去了，能不能帮我看看我家富斌？一大早上说肚子疼，躺了一上午了。我勒个豆，我们全家穿越到了60年代。上集说到我捡到黄金之后，李家大院后院塌了，李老师腿断了。王大夫富斌肚子疼得直打滚，你赶快过去看看吧。行，我回去也正好路过，我这就去瞅瞅。送走王大夫，李富贵赶紧跑了，留下了李富有。三弟妹和如哥咋来了？这是有啥事啊？乔二哥，你这话说的，我们来这里还能有啥事？这不是如梅去我家说老爷子腿断了，他三叔来不了，我和如哥就过来看看。如梅去你家了？可能是他大伯让去的，我不知道这事。谁让去的都没招，人病了扎起来干活，你说是吧，二哥？是，那啥，老三咋的了？哪不得劲儿？说是肚子疼，疼得可厉害了，我们也不知道咋回事。那我一会儿去看看老三，你们娘俩先进屋吧。不过爹娘那屋不能住人了，爹娘现在搬去大哥那屋了。啊，那大哥大嫂呢？大哥大嫂还住那屋，他们在地下又搭了个板铺，不然咋整？好在现在一天比一天暖和，睡不睡炕都中。几人边走边说，正好被刚出来的宋桂花给听见了。我说老二，既然你这样说了，那好啊，那今晚就你们和爹娘住一屋好了。听到这话，张秀英也赶紧跑了出来。那可不行，我们是家里的老二，凭啥好处都让你们大房占了？有坏事就往我们身上推。咋，和我们住一屋就是坏事？好家伙，起锅烧油，一家子又吵起来了。你个不孝的玩意，再敢这样说，我就让老二把你休回娘家去。这时四面八方的吃瓜群众也陆续到场了，李三奶奶和闺女李桂枝也走了进来。您老怎么来了？这么老远？不过我瞧您这身子骨可是越来越结实了，好像比我上次看见您那会儿都年轻哩。孙凤琴的一句话果然把李三奶奶说得很乐呵，连忙拉着她的手。你这孩子这张嘴不是挺会说的，以前怎么就不爱吱个声？爱三奶奶，我也是死过一次，突然就想明白了，咋样活着才能对得起爹娘给我的这条命？咋样活着才能对得起爹娘给的这条命？听到孙凤琴这么有哲理的一句话，李桂枝一下子愣住了。自从死了男人，又因为再嫁，就总觉得自己在婆家人跟前矮了一头，处处小心行事，反而把婆家人的脾气都惯大了。要像孙凤琴说的那样，挺直了腰板过日子，不然都对不起爹娘给的这条命。凤琴，你这话说的真好。难道是被凤琴一句话就给点破了？这闺女都劝了多少次了，让她在婆家挺直了腰板过日子，可就是咋劝都不行。曾经活泼开朗的老闺女变得越来越懦弱，希望凤琴这次真的把她给点醒。哟，三婶子您来了，快屋里坐。
说着，见孙凤琴也要跟着进屋，白眼珠一翻：“你们跟着进来干啥？还不去后面帮着贺尼脱坯去？”哼，让我去给你2个老不死的脱土坯？哼，除非是用来搭坟墓的，而且还是急用，那这活我肯定干。我说大妹啊，你们家又不是没男人，别人不说，你那几个大孙子哪个不比凤琴能干？那脱土坯和泥的活计是咱们女人能干的吗？咋不？这以前家里啥活计不是李富斌的，就是孙凤琴的，可不是，我这也是被吓糊涂了。哎呦，三婶子你是没看见啊？那后墙咚的一声，说倒就倒，可吓死个人脸。随即在李老太太几次白眼下，母女俩都进了屋。李老头架着一条腿躺在炕上。老头子，三婶子来看你了。咦，这老头咋半天没反应？老头子，三婶子来了。三婶子你咋来了？你看看我这。快躺着别动，别因为我来坏了你的事，你这腿可轻易不能挪动。是，我这就不是个能闲得住的，这一下不躺着也不行了。说着还扫了他们娘俩一眼，那眼神简直就是淬了毒一样。老家伙不是已经感觉到什么了吧？爹，你腿疼不疼啊？我爹也病了，不然肯定一听说就过来了。富斌这一家都是孝顺的，瞧这孩子这话说的，这是心疼他爷里。是，都是孝顺的。陆陆续续又进来不少人，有这么多人做见证，母女俩这次的探望肯定是成功的。凤琴啊，富斌还在家躺着哩，这儿有我们大伙哩，你就赶快回去看看富斌吧。啊，那我们先回去照顾富斌了。李三奶奶，快去吧。母女憋了一路，终于笑了出来。你们这下可威风了，我都听王大夫说了，你们娘俩一去，李富贵的脸都白了。不至于吧？不过李家大院那些人，估摸短期内都不想看见咱们一家，倒是真的。对了，爹，王大夫咋说的？他有没有看出你是装的？看出来倒不至于，不过听王大夫那话，似是就算看出来，也不会把这件事说出去。王大夫那可是个奸人，不然我咋放心让他过来？估摸着要到午饭时间了，真想吃点好的，可又不知道吃点啥。爱这样的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就连我这个不爱吃肉的，这2天都想肉吃了。娘，我这里有羊肉，上次那只羊我爹收拾完，咱们可是一次都没吃过哩。要不咱们包羊肉馅饺子？羊肉馅饺子，多放点小野葱。哎妈，那的老香了，等不了了，我去后院抱点柴。等着和如意就说这羊肉是我出去弄回来的，让他不要说出去。那孩子，咱家吃一顿大饼子，他都叮嘱我要瞒着，和谁都不能说。呵呵，我觉得他比咱们都小心。很快等不及的孙凤琴又空着手又回来了，而且还领回来2个人。我勒个豆，我们全家穿越到了60年代。上集说到我和老娘去看望腿断的李老师，回来之后准备大餐一顿，老娘居然带回来2个神秘人。舅舅、老姨夫，你们咋来了？也解锁新角色里，印象中这应该是老娘的亲弟弟孙大壮和孙家老幺孙凤梅的丈夫王长根吧。俩人手里还拎着个破麻袋。很长时间没见了，咋感觉你们一家都变了？我不说了吗？自打分家出来，我们一家简直就是重新活过来一样，能不变吗？我们前天才听说你们分家了，还是净身出户分出来的，娘当时就急病了，爹也急得不行。说着见大姐眼眶都红了，连忙转移话题。正好昨晚我和四姐夫在山里猎到一头小野猪，娘就让我们赶紧给你们家送点肉过来，就一个大后腿，一整套猪下水，还有这点粮食，是娘和四姐给你家凑的。爹说让你们先坚持，过几天可能就计量就下来了。200多斤重米，咱们家和四姐夫家一家一半，然后他们家要猪头，咱们家要的猪下水。爹说我大姐夫就得一这口，就都给你们家拿来了。咋都给我们拿来了？爹也爱吃这口。那啥，凤琴啊，那天的酒还剩有7、8两吧，等下让大壮给爹拿回去。还有这下水，一会我来收拾，你来炒香点，给爹拿回去下酒。啥？你家咋还有酒哩？那酒是别人送的，细行等下让你大姐和如哥和你细说。我现在就去河边洗这些下水。老妹夫，你先坐着喝点水，等下你和大壮都喝点解馋，剩下的再给咱爹拿回去。那大姐夫，那啥，要不我和你一起去吧，咱俩一起洗，还能快点。眼中2个姐夫一走，孙大壮就开始围着大姐打听。大姐，你们一家真去城里要饭了？那酒不会也是讨要来的吧？城里的日子不会真像巧珍说的那样，都是神仙过的。你看谁要饭能要来酒？随即便瞪了小弟一眼，一边收拾猪腿肉，一边和老兄弟把事情的经过能说的都说了一遍。刚刚你说的巧珍是谁？巧珍是谁你都不记得了？就是和咱们家隔2家，老陈家那个老闺女，不就叫陈巧珍？啊，你说的是就和我年纪差不多的陈巧云，她老妹吧？老舅脸咋红了？他来那个陈什么巧珍的，肯定是老舅喜欢的姑娘。不过听那姑娘的口气，是个喜欢过城里生活的虚荣姑娘啊。姥姥一家都是老实巴交的善良人，可别整进门个搅家精啊。
我听明白了，老舅，那个傻巧珍估摸也和我堂姐李如霞一样，一心想嫁个城里人，都不知道咋美化城里了。说着，孙大壮就有点发蔫了，也没反驳他的话，这是被他说中了。老舅，我跟你说哈，那城里人的日子，实际并不是大家传说的那样，也是穷得多。真的？当然是真的。你想啊，他们吃的粮食还得靠咱们种出来哩，咋可能比咱们的日子过得好？行了，如哥，老舅知道你啥意思，实际我明白，陈巧珍没瞧上你老舅。那是他没眼光，没福气。哼，老舅，我告诉你，娶妻的娶贤，就她那样一心要嫁给城里人的女人，咱还不要呢。否则你就是把她娶回来，指不定哪天看见个好的，说不定就跟人跑了。亏你这话说的，不过当姐那有不心疼小老弟的。好了好了，咱不说啥巧珍了，她是虚荣也好，咋的也好，跟咱家有啥关系？对对，不说了。那啥，老舅，你对象的事以后就包在我娘身上了。对，我突然想起来了，娘说让我和四姐夫不要留下吃饭，免得把你家口粮都吃了。说也不能吃，这都是给你家拿的，再让我们都给吃了。娘还说你们家现在缺钱，可以割下来几斤，问问李三爷家要不要，最好能卖几个钱。大壮你就放心留下，等回去的时候再给爹娘拿一些回去，然后把我家的情况如实都告诉娘，我就不信娘还能骂你。对呀，就大姐家这日子过得比我们家大家都强，我们家现在可是连口锅都没有。还有这么个大搪瓷盆，但一看就都是新买的。大姐说的对，就大姐家现在这好日子，等我回去和娘一说，娘肯定高兴。娘，你们唠着，我出去找找如意吧。那丫头出去可有一会儿了。好，你去吧。那丫头这是又玩疯了，告诉她你老舅来了，保准那丫头借2条腿往回跑。那必须的，如意最喜欢我这个老舅了。能不喜欢吗？小如意每次去，老舅都会想尽办法给我们姐妹搞点吃的，有时掏个鸟蛋，或是摸几条泥鳅鱼，实在弄不着好吃的，就跑山上摘几把野果子回来哄我们。嘿，所以才要好好招待一下老舅。此刻在河边，李如意正和李大宝扭打在一起。娘说过，如果遇到危险，都要学会下死手，否则先死的就是我。随即顺手摸起一块石头，瞬间就朝脑袋下去。嘎人了，如意嘎人了。咋了这是？如意，你没事吧？见二姐来了，还在装坚强的小姑娘一下就哭了出来。大宝抢我的野鸭蛋，我不给，他就打我。呜呜，二姐，他不会嘎吧？我勒个豆，我们全家穿越到了60年代。上集说到李大宝抢如意野鸭蛋，被如意奖励大嘴巴子。二姐瞅了瞅没啥大问题，别怕如意，李大宝抢劫在先，倒是公安来了也得先追究他抢劫罪，而你把他打伤了，属于正当防卫，知道不？二姐，啥叫正当防卫啊？随即李如哥又跟几个孩子讲解了啥叫正当防卫。哼，你以后要是再敢抢我东西，我还揍你，反正揍嘎了也白揍。不是，那啥，如意啊，二姐可不是这个意思。对，如意，以后李大宝再骂你，再抢你东西，你就往死里揍他，到时公安来了，我们俩都给你作证。哼，太奶奶都说了，他们就是我们家的几个赔钱丫鬟，当主子的打自家丫鬟，有啥不对的？咋还犯法哩？走吧，如意，你不是捡到鸭蛋了吗？我们回去吃小野葱炒野鸭蛋去。这事你们谁都不许说出去，我回去就说是我自己磕的，要不我奶和我太奶肯定还会去我三爷爷家里呢。很快就做好了满满的一大桌子菜，如哥如意也正好赶了回来，大伙就开始行动了起来。吃饱喝足后，孙凤琴还一人给他们准备了5斤苞米面。这可不行，你们家刚刚分出来，还是净身出户，我们都没能帮你们啥，咋好意思要你家的粮食？给你们的你们就拿着，我们家要是没吃的，也不会饿着自己的肚子，把粮食都给你们是不是？在几口人一阵劝说下，两人也是接下了苞米面。四姐夫，你说大姐夫咋这么能呢？大姐夫太会装了，以前装的多老实，现在你看，我估摸着他们家以后的日子肯定会过得更好。那肯定啊，而且如哥还说了，要带着咱们一起发家里，哈哈哈。外甥女还说了，先不急着找对象，等啥时候他们带着我把日子过起来，到时可这进的选，可进的挑。俩人就这样一路说，一路闻着香味，晕晕乎乎往家赶。回到家，孙大壮把带回来的粮食以及食物摆了满满一大桌。爹娘，我大姐家的日子过得好着哩，你们看看这些东西，以后可少操点心吧。我就说李富斌那小子不是个简单的，这是之前被李老师压着不敢。好，这年月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与其等着一家人都饿死，还不如拼一拼力。咋爹对大姐夫的说法和对我说的不一样哩？我想去山里弄点野味，拿去城里卖，老爹居然还说怕到时闲没卖出1分，还把自己给搭进去了。可这到了大姐夫这里，就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哩。大壮，你还愣着干啥？还不赶紧去你王叔家，把你王叔叫来，我们老哥俩喝点。这几个大饼子是如哥塞给我的，
说让我拿回来热一热，连饭带菜都有了，就不用他姥姥下地了。我那几个可怜的外孙女都是可人疼的，可惜姥姥没本事，打也打不过李老婆子，骂也骂不过，否则如兰也不会。这时候你说这些干啥？放心吧，你大女婿这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醒过味儿了，不会再听李老头的话了，早晚能把如兰接回来。对，接回来一家人在一起，这事你们就甭管了。我大姐夫说了，他已经在琢磨了，听说山里日子不好过，上面正在考虑要把猎户都迁移到各村。我大姐夫的意思，如果如兰的婆家人愿意，他就想办法把他们一家都迁到李家庄，这样在眼坡底下看着点，谁还敢欺负咱家如兰？好，你大姐夫这个主意不错。孙大壮这话一出，把几口人都高兴的。而另一头，孙凤琴此刻也很激动，她得知了李富斌居然在徐顺利那里听到了好消息。不错，徐顺利那人行啊，看来那天的酒没白给他喝。白喝，天下就没有白喝的酒，如果一顿白喝，那就多喝几顿。我告诉你们吧，还有个好消息哩，许顺利说了，江陵那边他去问，保准能把他娘家的地址问出来。哈哈，那当然了，徐顺利是代表村里去问的，而且还是这样的好消息，江陵他傻，不痛快把地址说出来。可万一呢？要是江陵不希望他娘家人搬来李家庄咋办？那不可能，我以前就听说江陵在娘家的时候实际还挺得宠的，要不然也不会养成那样的脾气，一定委屈都受不得。这事我也听见那么一嘴，好像是说给哥哥换亲，是江陵主动提出来的，然后好像江大虎不同意，他就自己跑下山，自己去找的媒婆。对了，我让你留的肉留了吧，还有烩菜，等下偷偷给徐顺利家端一碗过去。当晚，徐顺利吃了孙凤琴送来的野猪肉和烩菜，就背着手去了李家大院。大伙都在呢，我也不绕弯子了。根据上面的政策，要把猎户都迁移到各村，各村都得积极接收山上下来的百姓。我就想到了江陵他娘家人马，条件挺满足的，反正接收谁都是接收。既然江陵能嫁到李家庄来，那就是李家庄的媳妇，当然要拼着自己村里人。江陵一个就够难缠了，这要是娘家一窝子哥哥都搬来李家庄，那样的日子想想都害怕。不行，这事我们不同意，我们家可不想给自己惹麻烦。那啥，大队长，这事我看还是算了。原本江陵还在犹豫，宋桂花这样一说，立刻就把自家的地址说出来了。叽里呱啦，叽里呱啦。一旁李如霞小声嘟囔着：“娘，你说话啊！要是让李如兰回来，那这个村就又是她最好看了，我又得排第二了。”你放心，那李如兰再怎么好看，不也是人家媳妇了？你可是还没嫁人，还是黄花大闺女里。当初就不应该把江陵换回来，现如今儿子被江陵抓得死死的，媳妇说句话比我这个当娘的都好使。李如兰换江陵真是吃了个大亏了，可没想起李如兰在山里正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心里就莫名的舒服，坚决不能让她回来。徐顺利一走，宋桂花就和两个老的商量起来：“莲，咱们得想想办法，怎么才能把这事搅黄了？可不能让李如兰回来啊！”想啥办法？她回来还能咋的？徐顺利今天来，居然连屋都没进，就说了几句话就走，这对我们家的态度明显不似以前了，有问题。屋里几个人各揣心腹事，脸上都没啥笑模样。而院子里如霞想到他娘说的话，越想越开心。娘说的对，李如兰早2年前就被山里的野人接走了，估摸孩子都生了，哪里还配和我这个大美人比？嘻嘻。一旁的江陵看得恨不得一脚上去。第二天一早，江陵居然出现在了李富斌家门口，几口人都愣住了。我勒个豆！我们全家穿越到了60年代。上集说到徐顺利准备把江姨一家带出山，正好跟大姐团聚，没想到江陵自己找上门来了。我来是想告诉你们，你们家大闺女估计很快就能回来了。来都来了，进屋坐一会吧。咱们也算是亲戚，进来坐一会吧。我知道你们都很惦记李如兰，实际大可不必。李如兰在我家一定过得很好，最起码住的地方肯定比你家宽敞。你们山里不是住山洞的吗？怎么也都盖房子啊？才不是，你听谁说的？我们猎户都有自家的屋子，不过我们的房子都是用木头盖的。用木头盖的？山里不是温度很低吗？那样不会冷吗？咋可能会冷？我们家又不缺柴，我们的屋子冬天可暖和了，哪像你们冬天冻得要死，还不让多烧点。小木屋啊，那也不错啊，估计一定比土坯房干净吧。那啥，玲玲还套起近乎了哩。我是想问问你，我们家如兰和你大哥他们俩现在有孩子了吧？1个多月前，我听我家五弟说，我大哥大嫂他们生了个男娃，算下来应该刚过完100天。1个月前，听你的意思，1个月前你家老五来过李家庄。是啊，那孩子太惦记我，偷偷跑出来的，走了好几天才打听到咱们村。那怎么没听他们说起过？
我没告诉他们，当时我家小五让村里的一个小孩给我传的话，我出去见了他一面，他就赶紧回去了。这话咋说的？走了好几天才找来，咋连顿饭都没吃？那家人啥样你们又不是不知道，他们咋可能留我家人吃饭？也是，这以后就好了。等你娘家人搬来李家庄，你想啥时候回去就能回去，想啥时候见娘家人就能见到。你们是不是早就知道这事了？是，我们昨晚就听说了。不过这对于你和我们家都一件好事，不是吗？怪不得，我就说徐顺利怎么就会想起我娘家人了。玲玲，你看你一时没想明白，听我给你解释解释，你就明白了。你说吧，我倒要听听，你们家啥意思？唉，这也是个孩子啊，就比如哥才大2岁，可怜咧。我是这样想的，我觉得让你娘家人落户到李家庄来，首先这肯定是好事。你想啊，咱们村土地多，还靠山，这样你们一家不但能打猎，还能挣工分。重点是这是上面的政策，不然你们家不来李家庄，也得去别的地方，你说是吧？那你们不会教唆李如兰欺负我大哥吧？你大哥很好欺负吗？当然不是，我大哥厉害着呢，我大哥曾经还打死过一只老狐狸。呵呵，确实挺厉害。这时候还没有野生动物保护法。那啥，江林，我们打算这2天去你娘家走一趟，来李家庄落户的事，也想问问你爹、你几个哥哥的意见，咱不能给他们做主事吧？还有你的担心，我觉得也很没必要。你想啊，你大哥那么能打，你又在一个村里住着，还有啥担心的？你说是吧？你们家有纸笔吗？我给你们画个地图，不然你们就是知道地址，也一半会儿找不到那里。纸笔我有，对，就是这纸小了点。得，够用。随即江林开始画了起来。很快，一张精致的地图呈现在大伙面前。这张图你们拿好了，就按这上面标注的路线走，否则你们不但有可能找不到，还会很危险，知道吗？队里，我那天见你洗衣服没用肥皂，这次我们进城找到2块这东西，洗衣服可好用了。多少钱？我给你钱，不过我没有肥皂票。给啥钱？我们家又不是卖肥皂的，如果给你你就拿着，咱们又不是外人。江林对孙凤琴的话很受用，也没再跟他们母女客气，拿着肥皂就赶紧回去了。我还得去徐顺利家开张介绍信里，你们等着我的好消息吧。徐村长，吃早饭呢？去给傅斌添一副碗筷。不用了，嫂子，我家早饭吃得早，早吃过了。傅斌家这小日子过得舒坦啊，乡下早饭吃得早，那当然是1天3顿饭的人家里。村长，我是想来找你开介绍信的。你也知道现在扎的严，还要去大队盖公章。傅斌一家又不是去城里要饭，人家是去110来里地的山里看望大闺女，咋的？这也不行？哪有110里地？我昨天听江林那意思，也就60、70里地吧。正所谓吃人嘴软，拿人手短。而此时桌上还摆着一碗李富斌家送来的烩菜。走，富斌开介绍信去。很快，李富斌一路跟着徐顺利来到了大队部。没想到今天还能遇到大队书记刘长喜。富斌啊，我听说你们一家从家里分出来了，咋样？有啥困难不？谢谢刘书记的关心，我们一家人的日子还能过，没啥困难。好，你是个好同志，知道不给领导添麻烦。就小小的一个大队长，这就打起官腔来了。那啥，徐大队长，我这次过来是想通知你，救济粮明天就会下到咱们村，你看看要不要今天就和大家把这个好消息传达下去。既然这事已经确定下了，明天救济粮保准能到，那就传达下去也好，让大家都高兴高兴。那还有啥不确定的？解放就在公社，他说的话还能有假？行，等我给傅斌一家开完介绍信，就把村民都召集来，把这件事传达下去。难道这位刘书记的话还有不可信哩？傅斌开啥介绍信？你们一家要出远门，去啥地方啊？这时候城里可查得严，一般人你就是拿着介绍信，也未必能进得去。不是的，刘书记，我们一家不是要进城，而是要去云雾山找我大闺女去。哦，那这张介绍信的开，我记得如兰都走快2年了吧？这件事你怎么不清楚？当时那个下派干部能相中如兰，就是你牵的线。可惜啊，遇见李老师这一家人，也不知咋想的，宁愿把孙女换给一个猎户，也不愿意让如兰嫁进城。因为这事，刘长喜对李老师一家好炖脑了，对李富斌更是瞧不上了。那孩子都嫁去云雾山江家2年了，一次娘家都没回过，他娘一直惦记着，正好现在不忙，我们一家就想过去看看。平时跟个闷葫芦似的，今天居然敢顶嘴了。就你一个小小的大队书记，还敢跟我耍威风？现如今这处境，我就算是只落配的凤凰，那也不能让这个老母鸡级别的人给欺负了。刘长喜的不满，李富斌的不在乎，两人僵持不下。好在这时徐顺利开着介绍信回来了，叫上富斌就走。我去看看长顺，让他找几个人把分粮这事通知下去。打了声招呼，带着李富斌出来了。刘书记家大女婿不是在镇上当副镇长，这不前2年又给他们家老闺女介绍个对象，听说是在县里工作，好像是给副县长当秘书的。
好家伙，难怪刘长喜越发的威风了。之前只听说他家大儿子在县里的供销社上班，还是个副主任，3个闺女也都嫁去了城里，合着这是公社，镇上、县里都有人脉啊。你这是2个人的活一人干，干好了有人领功，干坏责任肯定都是你一个人的。此时徐顺利听到李富斌这话久久不能平复，心里不由得对这个曾经话都不多说一句的李老三又高看了一眼。很快徐顺利也回到了家里，一坐下就想到李富斌告诫他的话，就前些天的事已经很震惊了啊，那么多野菜蘑菇给大家分享出来，就这一点都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反正我们村再也找不出第2个这样无私心的人了。紧接着还能帮大家伙儿换回来不少粮食。刚刚又说了这样一番话，实话说和刘长喜共事这么多年，我还真未见能看透那只老狐狸。这时大队会计李长顺走了进来。大队长，你这是瞅啥呢？没瞅啥，我这不是刚刚听刘书记说明天救济粮就能下来，我正要去找你看看是不是找几个人把这件事今天就通知下去。救济粮明天就能下来了，那可怪好的。另一头李富斌也拿到介绍信回家了。明天就发救济粮，这出门的计划只能又得推迟1天了，不然我们家前脚一走，后脚李家大院那一窝子就敢把属于我们家的那份救济粮都搬他们家去，到时几个泼妇就说是替我们家保管，那徐顺利还能为了我们家和那家人闹翻。我勒个豆，我们全家穿越到了60年代。上集说到老爹找徐村长开介绍信，准备进山找大姐。转天一早，大队部每户人家就开始排着队领救济粮了。如意这次也和咱们一起去吗？要是不带着如意，有好路还能拿车出来溜溜哩。可要把小闺女一个人扔在家，尤其刚刚分完粮食，万一李家大院那一窝子知道我们都不在家，又过来闹事咋办？必须带着，这还有啥可犹豫的？以后咱们一家去哪都一块，更何况如意也想她大姐了，你不带着她，如意肯定会很伤心。对，我咋没想到这一点？那还说啥？必须带着如意，咱们一家就慢慢溜达，就当旅游了。累了就找地方歇一歇，1天走不到就2天，2天走不到就3天。娘，你也别太激动，我的意思，带着如意，就怕她走不了那么远的路。扑通一声，如意去玩耍回来了。娘，我能走，多远我都能走，我绝不拖累你们。呜呜，你们不要抛下我。好，娘答应你，咱们4口人这次都去，没人说要抛下你。对，咱们4口人明早就走，你们娘3今天就把东西都收拾好，要带的都带上，咱们早点起，早点走。如意，二姐没有不让你跟着去，只是这趟去肯定会很辛苦，你可要做好思想准备，知道不？我知道，我都做好准备了。第2天一早，大伙都起来了，可小如意就蔫蔫的低着头站着。娘，我想好了，我不跟你们一起去大姐家了。为啥？咋了，老闺女？你是怕自己走不动啊？没事，倒是娘和你爹换班背着你，咋都不能让我老闺女累着。不是，我不跟着去，就不用给我买新布鞋了。咱家又没钱，娘给大姐做的鞋都是找徐婶子借的麻绳。谁跟你说的咱家没钱？娘去徐婶子那里借麻绳，那是因为去买来不及了。娘想在走之前给大姐赶出来2双鞋，就只能先借点麻绳，而且已经和徐婶子说好了，这次回来就还。是这样的啊，不是咱家没钱买麻绳啊。你个小丫头，二姐啥时候骗过你？那我又可以跟你们一起去看大姐了。娘，我能帮你干点啥？好了，娘这边也都完事了，咱们吃完饭就出发。那咱们家谁给看着啊？咱们走时把窗户从里面插好，门锁上，你爹还弄2个大闸板，等下把窗户从外面封死，这就又上了一道保险。而且娘和爹还和李盼弟爹娘说好了，让他们一家帮忙照看一下，还有徐大队长那边也都打好招呼了，你就放心吧。听到这，小如意一颗心总算是放下来了，安安心心准备和几口人一起吃饭了。随即李富斌带路，带着江陵画的那张地图，几口人就出发了。因为是第1天，一家人还走得挺来劲，尤其小如意担心自己拖后腿，一直紧跟在孙凤琴身边，一步都落不下她。很快走到了中午，一家人就来到了离家最近的一个镇子——繁荣镇。出发之前记得老爹规划的路线，说是把鱼卖到繁荣镇，应该就是这了，然后用卖鱼的钱给几口人买点吃的穿的。在这歇会吧，我领着如意找个地方歇一歇。我都不累，娘咋会累？娘一定是怕我累才这么说的。随即如意看他娘都坐下了，她也只好跟着坐下，然后一坐下，小姑娘才发现实际她也累了。娘，我和爹去买点东西来解暑，等下我们再来找你们。爹，我忘了跟你说，实际我空间里那些大西瓜貌似都熟了，还有玉米好像也都能吃了。这才几天啊，都能吃了？反正个头都够了，
熟没熟，我也不确定。等等不急，咱们今天先卖鱼。如果卖鱼的钱够用，那些西瓜咱们还是留着自家吃吧。这才6月份，这时候又没有大棚，也没有扣塑料膜的，咋让人相信这西瓜苞米都是咱自己种出来的？尤其那大苞米，不缺水，这时候都不可能有嫩苞米吃。你说是吧，闺女？爹，你说的对，那咱们只能放弃卖高价西瓜的打算了。哎妈呀，老爹，我用意念查看了一下，我空间里的小鱼居然增多了。没啥奇怪的，闺女，那些大鱼会下小鱼，小鱼也会慢慢的变大，然后再下小崽儿。那啥，爹，我这里好像多了得有上百条大鱼，看着都有2、3斤的样子，这鱼咋长这么快哩？那还种啥地，干啥能活？就用闺女的空间养鱼就发了。当然这事还是想想算了，老天爷的偏爱肯定不是想让我们一家来整天就躺着，一点不用努力，老天爷肯定派的有使命，估摸着肯定和这2年的灾情有关系，饿死了那么多人，都有点看不下去了，然后就把我们一家派来了。闺女，别研究了，你那西瓜苞米都熟了，还研究那些鱼干啥？是哈，老爹，不过我差不多已经掌握这里的规律了，貌似植物的成长期应该是21天。至于那些鱼，反正咱们赶紧去卖鱼吧，这下是不用犯愁没钱买鞋穿了。随即父女便在名为繁荣镇的小镇上开始逛了起来。爹，前面那有卖竹编家具的，走过去看看。我可以用这大鲤鱼跟你换那双开门的柜子吗？这不下雨，山里也缺水，缺得严重，哪来的鱼？不管了，家里婆娘正着急孩子，没奶水池里。这么大的鱼需要几条？那你就用五条换吧。难道5条还可以商量？瞧着这人那双满是老茧的手，还是算了，给6条。谢谢。这个小柜子留着放在空间里，用来装衣服、装书什么的都行。闺女干啥？李富斌一般都不会反对，就默默地跟着，走到没人的地方，随即就往空间里一扔。等父女俩再次出现在集市上，那个卖竹编的人已经用6条鱼换了不少粮食，正那收拾东西，看样子准备要回去了。送人玫瑰手留余香，可能就是此刻的心情吧。瞧见那人开心的样子，他们父女也跟着心情大好起来。随即父女一路走，便来到了繁荣镇的供销社。我勒个豆，我们全家穿越到了60年代。上集说到我们来到了繁荣镇，准备补给点物资。你看，有胶鞋，同志，这胶鞋咋卖的？可以用东西换不？是这样的，同志，胶鞋属于贵重物品，是不可以用东西换的。而且这胶鞋要1块2一双哩，你拿啥东西能换来1双胶鞋？咱们这就火柴、咸盐、酱油、醋是可以用东西换的，还得看你拿的是啥东西。这父女俩一进来，怎么感觉能闻见鱼腥味？难不成这爷俩备的是鱼吧？那这种布鞋多少钱一双？布鞋便宜些，这种男士大号的9毛钱一双，小一点的8毛5，最小号的8毛，女士布鞋大号的8毛，中号的7毛5，最小号的7毛。还想请问下有没有童鞋多少钱一双？童鞋不分大小号，都是6毛5一双。咋办啊爹？貌似我们没有票啊，那我们这些鱼咋整？也不能卖，只能去换些别的东西了。要不咱们去旁边的收购站看看？哎呦，你们还真有鱼啊，多大一条的？随即李如哥就拿出来几条。那啥，你们爷俩先别急着走，我去找找我们主任。随即就被带到了后院，把筐都放在地上了。在来之前，老爹就让如哥往筐里放了30几条鱼。我给你们4毛钱一斤，如何？4毛一斤，貌似猪肉才7、8毛钱一斤吧？可以，不过我们还想买几双鞋、几斤饼干和糖果。小事，你们父女俩今天买啥都不要票。很快38条鱼称完110斤，共计卖了44块钱。这些钱都够他们这些售货员2个月挣的了。瞧黄主任笑的那样，估摸这些鱼转手就能为他变出更大的利益吧。随即父女俩就来到了柜台前，买啥都不要票，绝不能便宜那个老小子了，还说大话。我要4双布鞋，4双胶鞋。好的，我记下了，这里是7块8毛钱。我还要2斤大饼干，糖块再来1斤吧。居然还有卖乳精，不过1块8一桶，还是1斤装的桶，还真有点贵啊。卖乳精来2桶吧。随即李如哥就把钱递给了售货员。这爷俩这是没见过钱吧？有了钱就知道花，这一圈下来14块4就没了。女售货员看父女俩要结账了，终于松了一口气。只见李如哥又转去了卖布的柜台，看到了里面的白花旗布。这个多少钱一尺？这个要3毛8一尺。那棉花多少钱一斤？棉花1块3一斤。白花旗你要是买个3尺2尺的，没布票可以，我这里有一些布头，可以给你凑一凑。可你要是买的太多，那我可做不了主。还有棉花1块3一斤，是要棉花票的，这个不给票，可不能卖给你。可是刚刚黄主任不是说了，我们买啥都不需要给票，你咋又说不行了？是，黄主任是这样说的，可你这买的也太多了，我还是去问问黄主任吧。你们等一下。问就去问吧，反正不能错过这个机会，行就买，不行就拉倒。
没一会，跑去后面的人又跑了回来。那啥，我们主任说了，今天就扩个例，不过你们以后有啥好东西，可得都送我们这来。那白花旗给我来30尺，好给4口人做4床大棉被，还不得这些啊！我和小如意的棉被可以做4斤棉花的，老爹老娘的6斤棉花过冬妥妥的了。这时又走过来一个女售货员。小赵，你确定这是黄主任的意思？我问了，黄主任的确就是这样说的。要不我再去问问。还是我去吧，我亲自和黄主任说这件事，放心，不会让你担责任的。李富斌也和黄主任说明了来意。怎么买这么多？不会以为不要票就想多买点，可你们一下买这么多，我这边也不好弄啊。如果你相信我，1个小时后我再给你们送20条鱼咋样？30条，依旧是4毛钱1斤，咋样？真？那几家饭店的？说话留半截，剩下的就靠黄主任自己脑补了。很快父女俩绑着大包裹从供销社走出来了，那家伙的老壮观了，这一路吸引的眼球太多，父女俩也不敢把东西往空间里扔，就这样一直走，直到要到孙凤琴和如意等待的地方的时候，父女俩才把棉花、白棉布都收进空间里。一切妥当之后，一家4口就再次见面了。如意，你看这次我们换了不少东西里，饼干、糖果都由你自己拿着吃吧。我们还跟别人约定好了换东西的时间，我们一会回来哈。这次去，俩人直接就去了后院。黄主任称了称30条鱼，一共92斤，我们就要80斤的钱，剩下的12斤刚好4条鱼。卖鞋的那2个女售货员，1人1条，剩下都给黄主任。哎呦呦，小姑娘真会办事，太感谢了。最后送俩人出来的时候，李富斌变成了李老哥，李如哥就成了小侄女。很快一家4口再次会合，赶紧往云雾山的方向出发。这下好了，以后再往出拿啥都有借口了，都可以说是从繁荣镇换的买的。二姐和爹买了这么多东西，钱是打哪来的？就在这时，天上飘来几块黑云，李富斌预感不妙，怕是这雨真要下来了。干旱天的雨哪那么容易下来？前几天就有大黑云，把大家给高兴的，最后咋样？还不是一滴雨都没下。但愿这雨能在咱们一家到云雾山之后再下，不然就只能把帐篷拿出来了。行，要是赶上咱们一家在野外下雨，那你就把帐篷拿出来，就说之前一直藏在你那筐里了。还有那老些棉花，等回去之后，娘，咱们做几床新棉被吧。被里用的白棉布我都买好了，背面可以用家里那些花布，不够哪天我和我爹再去纺织厂搞点来。好，我知道了，先别说这个了，你看如意又蔫了，我估摸是累了，不行，我看这天也要黑了，咱们一家赶紧找个地方停下来做点吃的，今天的行程就这样吧。爹，我和我爹说去。母女俩说完，转身向后面走去了，把他娘的意思和那父女俩说了下。随即一家人马不停蹄的又走了近千米，就为了找个安全的地方露宿。这里地势高一些，上方还有挡雨的石块，就在这了。随即李富斌在地上铺了些干草，把破棉被放了上去。一旁孙凤琴已经把瓦罐架上了，里面的野菜蘑菇汤也已经煮上了。没放几片肉啊？放了，家里那几斤咸肉我都带着了，咱们路上吃一些，剩下的给如兰拿去。中了，不过大闺女家里应该是不缺肉吃，毕竟一家都是打猎的好手。是哈，我咋把这事给忘了？那这块肉就不用给大闺女留了，我再切点，给你们也几个好好补补。李富斌回头望了望2个闺女，发下已经呼呼大睡了。俩闺女这是累坏了，不然咱们明天再慢一些，今天还是有点走急了。行，尤其上午是走得太急了，几个小时就翻到繁荣镇了。那路要是这么好走，李家庄的人干啥不来这边买东西？我看你们就买了4双胶鞋，咋没给如兰也买1双哩？刚刚买胶鞋的时候，情况有点紧急，我和闺女都担心那个黄主任改主意，都赶紧买，还真忘了如兰的。那把我那双给如兰吧，我记得如兰也是37号的脚，正好我还给她做2双布鞋，加上这双胶鞋，还有那一身衣裳的布料，算是娘家给她补偿的陪嫁吧。依稀记得这时候的姑娘出嫁，有条件的都会做几双布鞋包个包，再包点衣裳或者棉衣，那东西一件就能包一个大包。总之是凑的包越多，在婆家人跟前越有面子。然后到婆家，一些女眷亲属还会打开包，说是看看新娘子的针线活好不好，实际就是想看看包里都包的啥。大闺女走的时候，别说包个包，甚至连身上的破衣裳都没换一下，穿着草鞋就出嫁了。沿途再看看，如果还能碰见繁荣镇这样的地方，咱们再给大闺女买点啥，多凑几样嫁妆。多买点，还有小外孙的礼物，是不是还没准备？3个月大的小外孙，这可是我们家的下一代，必须不能亏着。我们全家穿越到了60年代。上集说到大伙赶了好几十里路之后都累了，准备在路边露宿一晚，第2天再出发。第2天一大早，几口人再次出发了。今天运气好，走了一段路之后，在路上遇到了一个车夫，便载了他们一段路。
瞧你们这一大家子准备出山去哪？去云雾山。云雾山啊，那地方叽里呱啦叽里呱啦。说着还帮他们一家指了路。坐了很长一路之后，车夫跟几口人便不顺路了，几口人也只能照着车夫指的路继续前进。我们得加快步伐去找个避雨的地方，看似今天是真的要下了。说着瓢泼大雨就迅速的下了下来。好巧不巧，几口人又正好遇到了一个山洞，貌似前面真的是个山洞，快跑起来！如意淋湿了没？哎，幸好我们跑得快。随即李富斌准备在山洞里整理一下，休息会，等雨过后再出发。这咋有个人脸？哎妈呀，吓死我了！冯元恩，冯元恩是谁？就之前我跟你说，跟老爹去卖野菜遇到的那个像大明星的人啊，是他啊！李叔啊，你们这一家是准备要去哪啊？你小子可把我吓一跳哩！我们一家4口准备去云雾山看我大闺女去。查，我也正好要去云雾山，咱们正好顺路啊。这么巧，看得出你们一家最近应该过得不错。那还不是托了你的福。大伙应该都饿了吧？来的时候带了点干粮，我发给大伙尝尝。要是天天都能吃饱，我说的是所有人，是不是大家的脸色都会变好？这孩子年纪不大，心倒是不小，这还装着天下人呢。会的，迟早有一天，我们不会再为粮食发愁，说不定有吃不完的粮食里。那一天虽然还有点遥远，但未来的却有那样的一天。只不过那是18、19岁的小孩子，可没有冯元恩这样忧国忧民的心。随即冯元恩连忙拿出了身上的几块水果糖，给你和你二姐一人2块。天，这种糖块我二姐那里有1斤哩。抬头见到爹给他使了个眼色，连忙接过糖果。谢谢大哥哥。冯元恩见小丫头长得还挺好看，就伸手捏了捏小如意的小脸，把小姑娘给惊的差点咬到她一口。哼哼，二姐说了，姑娘家长大了，一定要有防范心，绝不能让人随便乱碰，摸一下都不行。这人居然还敢加我！哎呀，这小姑娘身上也没带啥了，要不然还能哄哄她。小冯，你去云雾山干啥？我和那里一些猎户有些生意上的往来，所以每年我都会往云雾山跑几趟，今年这已经是第2趟了。你居然还敢做生意，就不怕我们去举报你？有什么好怕的？你会，李叔和李婶子都不会。哎，你这人咋说话呢？啥叫我会？如哥，这话到此为止，不许再说了。知道了。你常年往云雾山跑，接触的又都是猎户，那你认识江大虎一家吗？你们一家去云雾山走亲戚，不会就是去江家的吧？江大虎是我家大女婿，不过我们一家到现在都不知道江大虎长啥样。我大闺女是他爷奶做主换亲给江家的。啊，那可太巧了！我这次去云雾山就是去江家，你们家大女儿，我前段时间还见过。真的啊？那你赶紧和我们说说，我家如兰在江家过得咋样？和那个江大虎打架不？对了，你上次见到他的时候，他们家孩子是不是已经出生了？你这一下问这么多，让袁恩咋回答你？我们当初很对不住大闺女，这孩子又2年没有音信了。那啥，你可以如实告诉我们，你看见我们家如兰的时候，她是不是被限制自由了？限制自由？不可能的，江大虎虽然是个猎户，但可不像你们想象的那样，那人并不是个粗鲁人，而且我瞧着他对你们家闺女还是不错的。那如兰这2年怎么没想过要给家里捎个信礼？我瞅了瞅外面好像不下了，要不咱们早点走，如果顺利，当晚就能到，到时你们不就能见到你们家大闺女了？对，早点走，这回有小冯带路，咱们也能少走点冤枉道。很快一家人在冯元恩带领下登上了云雾山，走进了戚家村。这里虽然叫戚家村，但因为7户人家都分散得很远，所以这里也称不上是个村子。那江家？这前面咱们走过这片竹林，就能看见江家了。今年不是灾荒年吗？感觉这里怎么没受多大影响？爹，你看这片竹子长得可真好啊！难怪老江家不愿意下山，这地方的空气这么好，而且还有这么大一片竹子，这吃竹笋可方便多了。最重要的一点，这种地方肯定没有干部愿意下来，这走一天累个臭死。这里还就7户人家，来干啥？很快几口人就见到了江家，远处还有个包着花头巾的女子，不会就是我们家大闺女吧？小如意这时已经冲了过去。大姐，我和爹娘二姐来看你了。爹娘，真的是我大姐。江家老少6个光棍，目前就老大江大虎娶了媳妇，那在这个院里看见的女子，不是他们家大闺女还能是谁？你们一家人先说说话，我去后面找找江大伯去。如意，你们怎么来了？爹娘，如哥，你们怎么都来了？大姐，这2年你过得好不好？感觉我这话有点多余了，不好能比以前胖这么多。而且大姐脚上穿的、身上穿的都是在家17年都没穿过的布鞋，也没一点补丁。好，大姐挺好的。李如兰只来得及和李如哥说这一句话，就被冲过来的孙凤琴又给拉怀里去了。
如兰，你可想死我们了！我和你爹，你2个妹妹，这2年每天都在想你，惦记着你，快点让娘看看娘的如兰有没有瘦。哎呦，没瘦，不但没瘦，娘瞧着你好像还胖了不少，也白了。哎呦，我大闺女更俊了，哎，这娘就放心了。娘怎么变得这么能说了？还抱了我，瞧着一家人好像也比在家的时候有精神了，也都胖了好像。爹娘，你们咋都来了？我爷奶大伯他们要是因为这事难为你们咋办？管他们呢，咱们家现在分出来了，想去哪用不着和他们请示啊。分家了？怎么可能？我爷奶能同意咱家分出去？之前爹也曾提过要分出去，当时爷奶是咋做的？不但把爹狠狠地揍了一顿，还揍了娘。听见分家的事情，把李如兰惊得够呛。细情等娘以后和你慢慢说。那啥，我女婿他们呢？还有我那小外孙呢？大虎他们去干活了，孩子在睡觉。爹娘，你们先进屋歇歇，我这就给你们做饭去。这天看似还要下大雨哩，大女婿他们也几个干啥活去了？他们都去挖笋了。这不是今天下了点雨，我爹说这天笋好挖，他们哥几个都去了。这时一来到江家，就很自来熟的冯元恩已经不知去哪把江家几口人都叫回来了。我勒个豆，我们全家穿越到了60年代。上集说到千辛万苦之后，终于与大姐团聚了。李富斌看着走过来的江老头，仔细打量了起来。这么儒雅的人，怎么可能只是个普通的山里人？李叔，我还忘了告诉您，实际我江大伯还是个神医呢。真的，我这条命就是我江大伯从死神手里夺回来的。难怪，正所谓救命之恩大于天，说江老头是冯元恩的再生父母都不为过。亲家，别听冯小子瞎说，我也就是常年和动物打交道，受了伤就自己琢磨着治一治，哪里就真懂得啥医术。冯元恩找到江老头时，已经和他简单介绍了一下李富斌，江老头这声亲家才会喊得如此真诚。随即李富斌就像讲故事一样，把山外面的生活和他们一家看到的绘声绘色的给江老头描述了一遍。所以说外面的情况还不如山里，我们这里好歹还不至于挨饿。是啊，大山养人啊，而且你们这里还人少物资多呢。就比如刚刚江老头背回来的那一篓子竹笋，先不说大青山有没有，就是有，大家都饿得像饿狼一样，还能留到现在，等着他们长大，早都一冒出来，就挖着吃了。而另一头，李如歌和李如意已经把自家为啥会分家简单和李如兰说了一下。此刻孙凤琴正高兴地抱着她的小外孙。当初我同意和杜媒婆走，就是因为他们都答应我，只要我老老实实嫁给大虎，他们以后一定会对你们好。尤其奶还指天发誓，要是他做不到，就不得善终。你奶的话你也信？如果发誓管用，那你就等着他不得善终吧。娘居然敢这样说奶，爹娘一定是被那一家人给逼的，终于学会造反了。盼着这一天盼了快20年，终于盼到这一天。以前爹娘啥事都让我们忍着，那我喜欢您和爹现在的样子。说完，李如兰的眼泪就下来了。如兰，以前都是爹娘对不起你，希望你不要怪我们就好。不怪，我从来没因为自己怪过你吗？那就是因为你2个妹妹被欺负，怪过我们呗。你看你就有啥说啥就得了，和娘不用绕弯。哼哼，那时娘整天就2件事，生儿子干活，哪里还顾得上我们？都是大姐整天像个老母鸡似的顾着我和小如意。才不是，娘那会儿整天被奶和大伯娘盯着，想照顾我们也照顾不上，是不是娘？我这是上辈子做了啥好事啊？今生能有这样仨闺女，是，还是我老闺女最理解娘。说着就把小如意拉过来，吧嗒亲了一口。别说了，我是娘的小棉袄，二姐是棉裤，大姐是棉大衣，憨憨。说完，小如意自己都哈哈笑了起来。这人真的是娘吗？居然还亲了如意。记得娘以前最不喜欢的就是如意。李如兰呆愣愣地瞧着眼前看见的这一切，嘴角不自觉地上翘着。这个样子的她，更像那张小照片里的女子了。呆妈，啥东西糊了？娘几个都待在厨房里，还能让东西给烧糊了？找打的节奏啊！没事的娘，刚刚我没注意，火烧大了，等我把火撤出来点，就没事了。一阵兵荒马乱后，娘几个又哈哈大笑起来。而另一头，江家大女婿也回来了。孙凤琴和李如歌赶紧跑了过来。我倒是想看看这江大虎到底长啥样，能不能配得上我们家天仙大闺女。此刻正站在李富斌面前，被老丈人上下打量着。两来您都瞧见了吧？这人不但长相不错，还是个疼媳妇的理啊！娘又不瞎，看得见啊！长相不错，身高也合格，很符合想象中女婿的标准。这也不像李如霞说的满脸胡子的野人啊，貌似还是个挺爱干净的。娘，给如兰，我们今天运气不错，碰见2只野鸡，等下都炖上吧。好，正好我泡了些干馍，等下用腊肉再炒个笋，我爹娘他们一定能爱吃。夫妻俩站在这说话时，江大虎的声音也是和和气气的，一看就是感情不错。他们家大姐这是因祸得福了。这时江家五虎已经全部回来了，站了满屋子的人。你去和娘说，咱们去竹林里瞧瞧去呗。
你咋不去和娘说？娘最喜欢你了，我去说，娘未必就会答应。李丑丑那边都是大男人，咱们2个小姑娘站在这，他们都不好意思洗漱了。是哈。随即小如意哒哒哒跑去了厨房。行，不过你俩注意安全啊。娘答应了，爹未必就会答应。小姐妹俩做贼一样，偷偷摸摸的溜出了江家。另一头江老头也瞅见姐妹俩出去。江小五过来，你带着点赛虎跟着去看看，别让你大嫂那2个妹妹伤着。知道了。江家几兄弟逼回去那么多竹笋，我也出来往空间里收一些，或是种一些。嘻嘻，我可不想种苞米了，我得留出一大块的种小麦，再种点竹子，不过还得去搞点小麦种子才行。不过就我这空间感觉还是太小了，大苞米高高的，再加上那几棵西瓜，2棵苹果树，感觉都把空间挤满了。二姐，我觉得大姐家比咱们家日子都过得好，你说大姐夫会同意和咱们一起回李家庄吗？还真有这个可能，不过这不是想不想走的问题，而是上面还让不让他们一家留下来。如果上面坚持让他们这7户人家都下山，那江家人再怎么不愿意走，也不能不走。刚刚听了江老爷子那意思，和这李家大院这2年来一直瞒着江陵的信息不让他们知道。刚刚大姐夫回来，感觉对爹还是有点冷淡淡的，还是跟和他爹的谈话，说这老丈人还行，这才给了我们一家人个笑脸。咱们甭管了，这是让爹娘和他们去说，咱们就等着听准消息就是了。可是我想让大姐和咱们回去。刚刚我去瞧小外甥，我可喜欢了。二姐，要不你也赶紧嫁人吧。你这臭丫头，你二姐才多大，你就想我嫁人？赵小花她大姐就你这么大出嫁的，现在也生小孩了，不过她生的那个孩子可丑了，瘦的跟个小猴子差不多。我才不会那么早出嫁，你也不许啊。而且爹那天不是骑着周朝阳的自行车带你去过学校了，咱们姐俩这次回去估摸就得去上学了。好，我听二姐的。二姐你看，这是不是大姐夫他们挖的竹笋？貌似还真是，不过这咋挖？小如意还在旁边，空间里的铁锹又不能用了，咋把这丫头带出来了？哎妈呀，失算了！姐妹俩正围着那个刚刚冒尖的竹笋发愁时，冯元恩背着背箩带着工具出来，用手抠啊，不然还能咋整？既然你拿了工具，那借来用用呗。凭啥借你们？我自己还要挖笋呢，难得来一趟，我想多挖点，然后带回去炒肉吃，炖排骨吃，或是晒成干，留着冬天炖小鸡，鱼的时候放点进去多好吃。一旁小如意口水都流了一地。哈哈，如意，咱不馋哈，你等着，二姐今天一定给你多挖几个笋，拿回去让娘给你做着吃，保准比她说的还好吃。娘做的一定更好吃。刚刚吃了她娘带的点干粮，哎妈呀，那叫一个香啊！那啥，咱们一起，然后把挖出来的竹笋都给你们，到时我去你们家吃就行。刚刚在路上听见老爹和冯元恩在探讨黑市上的物价的问题，感觉像是整个青山县的黑市都是他在操控一样哩。李如哥很会猜，但还不够大胆。实际上冯元恩的野心可不止眼前这点点，而是一个省的黑市都在他的掌控之中。19岁的他，13岁进入黑市，已经在黑市摸爬滚打了6年。当年冯家的家产被充公，说一夜之间变得一无所有一点不多，家里所有的东西都被搬空了，房子也大部分都被划分给了老百姓，就留下一个小院子。12、13岁的冯元恩和家人吃了半年的咸菜疙瘩，瞧着他娘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小少年第一次走进黑市，就用自己偷偷留下来的2颗金花生换了些大米白面回来，就连他自己也没想到，有一天他野心这么大，甚至越来越大。他现在想要的可不只是一个省的黑市，他想要把全国的市场都掌控在自己手里。姐妹俩怎会想到眼前和他们一起挖笋的人，竟是心黑手黑的黑市大佬。几个人挖了半天，残缺不全挖了半筐，还大多都是小如意动手挖出来的。就问你们惭愧不惭愧？为啥要惭愧？未来这些笋要怎么吃，我还要费脑筋琢磨呢。肉不是还得我来提供，不然不放肉，你琢磨出花儿来有啥用？妈妈，他们都欺负小孩，你老闺女被人当童工使唤哩。躲在暗处的江小五瞧着这3个人，哈哈大笑，还以为谁都没听见，实际大的动静早已暴露了他的行踪。这江小五不会是不好意思才躲起来的吧？我勒个豆，我们全家穿越到了60年代。上集说到冯元恩居然还有另一层神秘身份。江小五出来吧，咋大男人还脸红啊？脸红不都是女孩子们常干的事吗？江小五你不会是女孩子吧？然后为了方便成长，被江大伯当成男孩来养的？你才是女孩子，你们全家都是女孩子。哼！几人竹笋没挖得多少，肚子饿得咕咕叫。走，不挖了，回家吃饭。几人才到门口就闻见了传出来的香味。今晚的菜一定是我娘做的。是吗？那我可有口福了。几人不由得加快了脚步。洗完漱之后，凑在一起做了满满的2大桌。这时江二虎耷拉个脸走了进来。李富斌，我爹请你出去。这家伙相似谁欠他800万，是欠800亿一样，不会觉得我们一家来吃他们家粮食心疼了吧？
江大伯，这是我们一家这几天的口粮，您看够不够？不够我们可以用钱补。哎，老二这是又听黄英说啥了？这个家看来也要拢不住了。你丫头，这话是咋说的？你们来我家串门，哪里需要你们自己带口粮？要的要的，现在粮食都不富裕，谁家都不会有多余的口粮，所以我们一家来的时候就想到了，把这几天的口粮都带来了。大虎，把你岳父家拿来的粮食收好，等哪天给老二拿去当聘礼。我这话一出，比骂江二虎一顿都让人脸红，给他涨的脸色一顿通红。老爷子就知道说我，本来就是。大嫂娘家一下来这么多人，还不知道要待几天，这一天得吃多少粮食。二虎哥定亲了，哪天办喜事啊？我后天走，能赶得上不？哪有那么快？还没正式定下呢。就是那个黄英之前要嫁给我大哥，现在又要嫁给我二哥，过几天说不定还想嫁给我三哥里。江小五，你找揍啊！都给我消停点！亲家第一天来家里，你们也不怕人笑话咱家没家教？一声吼顿时都消停下了。这时孙凤琴和李如兰也从厨房里出来了。婶子，这道排骨炖笋，您做的是我吃过最好吃的，比任何人做的都好吃。是吗？喜欢吃就多吃点，等以后你去婶子家里，婶子还给你做。那我以后一定得常往您家跑几趟。小野鸡炖蘑菇也好吃，这道菜我们家倒是常吃，的确没有亲家母做得好。很快大伙就忘记了不愉快，就开始吃了起来。不一会就吃的差不多了，男人在一旁喝酒，母女几人就在屋里。山麻子拿的这是啥东西？谁给你的？我给的，这应该是块玉石，没事的，我都已经洗干净了。你打哪弄来的这东西？捡的，就那次我和你说过，我和爹娘被困在山里好几天，在山里捡的。捡的还行，山娃子好像还挺愿意玩这东西，要不然往天我们在外面吃饭，他可没这么老实，都得我和你大姐夫轮班抱着才行。大姐，江二虎那个对象是叫黄英吧？他之前还想过要嫁给大姐夫这件事，你知道不？这是你咋知道的？刚刚你和娘在厨房，可能没听见。江二虎给我们白脸子，我以为他只是担心我们没带口粮。叽里呱啦，叽里呱啦。李如哥又把刚刚发生的事情跟大姐讲了一遍。就那个黄英，她能不能嫁得进来还不一定呢。这事只要让江玲知道，她这辈子就甭想嫁进江家。这是和江玲有啥关系？黄英比你大姐夫小6岁，今年也才22岁。不过5年前，两家人就开始说这事了。5年前黄英才17岁吧，就给你大姐夫张罗亲事了。怎么这事都过去5年了？那当时他们怎么没成？是谁看不上谁的？估摸一定是我大姐夫没看上黄英。还真不是，可能当时黄英年纪还小，再加上你大姐夫，你可能也听说过，之前一直喜欢留着大胡子，然后黄英就各种看不上你大姐夫。可戚家村就7户人家，老黄家4个闺女，2个小子，可能相中江家男娃多了。黄英他爹娘那会儿非要给他定下这门亲。黄英见家里那边说不通，就跑来江家闹，骂你大姐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骂他没出息，将来肯定一辈子都待在山里当野人。他说他死都不会嫁给你大姐夫，让老江家死了这条高攀的心。你大姐夫无所谓，再说他也懒得和女人骂架，他这边一不出声，黄英还以为你大姐夫这时对他还没死心，就更生气了，然后就越骂越难听。刚巧江玲这时娃也才回来了，那时江玲才多大？5年前才15吧，一回来见黄英堵在家门口骂他大哥，二话不说扔下背筐，拿着锄头就开挠，绕着满村子追。这些事我也是听江小五说的。大虎嘴巴严，撬不开。据说当时15岁的江玲，黄英的脸给挠破相了，然后就疯了似的拖着黄英一路把他拖拽回去，并警告姓黄的一家。以后你们再敢打我大哥的主意，我看见黄英一次揍一次。我向老天爷发誓，我一定要给我大哥找一个比你黄英强100倍的女人当媳妇。这件事之后，据说他就已经淘汰好几个了。小五说，后来他找到了杜媒婆。你说这个要求也不是没有，李家庄听说过吧？那里李家大院里有个叫李如兰的姑娘，10里8乡都没有这么俊的李，又能干活，人品又好。所以后来江玲才会大老远的跑到李家庄来的，就跟你大姐我换亲了。那姑娘这是有多在乎这个大哥，居然为了江大虎做出这么大的牺牲。接下来的事就不用说了，黄英因为这件事肯定是也不好嫁了。那姑娘也是个心气高，婚事就一拖再拖，直到把自己拖成老姑娘，也没能嫁出去。我天，这年代才22岁就被说成老姑娘，别是因为脸上的疤痕不好嫁的吧？应该不是吧？黄英脸上的疤痕有我公公送去的药，早都已经好的差不多了，不过仔细看还是能看见一些痕迹。不过黄家这次上门提亲还真是用的这个理由，所以江老爷子也没有一口回绝。哼，江大虎你个骗子，明明长得这么俊，留什么大胡子啊？后悔死了。我勒个豆，我们全家穿越到了60年代。上集说到没认识大姐之前的帅气大姐夫，居然还能被人看不上。黄英哪知道剃了胡子的江大虎这么好看，可能他现在后悔死了。
江大虎，你个骗子！我才不要委屈嫁给江二虎。伤疤，对，一定是脸上的疤，不然大虎哥不可能看不上我。江家，我跟你们没完。还好，黄英心态都要爆炸了，感觉这次嫁江二虎是不安好心的。可江二虎是被迷得神魂颠倒，黄英说啥话他都相信。那他们俩现在只是议亲阶段，还没正式定下呢。还没呢，我公公一直都没点头。不过二虎和黄英现在已经公开一起出入了，估摸这是最后，我公公也未必能拦得住。你们这个家多好，要是整那么个小家精进门，那你们一家可就别想有消停日子过了。是啊，谁说不是呢？我公公也是这样说的。可二虎现在谁的话都听不进去，黄家又逼得紧。呵呵，那就只能把江陵那尊大佛请回来了。好像外面喝酒的没动静了。道，如意收拾碗快去。很快收拾完之后也不早了，大伙就进屋睡下了。第二天李如歌早早的就醒了。昨天没找到机会，趁如意还在睡，今天得赶紧去收一些竹笋进空间。随即李如歌就偷偷摸摸的来到了竹林。另一头，李富斌和冯元恩跟着江家爷几个也起来，就拎着李如兰母女做的干粮准备去林子里挖笋。小孩子都这么粘人的吗？这次出来小丫头真快变成小尾巴了，走一步跟一步。昨天听老爹的意思是今天他们准备分开行动吧，好像一拨人去挖笋，另一拨人去打猎，就在这了，不往里走了，等着遇到了也不好。收。瞧见一个收一个，一会功夫，空间里就堆了一大堆，还要留出点空间来种小麦粒。这破空间也不搞个升级活动，都快堆不下了。这里也不少了，还是赶紧回去吧。咋这堆竹笋还金光闪闪的？哇靠，难道还有金笋？不，这是金条。妈呀，这金条是咋跑进来的？收了这么多地方打哪出来的都没注意。这东西既然埋在江家附近的，肯定就是大姐夫家里的，得赶紧放回去。这要是被发现可不得了哩。不过收了这么多地方，咋知道是哪出来的呀？妈呀，谁来救救我呀？等等，看似这4根金条做工也不是很精致啊，貌似从一大块金子上剪下来的，然后随便弄成了这样。江家人一直守在这里，这附近不会是有金矿吧？那这可是要上交的呀！这里要是真有金矿，肯定不止这点黄金。说着，李如歌就放心大胆地闪身出了空间，继续往江家竹屋的方向走。这几根金条和李家大院那些金条比起来，无论是做工还是重量，肯定是不如从李家大院挖出来的那些好。不过这几根小金条揣着还是有点烫手。不过竹林这么大，走过的地方那么多，也不知道是哪出来的啊。先不管了。本来心情就不怎么好，一回来就见院里站着个趾高气扬的女人。这不会就是那个黄英吧？大姐，你家来客人了，这是打哪座大城市里来的客人啊？看着好洋气啊，不会是哪所大学里出来的吧？好有文化的样子呢。还摆起动作来了，还好看得出眼前黄英穿上这一身衣裳是相当的自信里。看来我说的话，这人连脑子都没过，全当真了。看来真是个好赖话都听不明白的250。哈哈，还大城市里来的，还哪所大学来的？闺女还讽刺起来了。抱着小外孙的孙凤琴听了闺女的话走了过来。瞧瞧你二姨那啥眼光，一看就是没见过啥大世面，爱井底之蛙要不的。山娃子，咱不学你二姨哈，咱可得走出大山，去大城市里读书，否则就得跟你二姨似的，还以为穿了一身好衣裳就是啥了不起的人了，简直就是鼠目寸光。李如兰他娘这是说谁呢？鼠目寸光，井底之蛙，咋感觉这话在说我离？哼，凭啥？我哪里不比他们强？瞧瞧他们一个个穿的，出来走亲戚，还穿着打补丁的衣裳。李如兰不懂他娘和二妹说的是啥，只知道有趣，也在一旁偷偷笑了起来。哼，李如兰还笑，一定是说我是听说你娘家来人了，好心过来看看有没有啥需要我帮忙的。哼，我知道你们都是因为嫉妒我。妈呀，你可打住吧！本想刺激他几句，让他转身离开就算了，毕竟江二虎娶谁，该着急的也不是他们一家。可遇见个听不懂人话的，还一副不打算走的样子，这可就不能怪我了。我说这位大姐，您是江家什么人啊？还有你说我们嫉妒你，就凭你觉得是你长得比我们娘几个好看，还是你哪里比我们强啊？拜托你转身出去，那边有个大水沟，你去照照，你哪里配说这样的话？你这姑娘是大嫂家二妹吧？小姑娘伶牙俐齿的可不好，不然可是要嫁不出去的哟。就像你一样，当年要不是你跑上门来大骂我大姐夫，泼妇的名声传出去，不然说不定早嫁出去了。你胡说，谁说我嫁不出去？我那是不愿意嫁。哼，李如兰，一定是李如兰说的。随即便狠狠地瞪了李如兰一眼。我就是个看热闹的，咋还瞪我干啥？瞧见了吧，我这针织衫，这可是我家城里的亲戚送给我的，而且我家亲戚还说要把我介绍到城里当工人哩。天，城镇职工的子女都安置不了，多几年都要往乡下打发，城里缺你这么个250，是吗？那可得恭喜你了，那要你以后可就是城里人了，肯定也能嫁一个城里人，为啥还要纠缠老江家，非要嫁给江二虎？难道我不想吗？可是我爹他……你若不嫁进江家，
就把这身好衣裳给你那几个妹妹，进城当工人的机会也给那几个妹妹。看着山娃子睡着了，李如兰便带山娃子回屋睡觉了。娘三个就陪着黄英大眼瞪小眼的看着。正所谓你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啊。如哥，咱们家补给你大姐的驾照，你等下记得给你大姐，不然走时忘了咋整？知道了，那我去拿过来吧。随即李如哥就把2大背箩东西放在了堂屋，也把李如兰也叫过来了。二妹，你把这么多东西拿来放在这干啥哩？你仔细瞧瞧，爹娘说了，这是补给你的嫁妆。说完还瞄了一眼黄英。啥？李如兰的娘家穷的饭都吃不饱，这咋来的？随即李如哥正一样样从筐里往出掏，堆了满满一大堆。呵呵，不会就是一些不值钱的破烂吧？给大姐5块钱，是爹让我给你的，说让你给小外甥买点啥。我们来的匆忙，也不知道给小孩子买点啥好。虽然爹娘二妹都说他们遇见了贵人，家里状况好了很多能有多好？这么多嫁妆，家里日子不过了啊！如哥，这些东西我可以收着，到时候多给爹娘带些吃的回去。钱我不能要，张娃子还小，也没有啥花钱的地方，这钱你们还是拿回去吧。这钱又不是给你的，你赶紧替山娃子收着，留着他长大念书时用。上辈子这是干了啥好事？咋摊上这样好的爹娘，还有2个妹妹也这样好？李如兰正激动着，这时出去挖笋的人都回来了。这咋摆了这么多东西？瞅了瞅，见到黄英，脸子立刻拉了下来，看向李如兰时马上又变得温和起来。哪来的这些东西？是我爹娘给我补的嫁妆、布料、棉花、布鞋，还有吃的。看得出亲家一家对如兰还是很重视的，这是倾其所有了吧？还拿来了那么多口粮，这又给大儿媳补了这么多嫁妆，反而显得我们家有点不厚道了。随即便想和李富斌说几句客气话，一旁黄英就看不惯了。不就几块破布，有啥了不起的？我爹娘说了，我出嫁的时候，我们家最少给我做2套行李，打2口箱子。文瞅着黄英来挺高兴，这黄英干嘛哩？老3老4都说了，和大哥的老丈人搞好关系，说不定老爹就能同意我的亲事了。这下让我咋整？把江二虎给急的，使劲给黄英使眼色。你们黄家日子过得好，那是你爹有本事。那啥，黄英啊，我家里这还有客人，就不招待你了，你还是回家去吧。不是的，江大伯，我娘说了，你们家来客人了，我本该过来帮大嫂忙乎的。见未来公公脸色不对，黄英眼睛使劲朝江二虎那边放电。这姑娘这是把大家都当成隐形人了吧？江二虎给急的，想替心爱的姑娘说句话吧，老爹又生着气。你娘就是太客气了，咱们戚家村谁家有事，你娘都是第一个就到。这样，你回去和你娘说一下，就说我们一家谢谢她了。不是，江大伯，小五过来送你黄英姐出去。这不应该是让二虎送吗？哼！黄英气得跺了跺脚，瞅了瞅江二虎，准备离开。江二虎，你要是敢擅自去送黄英，信不信我马上带你去公社签署断绝关系声明，把你送去老黄家当上门女婿。我勒个豆！我们全家穿越到了60年代。上集说到我去竹林收竹笋，意外收到黄金，一回家又遇到黄英来江家显摆。黄英一走，江老爷子立刻换成一副笑脸，让李如兰赶紧把东西都收起来，几兄弟也帮着一起收拾。还有就是关于去李家庄落户的事，李富斌在挖笋回来的路上就和蒋老头子提起了。猎户必须要下山生活这事，我们这边10几天前就接到公社通知了，要不然我也不会急着把冯元恩叫来。那小子神通广大，想让冯元恩帮忙走后门。别麻烦那小子了，你们直接来我们李家庄落户吧，这事还是我们那里的村干部主动提起的。江老头子并没有直接回复李富斌，边走边琢磨了起来。亲家，刚刚你在路上提起落户这事，意思我也明白，看来这事是拖不得了，不然等上面随便给安排个地方，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时就不好弄了。说的就是，既然这是上面的意思，就不是咱们想不想下山的事了。反正意思都已经表达了，剩下的也不好再说啥了。李如哥见大人之间要谈正事，小姐妹俩就走了出去。刚刚黄英穿的好像是皮鞋里，说不定其他5户人家里还有好的皮子里。小五哥你这是掉沟里了，还不是那个黄英走路不好走，扭啊扭的，最后把自己扭到沟里去了，害得我为了拉他上来也跟着掉进去了。哈哈，反正你也一身泥了，要不你跟我们去你们村里转转，我这有几块糖送给你，算是你给我们姐妹俩带路的报酬吧。走吧，我带你们去。很快就来到了第一家，李如哥还剩下27块钱，手里还有点瑕疵布，所以在第一家买了10斤干馍，2斤木耳，花了9块钱，然后又用剩下的那点蓝布，在第二家换了几张皮子。这几家人一听是和冯元恩一起来的，给的价格也是和给冯元恩那个大户收购的价格都是一样的。这时候猎户的日子真心比在生产队挣工分强多了，平时肯定不缺肉吃。看见没，半山坡那户就是黄英家。呵呵，这是想站得高望得远吧？这家人咋把房子盖得那么高？我觉得站在他们家屋顶上，好像都能看见你们家。嘿嘿，你咋和我爹说一样的话哩？
所以说姜老爷子也早就有这样的猜疑了吧？走，回家吃饭去。刚刚我看3哥4哥打了好多野鸡野兔回来，看来今晚又能大吃一顿了。很快就回来了，正好又遇到了背了一大筐东西回来的冯元恩。冯元恩咋背这么多礼？貌似也去其他几户人家收了不少东西回来，不过他这咋拿回去啊？李如哥还在琢磨着冯元恩怎么运下山。第二天一早，姜家突然来了几个人，把冯元恩的那些东西全都背走了。哎呦我去，冯元恩这是用啥和他那些手下联系的？而且今天一早，姜老爷子还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大户还有3户、4户江小五，你们都去李家庄落户，以后就老老实实做个农民。江2户不去就算，那就跟我在这吃山。至于我呢，冯小子说了，我可能会被留下来当个护林员。难道姜老爷子是因为黄金？我记得上面说的是给我们1个月的时间，我是想现在才过去半个月，那我们几兄弟就再陪爹，把剩下的半个月住满。那我们这次就先和冯元恩一起下山吧。那你们断后。爹，你就是偏心，干脆你就别认我这个儿子了。姜大虎见爹气的脸色不对劲，这大女婿貌似也不是个好脾气的，这要不上前拉着，这姜2虎不得凶多吉少。剩下那几只虎吓得直哆嗦，不敢上前拉着。凤琴，如哥，干脆我们再多留1天吧，这气氛不对劲啊。显然一家人可能除了李如兰都不愿意离开云雾山，可又不得不离开。兄弟几个，你们说爹是不是偏心？近的不去，为啥去这么远地方落户？这都是为了大哥，舍近求远才会去李家庄落户。我们一家这些年一直过着隐居生活，和外面的人接触的不多。爹是因为不放心你们，才决定让你们去李家庄，在那边有你李叔带着你们，爹也就放心了。对，还有姐也在那边，我同意去李家庄落户。我同意，我也同意，什么都是为了我们。黄英家给我们家找了个近的村子，怎么不去？黄家跟我说了，他们那边专门找了人，找了关系，同意2家落户在一个村。那你为啥不跟着你未来2儿媳妇家一起走？你不是偏心是什么？见越来越争执不下来，这时候李富斌一家要选择回避，就随便找了个借口，一家子都出去了。几口人一出来就分开行动了。孙凤琴帮大闺女抱着孩子，小如意在后面屁颠屁颠的跟着，娘俩跟着李如兰去河边洗衣服。而李如哥里揣着大秘密，终于能跟老爹分享了，赶紧带老爹走向了竹林。闺女，你看那边又冒出来几根笋，你赶紧收空间里去，爹这里还收了一些哩。你闺女我咋可能放过这好事？放心，我这里的竹笋够咱家天天吃，2年都吃不没。好，这东西炒肉是真好吃，等拿回去咱们再进一趟城，说不定还能卖个好价钱哩。爹，我也是这样想的，不过爹，收笋的事不急哈，你看看这是啥东西？啥东西？金条？你哪里弄来的？我就看见了那么多的竹笋，收，一下子就上头了，我就忘记是在什么地方把金条收进去的了。看着做工也不是很精细啊，走，你带爹去看看，看能不能找到埋金条的地方。然后父女俩就走着，天空突然出现了几朵乌云。不好，闺女快跑，好像要下雨，等下雨过了我们再过来找。好，你跟紧你爹这个活地图，说不定前面就有个山洞里。爹，婷，我咋感觉有点不对劲啊？我怎么没发现过这片林子里？爹，我们该不会往反方向走了吧？好像我也没见过，这下丢人可丢大人了。还好在是自家闺女，没人知道这事，丢人也没丢去外面。还好，对里，爹，我们不是有空间吗？你进你的空间，我进我的。对哈。不一会雨停了之后，父女俩才从空间里出来。爹，没想到你这空间还可以看见外面啊。能啊，刚刚坐在车里的那一会，恍惚间产生了错觉，以为自己还在几10年后的某一天，正在路上开着车里。爹，等哪天进城，咱们早点走，最好是半夜就走，那样不就可以开车去了？我觉得行，哪天咱爷俩试一试，不行咱就把车再变没。爹又不是没这个本事。不过爹，咱们现在还是想办法找回去的路吧，反正你闺女我是有点分不清东南西北了。闺女，你再给爹一点时间，放心，爹保准能把你领回去。好，我对爹有信心。随即爷俩放心的把李如哥空间里的西瓜拿出来吃了起来。我勒个豆，我们全家穿越到了60年代。上集说到讨论下山落户的事情，姜家父子发生了争执，我们一家回避，在山里迷路了。我把我的秘密告诉了老爹，爹，我空间里的苞米都成熟了，我都连根拔出来了，接下来就不知道咋整了。这有啥难的？掰苞米那活你爹小时候可没少干。那啥，你把那些苞米都弄出来，爹帮你把苞米都掰下来。那这些苞米杆咋整？要扔掉吗？扔啥扔？等爹帮你归拢一下，把苞米杆都捆上，这样你那个空间不就能腾出一些地方了？那西瓜秧还要吗？君，西瓜秧你就丢了吧。刷几下，李如哥就把西瓜秧都给扯了出来。李如哥又进入空间，听从老爹的建议，用苞米杆围了个小粮仓，感觉空间一下就变大了不少。爹，我在大姐家里还偷偷搞了一些辣椒种子，种了一些辣椒，现在辣椒苗都长高了。
种点辣椒也不错，不过就那点地，还是要多种些粮食。等这次回去，我已经和冯元恩说好了，去他那里搞点小麦种子。我说咱们想偷偷去山里开块地，他答应了。好，还有水稻，我想天天吃大米饭，粗粮太难吃了。就你刚刚这话，要是让人听见，肯定得挨一顿揍。你是忘了大家都在吃米糠吧？西西，我这不是在和您说话吗？在外面我哪敢这样说？这还差不多，实际粗粮爹也不愿意吃，哈哈。不过咱们这边都是旱田，不知道冯元恩那里有没有稻种，等去的时候我问问。那爹你再问问冯元恩，他那里都有啥蔬菜种子，还有黄豆。未来咱家有这方便条件，总不能缺了豆油和青菜吃，是不是？到时爹看情况再说吧。冯元恩那人太聪明了，也不好啥都从他那里买。如哥，你看那边。爷，怎么又来这么多小动物？貌似是来吃西瓜秧的。爹，要收吗？收啊，为啥不收？送上门的钱财，咱就不能再客气了。收。瞬间铺天盖地的小动物都不见了。这下你那空间满了吧？还没，还有点空地。爹啊，你说咱们要不要？过犹不及，闺女，够意思了，咱们还是赶紧找回家的路去吧。爹，你等等，好像地上有人参。随即李如歌摸着人参，收，人参就自动进入空间了。一瞬间，李如歌也被传到了空间。恭喜你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了7种作物的种植工作，我们将扩大你1亩地的空间。我的空间居然真升级了！我有种过那么多东西吗？大苞米、西瓜、苹果、辣椒、芦子，刚刚又种了人参，这也不够7样啊！对了，好像还种过一株八角，种在哪里来着？当初娘看见一株八角奄奄一息的，就让我把它收进空间了。看来日后只要达到空间某种要求，肯定就还有升级的机会。只是在没有任何提示下想要完成任务，貌似有点不容易啊。见时间也不早了，便闪身出了空间。在李富斌这个活地图的带领下，父女俩终于回到了江家。来到堂屋，瞧见大家的表情都还不错，看来事情都摆平了。江老爷子承诺将二虎杀了，不会是已经答应他和黄英的婚事了吧？不管了，只要你大姐一家同意下山就行了。第二天一早，江老爷子就让江大虎把给老丈人家的东西都准备好了。亲家，山里人没啥值钱东西，给亲家拿的回礼有点拿不出手，希望你们一家不要嫌弃。哼哼，老爷子低调了，这貌似是快上等的白狐狸皮，可绝对不是便宜货吧？看来如兰在江家是被重视的，回去一定就去找村干部，把一家人的宅基地帮着把这件事先落实下。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在李如兰眼睛红彤彤的道别声中，几口人缓缓消失在视野里。几口人运气好，没走多远就碰见一辆大马车，烧了很长一段路之后便不顺路了。几口人又走了起来，大概又走了7、8里地，天色才完全黑下来。如意已经累得躺在了孙凤琴怀里。爹，你看小如意都睡着了。车，你们爷俩想干啥干啥，我和老闺女都困了，我们娘俩先睡了。李富斌意念下，大奔就出现在了眼前。孙凤琴抱着小姑娘坐到了后排。爹，启动吧。爹，您想啥呢？是不是没油了？有，出事前咱们在服务区新加的油还有满1箱里，出发。不得不说，这车的减震是真好，居然没感觉到多大的震动。今天的李老板开的是那个稳力。李如歌看着他爹开的如此的小心翼翼，他也迷迷糊糊的睡着了。谁睡他都不能睡。李老板一直注视着前方，很快就来到了繁荣镇。富斌同志就找了个隐蔽的地方，把车藏了起来，小睡了一会。第二天一早，富斌同志早早的起来就把车收了起来。娘，我咋一觉醒来就到繁荣镇了？昨晚你睡着之后，咱家运气好，又碰见一辆连夜去繁荣镇的马车。难怪我昨晚感觉自己是睡在优车上，晃晃悠悠的，可舒服哩。天真的小如意又一次被忽悠过去了。接下来无论是路况都不允许他们再作弊了，所以剩下的路几口人都是老老实实走回来的。几口人翻山越岭，终于到家了。李富斌并没有休息，直奔徐村长家。富斌回来了，啥时候回来的？方奎他们娘几个说要进家收拾收拾，我就先来这边了。好，回来就好。去，给富斌拿个碗。这里有2只野鸡，2只野兔，是大女婿一家拿来孝敬他徐大伯的。这还有1块腊肉，肉干是如兰给他徐大伯下酒的。未来大闺女一家的宅基地还需要徐氏丽点头礼，正好挨着我们家那里还有块地。不过好像李长青家也瞄上那块宅基地了。一旁李大春也拿碗回来了，走了过来拎了拎腊肉。这腊肉怕是有1斤多哩，而且还是大肥肉，这可能炼出来不少油啊。李富斌这里送的这么多，不是有啥难为人的大事吧？随即李大春瞅了瞅自家男人的脸色，腊肉算个啥？就这些肉干，怕是得有半斤多，可比那块腊肉还要值钱人。
腊肉先挂上，等哪天炒了吃，我和富斌兄弟再喝一顿。富斌，你这矿里这是？老子，这是我们一家在路上采的新鲜之力，风琴让我拿来的，说是让你们一家明早炖汤喝。哈哈，你瞅瞅，这又是野鸡又是野兔，还有这肉，这还有蘑菇野菜。富斌啊，你们一家这是给我们家办大喜礼，正愁明天要去公社看望老领导，没啥可拿的。富斌一家出一趟门，这是发了一笔横财呀！正好他们家盖房子时用的那些木头，还剩下300块土坯没还，干脆就不用他们家还了。老三不是外人，这要换做别人，他就是拿啥来都不许收，都听见了吧？听见了。另一头母女几人已经收拾好，在炕上休息了起来。如哥、如意，你们一家回来了，我以为你们家进贼了哩，我瞅着门没关就进来了。随即李如哥拿出了一袋糖果，递给王菊花。仁泽，这糖是我大姐给我和如意买的，我们都大了，这不吃都行，留着给你家宝子吃吧。哎呦我天，我家宝子长这么大，还没吃过糖哩。你们一家刚回来，是不是还没听说李如霞定亲了，真要嫁给城里人哩？哎，又李如霞那样的，居然还真有人要啊！哟，这你们一家可是错过一场大戏。我勒个豆，我们全家穿越到了60年代。上集说到我的空间意外升级，在回家途中趁小如意睡着，我们开车上路了。回到家中竟错过了一场大戏。哎呦，你们一家可是错过一场大戏哩！你们是不知道啊，李家大院啊，有媒婆上门给李如霞说亲，对方姓张，家住在县城里，妥妥的城里人，而且人还是棉纺厂的正式工。就这条件，那人该不会是个傻子，或者有啥残疾吧？不然咋会来乡下找媳妇？让大家纳闷的是，这人家庭条件不错，长相身高也都不错哩，而且也不似是个有啥毛病的人。难道李如霞和李如芳都相中了？可媒婆来说亲的人是李如霞，这大房一家当然不能让这个劲儿，所以在张家父子还没离开的情况下，两家人就打起来了。宋桂花，我就问你，凭什么让李如霞嫁给他？我张秀英也姓张，500年前肯定是一家子，那正好亲上加亲，把李如芳嫁给张华比嫁李如霞更合适。凭啥你李如霞能嫁进城里，我们家如芳就嫁不得？后来还听说把躺着的李老头给干急眼了。没完没了是吧？李富有现在立刻马上把张秀英休了，送回娘家去。就李老师的一句话，才让张秀英老实下来。婶子，那最后张家到底和哪一个定亲了？李如霞呗，最后还是你也有力度。听说差点用拐棍把炕砸他，还说要把李富有一家净身出户撵出李家大院，这你那个二伯娘才消停下。呵呵，那还真有点可惜了。说不定那家人要定的是李如芳吧，因为李如芳无论是长相还是心眼，那肯定都比李如霞强多了。哈哈，就这样闹，说不定最后还真能成。看来大戏要开演了。只是这个笑话来得有点快了。第二天一早，几口人刚吃完饭，李如梅就颠过来传话了。三叔、三婶，我爷奶让我过来告诉你们，今天如霞姐婆家来人过礼，让你们一家早点过去帮着忙活。依稀记得，这个时代乡下人订婚讲究人家都是要过2次礼的，这亲事才能算成。第一次过小礼也叫定亲礼，等要结婚的时候还要过1次大礼，然后一起再商量一下细节，定一下日子，这门亲事才算是板上钉钉的事。这么说，口头承诺，那不是随时可以反悔了？是哩，知道了，回去告诉你奶，就说我们一家肯定早点过去。切，美的你还早点过去帮着忙活，李老太太又把我们当傻子呢。感觉三婶子不对劲哩，这去了怕不是要把这门亲事给搅黄哩？呀，都说他们一家都变了，跟奶奶说了，她就是不信。富斌一家人都变了，不是以前那样好欺负了。你这叫他们来，他们会搭理你吗？老二媳妇，你懂啥咧？我就是要让他们知道李如霞定了这样一门好亲事，肯定会后悔分出去。我就是要让他们一家来给我们2个老的磕头认错。哼，并不成才好，就李如霞那样，啥都不好，怎么能跟我如芳姐比？希望我亲姐姐能嫁进城里去。因为一家人离开之后下了场雨，下透了，生产队就没有闲着，所以傅斌同志要去上工。李如梅话都没说完，人李老板就起身就去大队公干去了。哥，我就是来传话的，去不去你们自己说了算。三婶该不会揍我吧？说完，撒腿就跑。随即母女3人就来到了李家大院，刚进屋就瞧见宋桂花。哎妈呀，还以为见鬼了哩！描眉画鬓，这大黑眉毛，她不是用烧火棍画的吧？哎呦我去，这是人是鬼啊！还有这都啥味儿啊？这是你说是雪花膏味儿吧？感觉里面还掺杂着酸臭味，似是汗臭，又似是刚从酸菜缸里泡了个澡出来。如意小声问了问他娘：娘，大伯娘那2条是啥啊？跟大毛毛虫似的，娘你看还会动。大伯娘，我今天才发现您还有绘画天赋哩。自打李如霞的亲事定下来，宋桂花都是用鼻孔跟人说话，
都不往下瞄的。哎呦，这脑袋昂的，不知道的还以为这人颈椎有啥毛病哩。来了就赶紧去干活，等下客人到了，你们娘几个就别上前了，免得给我家如霞丢人。几天不见，这娘三咋感觉都胖了？来了，如哥、如意，你们俩马上就要上学了，还不趁现在和大宝请教去？姐妹俩答应一声，就跑去找李大宝了。咋，你们还想要供那2个赔钱货去读书？赔钱货？娘，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我们家几个闺女，那可是我和傅斌的希望，咋能是赔钱货哩？对了，傅斌还说了，现在我们家我们自己当家，绝对不能亏这几个孩子。这不，2个闺女马上就要去读书了，如兰也快要搬回来了。哎，你说这日子真是越过越有奔头了。这话把李老太太气得直喘粗气。哎妈呀，早，如兰被休回来了！哎呦我天，咋会这样咧？如兰那可是远近闻名的好姑娘，咋就被人给休了？二嫂都这样说了，那肯定就是不能了。江玲听到这话，从一旁走了过来。有些人自己活得不如意，就整天盼着别人不好，这种人啊，活该一辈子倒霉，肯定还会倒大霉，不然你当老天爷是瞎的。江玲，你爹和你几个哥哥让我们一家给你带个好，这还有你大嫂给你家宝宝做的小衣服小鞋子。嘿，你拿屋去给孩子试一试，估摸要大一些。你大嫂说了，这么大的孩子长得快，做大点能多穿2年。从小没娘的孩子，这冷不丁有个人惦记着，被感动得红了眼眶。谢谢婶子，也谢谢我大嫂。哈哈，谢啥谢，都不是外人，你大嫂那就更不用你谢了，那可是你的娘家人。还以为孙凤琴那包是给我拿的啥咧？不孝的东西，老的不孝顺，小的也不孝顺，都是一些牲口，还磨蹭啥？还不赶紧去干活？那你也知道，我这昨晚刚回来，一来一回可是200来里地呀，我这脚累的，就站这么一会儿就站不住了。说来如兰嫁的那么远，还真是多亏了您和大嫂。那你们一家这是来白吃的？咋？你这还是怪我和娘帮如兰找了个好婆家咋的？哪能啊，我们家人啥时候干过白吃饭的事？那不要脸事，只有如霞才能干得出来。行了，那你做着摘菜总行吧？总不能你手也疼吧？摘菜当然行，不然我干啥来的？对，就是来摘菜的，那活又累不着，不然总不能干坐着看大戏吧？我勒个豆，我们全家穿越到了60年代。上集说到大房闺女李如霞被城里人看上了，准备上门提亲。对了娘，我们一家回来这一路还给您和爹采了不少蘑菇野菜，您瞧瞧，新鲜这里。李老太太一把就抢了过来，拎着就要进屋。那大筐您得给我们家倒出来，我们家缺这东西。知道了，我还能密下你这破筐咋的？哼，穷鬼就是穷鬼，一个破筐也当是啥好东西。随即孙凤琴就去厨房帮忙去了。刚到门口，张秀英和黄翠就议论起来了。二婶，你都瞧见了吧？这哪是来帮着干活的，我看就是来白吃饭的。美得他们想白吃，你看你奶能不能答应？到时等老张家人一走，就得把他们娘3轰出去。不信你等着看吧，看我猜的准不准？呵，那就对了，凭啥活是咱们干的，白给他们吃？既然你们……哎妈呀，真个鬼似的！既然你们都这样说了，我看这活我也别干了，反正迟早都会被轰出去，你们说是吧？要不是我爷考虑事情多，担心老张家多想，怎么少了一股人？不然谁会让你们来？就在这时，李富贵和李富有已经领着人进院了。外面咋这么吵咧？估摸着来了吧？孙凤琴，你就待在这别出来了，免得给我们老李家丢脸。来的人正是张华一家，孙凤琴母女在后面也跟着出来了，正好被宋桂花看见了，恶狠狠地瞪了母女俩一眼，叫他们别出来，别出来，就是不听。这事要是被搅黄了，我跟你们没完。李如歌小声嘀咕道：我刚刚去看李老头了，挨妈瘦的我差点都不认识了。娘，你说那些东西的事，是不是他已经都知道了？估摸是，而且瞧这意思，好像就他一个人知道。你没看李老太太，瞧他那副洋洋得意的样子，可不似有啥上火的事发生。李如歌瞅了瞅进来的一群人，没想到李家大院的几位老姑奶奶都来了，这应该就是大房的李如云，二房的长女李如洁吧？哎呦呦，居然还有熟人，这男的叫啥根去了？对，陈宝根。不过之前这男的身边可不是这个姓张的姑娘吧？就那次跟老爹在车上，这一男一女还在我们爷俩墓前装13礼，那个姑娘叫啥来着？唐小红，可不是这姓张的姑娘里。好家伙，脚踏2条船。这时陈宝根也注意到李如歌了。那不是那个在车上卖野菜的小姑娘吗？看不见我，看不见我。陈宝根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让李如歌瞧不见他。李如歌想接着看戏，并没有揭穿，随即母女俩的视野便看向了张华。这个张华单从外表来看，真不像是找不着媳妇那种人，这么看这件事就更加奇怪了。亏你看张华他那个妈的脸色，你看他那像是来给儿子定亲的吗？娘，如果是你儿子，
找了李如霞那样的儿媳妇，你能高兴得起来吗？那肯定是不能啊！我得眼瞎成啥样？大老远跑到这种穷山沟来，给儿子找个又懒又馋的母夜叉。所以说，你不觉得他们这门亲事定的有些奇怪吗？是有些奇怪，可你说他们图啥啊？母女俩说到这，也是瞅了瞅李如霞，只见这姑娘也是安了2个大毛毛虫上去。看来这母女俩的妆容是出自一人之手啊！孙凤琴母女差点没憋不住笑出声。母女俩憋笑的功夫，没想到却被人给盯上了。要不是自家男人的叮嘱，才不来这鸟不拉屎的地方。闺女，那天相亲你来了，那几个人也是李家的人吗？我那天没见过这娘几个，估摸是他们家啥亲戚吧？那你去问问，我瞧着那个小姑娘倒是长相不错，水灵灵的，最起码不恶心人呢。娘，你忘了爹的叮嘱。哼，可气死我了，八字还没一撇的事，就先搭这么多钱，还要让你弟定下这么个恶心玩意。宋敏母女嘴里的恶心玩意可不觉得自己恶心人，此刻正美滋滋，双眼含情地瞧着张华。千盼万盼，终于盼来了我的梦中情男人。张华妈妈走到李如歌面前，这姑娘是？这是我家二闺女。咋？您是妇联的，查户口呢？你管我们是谁？乡下人果然都是不懂规矩的，问是谁，回答是谁不就行了？居然还反问理。那你是？我是这个家的三儿媳妇。不过您可能还不知道，我们家被净身出户分出去已经快1个月了，所以你也可以把我们当作是个路人，或是这个村子普通村民也行。我还以为这闺女是你们大房的。我们大房可没有这样不懂事的闺女，这丫头没老没少的，和谁都敢吵。挨妈前几天差点把她也奶气死里。大伯娘，你为了抬高自家闺女，瞪眼说瞎话我可以不管，可你不能为了抬高又懒又馋的李如霞，就往我身上扣屎盆子吧。谁又懒又馋？如果你还小，我这个当堂姐的是不会和你一样的。瞧瞧我们如霞多懂事，凤晴，管你闺女。如哥，去把如意叫过来，我看咱们娘三还是回家吧，免得一会活都是咱们干的，还要被骂坏了他们家的好事。行，反正咱们给我爷奶的孝敬也送到了，大伯娘既然看不上咱们，那咱们惹不起还躲不起吗？一旁小如意也拎着筐走了过来，母女3人就准备离开。啧，这宋桂花也太过分了，那娘三背来那老多菜，居然连点残羹剩饭都不让人吃。宋桂花平时那都是装的，实际李家大院这几个儿媳妇，她是最坏的，你还真以为她是啥好人啊？哎，可惜了，挺好个小伙子，眼睛却是个瞎的。是啊，要是换做我，咋都不可能放着如芳姐那么好的姑娘不要。相中李如霞，真不知道他们图的是啥？图啥？图我闺女能生儿子？呸！你个生不出儿子的，我就知道他是嫉妒我们家里。桂花说啥咧？老三媳妇不懂事，你咋也不懂事咧？哟，还挺会演。我们走。等下回去，娘给你们烙饼吃，再做个小野鸡蘑菇汤。好，我最爱吃娘烙的饼了。娘，二姐让我和李大宝好好唠唠今天他们家的饭菜。哈哈，我估摸等烩菜做出来，他肯定得偷偷去把那盆肉都端跑，就那点肉都不够一个人吃，哈哈哈。凤琴、如歌、如意，你们娘三等等我。这个中年女人是娘，我也不知道呀。大姑，哎，大姑，我勒个豆，我们全家穿越到了60年代。上集说到张华一家上门提亲是另有目的，我们去帮忙反倒被轰出家门。大姑李雪英，大姑，对嘞，李老太太还有2个闺女。印象中这个李雪英好像就比你爹大几岁，听你爹说李雪英小时候老心疼你爹了，总是偷偷给李爹留点吃的，或是攒几块碎布头给他把衣裳补一补。自从出嫁之后就没经常回来了。是大姐啊，您是啥时候回来的？我和雪清都是昨天回来的，听说你们一家去云雾山看如兰了，我就没去你们家。我们也是昨晚才到家，不知道大姐回来，不然他爹肯定的过去看看大姐。我知道傅斌肯定是还不知道我回来了，今天怎么没见傅斌？他干啥去了？他爹和徐大队长今早去公社拉的瓜秧去了，估摸也快回来了。那啥，大姐，要不您去我家里坐一会？不了，等下招待完客人，我们还得回去里。李雪英赶紧掏出1块钱毛票，塞给孙凤琴。这些钱是我攒的，听说你们一家分出去了，大姐也帮不了你们太多，这点钱你拿着，有眼总是没办法省的。不用，大姐，我们有。有啥有？大姐知道傅斌是个要脸的，你也是个懂事的，拿着，别嚷嚷，那边有人过来了。李雪英说完，转身就走了。咋说呢？这钱拿着是真有点烫手啊。娘，我大姑人还不错哈，你瞅她瘦的那样，穿的那破，这1块钱指不定咋攒下来的呢。是啊，等你爹回来再说吧，不然哪天让你爹去他家里看看，能补偿就补偿点，毕竟在你那个爹，这个大姐也是给过他温暖的人。很快母女3人刚到家，李富斌就风风火火的回来了。
咋你们娘三回来的这么早？一定是没混到饭吧？哈哈，那赶紧整一口啥吃的，等下我和如哥还要进一趟城。对了，今天我们回来的时候，大姐追上来给了我1块钱。一听大姐2个字，李富斌突然想到了大姐没出价钱对他的照顾。我今天还有事，等哪天咱们一家抽空去大姐家走一趟，给大姐拿点吃的去。很快爷俩吃完饭就出发了。爹今天能这样顺利完成任务，多亏了周朝阳那个朋友，听说那人是他的老领导，退下来之后就来咱们公社了。新来的，啥职位啊？要是在公社能有个熟人，说不定爹还能当个村干部里。刘长喜一家不是已经搬去公社了吗？我瞧着大队书记那活就很适合爹。嘻嘻，是个副书记，看样子是受伤下来的，我看他那腿好像有点毛病，走路有点不利索。才副书记啊？那书记是谁啊？看着好说话不？今天爹去，只瞧见赵副书记了，而且爹刚说自己叫啥，他就很热情地说听周朝阳说起过，还说那小子让他在不犯错误的情况下，能照顾就照顾一下咱们家。是吗？那人还行哈，挺可交的。挺可交的那人此刻正汗流浃背呢。那天看李叔很喜欢我那辆自行车，今天搞的这些零件，终于组装成了一辆自行车，能组装就没必要买新的，哈哈，成功，过2天就给李叔送过去。而此刻他要见的人就在县城的糖厂家属区呢。为了感谢，父女俩去沈万林家，给老爷子扔下1只野兔、1只野鸡、半筐野菜和蘑菇。当然了，沈家二老也不是那种爱占人便宜的，最终给父女俩拿了1斤白糖、1件半新不旧的大雨衣回来。父女俩这次来的目的很简单，准备把李如歌空间里的大量猎物出手，清理清理，随即就把野鸡野兔卖给了糖厂家属区的一些家属。殊不知父女俩的1只野兔野鸡竟卖到了周朝阳大哥周向阳家，大嫂还在周朝阳面前炫耀了一下。今天运气不错，一回来就碰见一对父女在卖野味。周朝阳正在捣鼓自行车，并没有太多在意。就这样，李富斌同志这次就错过了骑自行车回家的机会。爹，我们这次从糖厂家属区出来又进账40多块钱。走，咱们去找冯元恩换点小麦。父女俩在去冯元恩家的路上路过一个饭店，在饭店用2块钱借了一个大秤，准备看看李如歌空间里的苞米有多少斤。很快就找到了一处没人的地方。7000斤，2亩地产量近7000斤，这么说亩产在3000斤以上，这可是几10年后才有可能达到的高产量啊！既然这苞米的产量这么高，那可不可以用来当种子？说不定种在外面也能产量高一些呢。很快父女俩知道产量之后，就来到了冯元恩家。我们想用2斤苞米种子换1斤小麦种，怎么样？这么干我肯定是吃亏的，不过看着这样品还不错哩。算了，大家毕竟一起吃过饭，一起睡过觉啊，重点是还都认识江家人。就这样，最后父女俩决定用2斤半苞米种子换1斤小麦种。父女俩把背来的50斤苞米留下来，换了20斤小麦种子。冯元恩还给了一些蔬菜种子。在回村的路上，李如歌等不及的就赶紧先种上了。空间里种苞米20多天就收成，小麦肯定也不会时间太长，这样耽搁1天，可就是耽搁多少斤粮食啊！父女俩一回到村里，李富斌连饭都没顾上吃，就去了徐顺利家了。徐村长，我搞到2000斤枣苞米种子。我就知道李富斌不是个简单的。富斌，咱们大队账上现在就剩下几10块钱了，你看这种子钱。种子钱先不用给，我和那边已经说好了，如果咱们这些苞米种子真是枣苞米，咱们没白忙活，到时收下来的粮食给他们2400斤，也就是1斤多给2两。您看这样行不行啊？咋不行？不然咱那的空着也是空着。我下晚黑的时候还去看了，那些地都撂荒了，出了很多草，总不能人饿着肚子，用那好的放马吧。嘿嘿，这点算啥？等着再从如歌空间里拿出400斤小麦种子来，说是冯元恩答应换给我们家的。第2天一早，因为这个好消息，徐顺利一早就在琢磨了。村里要怎样安排李富斌？准确说是要给他一个啥职位呢？这可是个能人啊，要不就给他个副大队长当。村里现在就这个职位还空着，原本刘长喜那意思是想把李长青提上来，不行，这个副大队长应该给李富斌，这样日后跑外的事就可以都交给他了。老头子，你干啥去？这饭马上就要好了。我勒个豆，我们全家穿越到了60年代。上集说到富斌同志给村里带来2000斤苞米种子，徐村长准备提拔李富斌。老头子，你干啥去？这饭马上就要好了。我去刘长喜家走一趟，饭回来再吃。刘长喜家不是已经搬去公社了？10来里地，饿着肚子去。春生，快，赶紧把这2张煎饼给你爹送去。李大春赶紧把煎饼递给儿子。徐顺利出来没多久，就遇到了李富斌。富斌，一大早干嘛咧？当然是拉苞米的。父女俩来之前就商量好了，
等下我们借马车把1000斤苞米种子给冯元恩送过去，再拉回2000斤苞米种子回村。闺女就跟着爹委屈下，做样子也要做到位嘛，是吧？徐顺利一听拉苞米，连忙递了一张大煎饼给李富斌。好像我怀里还有半个烤鸡，给他吧。这半个烧鸡简直就是一张鼓励符，更像是强心剂。很快来到刘长喜家，徐顺利把半个烤鸡往饭桌上一放。徐顺利还是说服了刘长喜，李富斌当副大队长，这事就这样定下来了。徐顺利一走，刘长喜吩咐起了自家婆娘，等下你回一趟村，把李长青家送来的鸡蛋和蘑菇都给他们还回去，就说那是不成了。不过就李富斌两口子那窝囊样，徐顺利家不会收了啥好东西吧？老刘，你说徐顺利能不能是看上李富斌家婆娘了？说不定俩人早就已经不清不楚了，不然他为啥这样卖力替李富斌说话？就他那样的还能当副大队长？胡说啥哩？徐顺利咋会是那样人？也不是没道理，要是没点啥图的，徐顺利为啥这样帮李富斌？回村之后，你可以把徐顺利要扶持李富斌的话透露给李长青，别的毕竟也只是你瞎猜的。李长青两口子不提，你绝不能提，知道不？知道了，我又不傻，我说这些干啥？一心为民的徐顺利哪里会想到刘长喜夫妻这样龌龊？陈巧真说是不会主动提，可他会引导啊。然后这件事在张红那张嘴的散播下，没用1天时间就发酵到半个村的人都知道了。今天生产队的人都在种土豆，栽地瓜秧。此时的孙凤琴正在吃着闺女送来的大饼子。就在这时，一大妈跑了过来：“凤琴，你家如意跟人打一起去了，几个小姑娘都打见血了，而且还是2个打1个，快过去看看吧。”卧槽，那老闺女岂不是要吃亏？如意，你和娘说说，你们不是和盼弟赵小花去挖菜了吗？这咋还打起来了？小如意双手叉腰，气鼓鼓的不出声。那你们俩说，到底为啥和我家如意打架？我娘说了，你是个不正经的女人，你和大队长有一腿，才让我爹当不成官的。哼，敢做还不敢承认，我就说了，我看你能把我咋的？这找揍的孩子是谁家的？他娘又是谁？李大妮，你胡说啥哩？张红和李长青咋教育的孩子？你这么大个姑娘，咋能顺口胡咧咧哩？说这话的人正是4队车老板赵大壮。马车被李富斌借走了，他就跟着一起下地干活了。我就说嘛，谁家能教育出这么没教养的孩子？原来这姑娘是李长青家的，那就好，找到源头，那这事就好办了。老闺女，你信娘不？我信，所以我才要撕烂他们的嘴，我让他们胡说八道。对，我老闺女做的对，既然咱们没干那事，有人却要往咱们娘们儿头上扣屎盆子，这种时候我们只能打回去，让他们自己把喷出来的粪吃回去。随即孙凤琴捡起一个木棍，就往张红干活地方跑了过去。我天，赵大壮，你还愣着干啥？混，还不赶紧去找大队长，这是要出事呀！能出啥大事？就他那样的，这些年被李老太太送桂花都给欺负成啥样了，他不还是都忍下了？这次可不一样，你没听李大妮说吗？李长青家婆娘居然敢造谣说孙凤琴和大队长有一腿，张红那张嘴还真是啥话都敢咧咧。是不是造谣还不一定呢，说不定真有。走过来的王菊花这时也听了个明白，既然说不定，我看你这话最好是能咽回去，否则你就等着被揍吧。说着就跟着孙凤琴跑了过去。很快孙凤琴气势汹汹地带着小如意跑到了一堆这片地里，没看见张红，却被宋桂花和张秀英一顿埋汰。哎呦呦，这不是我们那个出了大名的3弟妹吗？听说你和大队长，哈哈，是臭名远扬吧？你们俩给我先等着，等我找到李长青两口子，再过来找你们算账。此时张红正留在家里割土豆芽子呢，他可是小队长夫人，咋可能跑来下工？不过李长青这个小队长肯定是在的，听见这边人声喧闹，就往这边走了过来。老闺女，你就站在一旁看着，看娘咋给你出气。眨眼间孙凤琴就冲了过去。如果对方比你高，你就先照着他腿上抽，等把人抽倒了，就开始往他软肉上招呼。好家伙，孙老师还叫学起来了。只见这时去送信的李大妮带着他娘张红骂骂咧咧的冲过来了。好家伙，居然这样，孙老师只能奖励一顿组合双打了。至于说为啥没人上前拉架，谁敢呢？这边正打得热闹，小如意也要准备冲上去帮他娘。这时徐顺利和李三爷赶到了，两人还不知道发生了啥事，李三爷也只是听说自家几个侄子被揍了。怎么回事？我看你们还是不饿，秧苗都种完了吗？这时孙凤琴也准备收手了，赶紧喊道：正好大家伙都在，我就说说我今天为啥要打人。张红，你可哪造谣说我和徐大队长有一腿？好，我和徐大队长都在这，你说说吧，你是哪只眼睛看见我们有一腿的？这咋还有我的事？我说的呢，你们两口子啥时候吃过这亏？这是满嘴喷粪，心里有鬼，才会连个女人都打不过。
我们心里有啥鬼？你们没做那事。刘书记，张红话还没说完，一把被李长青给捂住了。让你媳妇把话说完，我倒要听听，她这话是打哪听来的？糟了，差点漏嘴了，不能把刘长喜两口子露出去，否则就更没我们家啥好了。那你说，你家男人是咋当上副大队长的？我家男人啥时候当副大队长了？徐大队长，这是咋回事啊？我没听副兵说起过这事啊。原来是这么个事啊！让李副兵当副大队长这事，除了我，就刘长喜知道。没想到啊，这才大半天时间，李长青两口子就闹得全村人都知道了，还造谣起来了。刘长喜啊，刘长喜，是真没有想到啊，八班子这么多年，我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吧？徐顺利气的两眼一翻，差点倒地，被一旁一个小佛给扶住了。我天，憋一口气上不来，就这样过去了。我勒个豆，我们全家穿越到了60年代。上集说到孙凤琴同志被造谣与徐顺利有一腿，孙凤琴同志直接奖励一顿竹笋炒肉。徐顺利缓了好大一会，终于缓过来了。顺利，这事到底是咋回事？你说说看，让大家都听听，是不是闹啥误会了？没啥误会。说完便转向了李长青。副兵能为村里借来2000斤枣苞米种子，我才想让他来当这个副大队长。而且这事只是我一个人的想法，李副兵还不知道，所以这事现在完全可以推翻。如果你也能为村里借来粮食种子，不用副大队长，我这个大队长的位置都会让给你，你看咋样？借2000斤苞米种子，还得是枣苞米种子，这事我咋没听说过？随即便狠狠瞪了一眼张红。那他孙凤琴也不能动手打人啊，我这肯定是伤得不轻，这是要咋算？对，就算我们是误会你们了，那你们站出来说清楚就行了呗，干啥动手打人啊？哎呦，我这浑身都疼啊，怕不是伤到内脏了。孙凤琴，你不给我们治伤，我就去公社告你。哈哈，先是造谣，见目的没达到，这就要讹人了。你们大家都仔细看看这夫妻俩，这俩人不去唱大戏，你们说是不是可惜了？你打我们时，大家伙都看见了，都可以给我们作证。说着，众人都把头低下去了。能不低吗？现在可得罪的是大队长徐顺利一家。李三爷一副气哼哼的样子，并没有要帮着自家侄子的意思。众人没有反应，张红扑通表演了起来。老天爷啊，还有没有王法了？我们两口子都快要被人打残了，居然没一个人敢站出来替我们做主啊！这是讹人不行，又想要耍赖了。说着又抬起了木棍。我呢，下手轻重心里还是有数的。既然你们想要变成残废，那我就随了你们夫妻的心愿好了。你想干啥？眼前这个一队小队长，大老爷们被吓得瑟瑟发抖。我想干啥？我想废你一条腿，你看中不？要不然一只胳膊也行。你看你想留下啥？咱们好商量。反正我们家的钱不能白被你讹去就是了。啊，不对，哪有人这样打人的？还商量着来？孙凤琴，我投降，我们两口子认输了。今天这件事就这样算了，行不？行不？你说呢？我家爷们儿那2000斤种子是白搞的，合着我们家男人，我闺女在外面求爷爷告奶奶给村里跑种子。你们在家就这样埋汰我们一家？哎，不能就这样算了。李大妮还说要去公社告咱们家和徐大爷，还说他们家公社有人要把徐大爷大队长撸下去，换他爹来当。不，我们不告了，真的不告了，也不用你们家出医药费了。张红集中出错，居然这样就承认了。没用的东西，连婆娘都管不住。步兵一家这样为村里着想，你婆娘还背地里造谣生事，这种婆娘回去好好教训一顿，不然就送回娘家去。哈哈，还真是亲侄子。李三爷想保李长青啊，把责任都推给一个女人。看来今天这事不是你李三爷骂几句就能先过去了。就在这时，人群中走过来一中年男人，这不是考山屯的大队长黄振飞？还真是李，他咋来这了？因为咱们2个屯子的地紧邻，我刚刚一直站在这，事情的经过我都听明白了。这样，孙凤琴同志，等你男人李富斌同志回来，你可以把我的话带给他，就说我们靠山屯随时欢迎你们一家去我们村落户，我这个大队长的职位也会一直给你家男人留着。不是，这是怎么个情况？这咋还有当面挖人的？好像老李还真知道这人力，说有一次碰见几个靠山屯的人去城里做工，这活计都是他们大队长给找的。黄大队长，你这话可就有点说早了，我们李家庄的人咋可能去你们靠山屯落户？老爷子，我比你来的早，听见的比你多，貌似你们李家庄的人并不怎么待见这一家吧？黄大队长，富斌是我们李家庄的孩子，咋都不可能去你们靠山屯落户，你也不要抱着幻想，该干啥干啥去吧。我看这位孙凤琴同志也是个有主见的，去不去我们村落户这事，先不说，等李富斌同志回来，你可以把我的话转达一下，我相信他会做出正确决定的。你是看上我家男人搞回来那2000斤苞米种子了吧？
哈哈，我说不是，你肯定也不会相信。不过这并不矛盾，我正是因为这件事，才发现咱们这还有个这么有本事的人。只可惜你们大队长是个识人的，别人未必就是。孙凤琴同志，我的话，请你一定要带给李富斌同志。随即说完转身就走。孙凤琴心中暗喜，人才啊！没想到富斌同志成了被主动抢的人才啊！孙凤琴拍了拍如意身上的灰，准备回家。哎呦呦，咱老闺女这头发里咋又生虱子了？不得了不得了！如哥最怕的就是这东西了，赶紧回去想办法。走走，老闺女，今天娘的工分也不要了，咱们回家收拾收拾去。说着就拉着闺女往家走。那啥，风琴了，你可不能这样干。这傅斌还没回来，你个妇道人家咋能做这样的主力？哎，就想回去给老闺女洗洗头、剪剪发，这样的主我咋就不能做了？见孙凤琴停下了，李三爷吆喝道：“你们两个要是不想当李家庄的大罪人，就赶紧过来给风琴磕头认错。”还有我家男人力平白被泼了一盆屎，你们别想就这样算了。一旁徐顺利在琢磨着什么，起身就走。他爹，你干啥去啊？我要去公社告状，你去干啥？说完又看向了众人。现在我这个大队长还没被撤职，你们就得听我的，现在都赶紧给我干活去。我勒个豆，我们全家穿越到了60年代。上集说到傅斌同志为村里搞来2000斤种子，徐村长想提拔他，居然被靠山屯大队长当面挖走，去靠山屯当大队长。现在我这个大队长还没被撤职，你们就得听我的，现在都赶紧给我干活去。徐顺利吆喝下几个大队长，就带着众人继续下地去了。看着远去的徐顺利，李三爷也觉得这事不简单了。看来今天这事显然不是给傅斌媳妇道个歉认个错就能行的了，这还有个徐顺利呢。徐顺利一声吆喝，这威望可不是刘长喜那种常年不在李家庄的人能比得了的。唐青这两口子，风琴，这次是我们家欠你们的。哼，知道就好，那这笔账就先记着。随即拉着小如意就回家了。他还真没去上工，不会真回家收拾去了吧？大妮他爹，我们咋整啊？咋整？还能咋整？该干活干活。我现在还是一小队队长，这不是还有三爷爷在，让他徐顺利也不敢把我给撤了。可是他爹，我这屁股被孙凤琴给打的，都不敢坐着了，还咋干活啊？不敢坐着你就来地里栽秧苗，这不用坐着。四婆娘，听风就是雨，我就说陈巧真那话不能全信，可倒好，嚷嚷着满屯子都知道了。那我还是回去割土豆芽子吧。这时准备去下地的两人刚好听见了两口子的对话。好活都给他婆娘了，干得不多挣得还不少。看他那个小队长还能当几天？难说啊，毕竟李三爷可是还活着呢。你说大队长去公社告谁去了？你说告谁？去公社告状，当然是去告刘长喜的。徐顺利要是想收拾李长青，还不至于跑一趟公社。家里这边闹得沸沸扬扬，而父女俩还在县城里，却是一点消息都不知道。父女俩要办的事很多，一进县城就分开行动了。随即李富斌就拉着1000多斤苞米种子去了冯元恩那里。至于李如歌，此刻正琢磨着呢，今天都买点啥？窗户纸那是必须得买了，现在蚊子越来越多，草帘子都有点挡不住了，还要买2个洗脚盆，爹娘用1个，我和如意用1个，酱菜坛子也得买点，好拿放娘腌制的酱菜和腌酸笋。李如歌在来的路上数了数，手里的钱居然有110多了。实际这些东西早都该买，可是没工业票啊。这次必须把钱花在刀刃上，业务也不可能一直这样卖下去，更何况有的还是保护动物。李如歌一边走一边想，没注意差点和人撞上了。哈哈，小姑娘，还真是你啊！你是在大巴车上用花生换野菜的那个？吴刚，我和你爹说过名字，你当时可能没注意听。我瞧着你这变化，你们家现在的日子一定好过多了吧？嘿，这不是就计量下来了，紧接着又下了一场透雨，现在山里野菜都刚冒出来，尤其蘑菇可新鲜哩，你还要不要了？野菜不要了，不过你们要是有蘑菇，最好是干蘑，要是可以给我们送来些。你刚刚从我们门前一过，我就瞧着你面熟，看见了吧？那个蔬菜供应站就是我现在的工作单位。对嘞，好像我的背筐里还有老娘做的酱菜。随即李如歌把背筐放下，还递给了吴刚一双筷子。吴大哥，你尝尝我娘用野菜腌制的酱菜咋样？你们单位收这个不？好家伙，两个这可是站在大街上，一人拿着一坛酱菜，一人拿着一双筷子。随即吴刚就夹着酱菜放进了嘴里。好吃，真好吃。这还是原材料不足，不然我娘做的酱菜比肉都好吃。这倒有点夸张了，不过就这酱菜，要是能放在供应站，即将要退休的主任那个位置可是还没最后定人选呢。如果能给供应站争取到这个酱菜，丰富了老百姓的餐桌，那啥，小姑娘，你这坛子酱菜先卖给我，再给我留个地址。上次你爹说了你家住那，嘿嘿，我这一转身就给忘了。吴大哥，我这坛子野菜实际是拿来送人。大傻，我家现在缺很多东西，
又没有工业票，所以西西，你看着办吧。你家都缺啥？说出来听听，说不定我能帮上你呢。装水的大缸，还有饭盆、糊窗户用的纸，还有棚纸、铁锅、菜刀、铁锹。喂，停！我说小姑娘，你们家这是要干啥啊？咋缺这么多东西？哎，这话说起来就长了。我家刚分家，还是被净身出户分出来的，真的。我爷奶连1粒米都没给我们家。上次在车上你看见我和我爹，那会儿我们家刚分出来，一家4口，真都差点饿死。配合着这段话，他硬是挤不出几滴眼泪。这咋像是说我家里当年家里面也是净身出户分出来的，不然老娘也不会和爷奶结仇。行了，你啥都不用说了，这坛子酱菜你送谁都是送，你就留给我好了。你需要的东西我帮你搞。真的吗？那可太好了，那谢谢你了，吴大哥。别，真别谢，我这还不一定都能搞到呢，不过我尽力哈。尽力就好办，就怕你不尽力。吴大哥一看就是个有本事的，你尽力办的事，咋可能办不到？哈哈，你这个小姑娘嘴巴还挺会说。很快吴刚一圈跑下来，不但把李如哥想要的东西都买齐全了，还额外又买了一个暖壶。好家伙，要买的东西还真被这家伙一下子给集齐了。最后李如哥又跟着吴刚去了蔬菜供应站，买了不少姜和蒜。这小姑娘掏钱倒是痛快嘞，随便一掏就是25，我1个月的工资19块8，每月老娘就给我8角钱零花钱，爱都不如个乡下小丫头，居然能一下掏出这么多钱。随即李如哥把买来的东西都放在吴刚单位了，趁这个机会看看这蔬菜供应站都有啥。很快就转了一圈。啧，这蔬菜供应站咋这么惨嘞？你们这里不卖猪肉吗？小姑娘你还有钱买猪肉呢？呵呵，不是，我就是随便问问，我哪有钱买肉啊？刚刚置办完这些家底，我现在就剩下几毛钱了。这还差不多，我就说，不过能一下拿出来20几块钱，这家人也不是个简单的。你说你爹赶车来的，是给村里办事，那等下能有地方拉这些东西吗？西西，马车拉不下，这不是还有空间吗？应该是能放得下。等下我去找我爹，东西就先放在你这，我和我爹说一下，让他留点地方出来。行，没问题。如果实在一趟拉不回去也没事，我帮你们找地方存着。那坛子酱菜你就这样送给我了，你爹不会揍你吧？不会，我爹你又不是没见过，大方着呢。再说你今天可帮了我们家大忙了，不然这些东西我去哪买去？倒也是，等下先给领导家里送一些过去，再拿回家，就说是自己花钱买的，这样还能从老娘手里骗几个钱出来。哈哈，这小丫头简直就是我的小福星。李如哥可顾不了这么多，随即出来就奔吴刚说的那个肉食品供应站去了。这啥还排个大队里，这么长，这要是排到了，卖完了咋办？咋办？还能咋办？凉拌呗。小姑娘回去吧，又没肉了。好家伙，排着排着还真没肉了，过去瞅瞅，咋这么快就没了？小姑娘，赶紧回家去吧，今天真没肉了哦。你没有我有啊，大叔，我家是山里的猎户，平时逮个兔子还是挺容易的。我想咱们可不可以做一下交换？我用野兔和你们换点猪肉或是排骨中部，都不知道有多久没吃到老娘做的糖醋排骨了。瞧这人吃的这么胖，我才不信他们这的肉都卖没了，指不定给自己留多少呢。我勒个豆，我们全家穿越到了60年代。上集说到进城拉帮灭偶遇吴刚，送了他一坛酱菜，看来我们一家开始要开启酱菜生意了。咦，这小姑娘难道被他瞧见我留肉了？不过她说有猎物，那就换换口味吧，尝尝。随即就进屋去了，准备和几人商量一下。很快就出来了。小姑娘，你说你筐里有野兔，你拿出来看看，我看你带来几只，咱们再商量换不换的问题。居然3个人，那我就从空间拿出3只吧。3只就3只，多了没有？你看能换多少？合适我就换，不合适我就给亲戚家里送去。峰哥，换吧。好，那就换。不过小姑娘就3只兔子，这猪头可能就……懂，不给就不给，理解就行，不然我们就亏大了。最后李如哥如愿换了4个猪蹄子，1个猪尾巴，1副猪下水，1扇肉还不少的排骨，两边都满意的完成了交易。很快李如哥一出来，就赶紧把那些东西往空间里一扔。长度这东西还是头一次买力，的确味道有点重。不过孙凤琴同志做的干煸肥肠、大蒜肚片那叫一个绝，想想就香。随即李如哥就朝和他爹约定的地点去了。现在时间还早，老爹不会还在冯元恩家吧？就在这时，身后传来叮叮的自行车铃声。路这么宽，人这么少，你按啥铃？显摆啥啊？一转头，周朝阳，我冤枉，我可没显摆，我就是刚从百货大楼里出来，瞧见一个竖着2条麻花辫的小姑娘，有些面熟，又不太敢确认，就想按几下铃声。我就说嘛，谁会这么无聊，一直按铃铛？那什么，你是自己来的吗？你爹我李叔没来吗？我爹坏了，爹等下还要拉2000斤苞米种子回去，可那些种子还在我这里呢。要是这人一直跟着我们父女，周大哥你没啥事吗？要不然你先去忙，等我看见我爹，
我就说我看见你了。我们每月都有2天休假，正好我送你去找你爹。不用了吧，你难得休息2天，还是赶紧忙你自己的事去吧。正好我也要见一见你爹，走吧，咱们一起。不是我的意思，算了，这人一看就是个倔脾气。估摸今天不见爹一面，肯定是不会离开。不过就这样领去冯元恩家，一个官一个商，一个是走白道的，一个是黑天走道的。要是让这2人见面，指不定惹出多大的乱子呢。哎，行吧，那你带我去大车店吧。我突然想起来了，我爹是赶车来的，肯定是去那边了。好，那你上来吧。两人的一举一动，正好被周向阳妻子冯娟和他的表妹陆丹看在了眼里。表姐，你看我没说错吧？那人真是周朝阳，你还不喊住他？那只是个小姑娘，我瞧那姑娘都还小，你急啥？谁急了？我只不过是觉得周朝阳挺傻的。你看他搭理的都是些什么人啊？哼，那个小姑娘一看就是个乡下妞，居然也好意思坐周朝阳的自行车。好了好了，我家这个小叔子可不似他大哥好脾气，如果我这时候叫住他，万一惹急了他，你们俩的事可就更不好说了。冯娟，周向阳的妻子，今年29岁，在县医院妇产科工作，是个医术还不错的大夫。冯娟和周向阳都属于晚婚，他们结婚的时候，他24岁，周向阳25岁。就这家庭条件，这么晚结婚肯定不是被人挑剩下的。婚后，冯娟不但在工作上给予了周向阳很大的支持，甘愿和他来到这个小县城生活，还为周家生了一个男孩一个女孩。所以冯娟在周家两老心里，那也算是个大功臣。周朝阳对于这个大嫂也是很尊敬的。至于这位陆丹姑娘，和冯娟不但是亲表姐妹，还是县长陆长林的小女儿。所以这件事让别人看，女方背景和男方的条件简直就是天生一对。只是这件事每当冯娟一提，周朝阳就急了。你别给我说这些，我要向大哥学习，25岁之前绝不许妻。等25岁还要5年，到时丹丹可就24岁了，咋行哩？就此，冯娟也多次找过陆丹，要不就算了，再看看别人。好小伙子又不是就周朝阳一个。表姐，你就再跟周朝阳好说说，或是你多给我们俩创造些见面的机会。女追男啊，李如哥要是知道还有这样的好事，一定得瞪大眼听八卦里。很快两人就来到了大车店的位置。我爹还没来，咋整？要不你先走，我自己留在这等就行。不用，反正我也没啥事，就留下来陪你一起等吧。不是，我是觉得这里的味你受得了吗？没关系，我们出去执行任务的时候，在马棚牛棚里都睡过觉，这点味道对于我来说不算啥。呵呵，那你可真伟大。趁周朝阳停自行车，李如哥又往他爹应该出现的方向迎了迎。咦，爹，你先停一停，赶紧把车停下。李如哥连忙跑了上去。咋了，闺女？哎，别提了，我今天也不知咋这么倒霉，也不对，也不能说是倒霉。说着就往他爹拉的东西上瞅了瞅。不是爹，你这些门窗是打哪弄来的？当然是从冯元恩他们家弄来的。不都说他们家是临清县首富？你瞧瞧这些窗户门，他说都是很多年前换下来的。问我要不要，那我当然要了。今天我和他去了一个地方，冯元恩说这些东西太占地方，就问我要不要。我估摸他是感觉到形势不对了，他藏不住，给他们家招祸。应该是这么回事。当年冯家的财产全部充公，热葬窗户门，这件事要是查出来，的确是不小。冯元恩没说仔细，那屋里又黑，我开始只是单纯的觉得这上面的玻璃大多都是完好的，就想着拉回去。咱们家你大姐家盖房子都用得着，后来一出来我才看清楚，这些窗户门用的木料不一般。不是爹，你就这样大摇大摆的拉着这些东西过来的？哪能啊，这不是冯元恩还帮着伪装了下，而且他还派了人跟我过来的。刚刚瞧见你，我说没事了，才让他们离开。李如哥瞅了瞅周朝阳的方向，发现他在一旁唠嗑，赶紧把一些精致的窗户门都收进了空间。这些窗户门都够咱们家和我大姐家两家盖房子用了。爹，你又没带钱，这些东西冯元恩咋说的？你不会是赊账了吧？赊啥账？你爹啥时候干过那事？这不是你多给我拿300斤苞米，我就用那300斤粮食换的。换的300斤苞米搁现在也就30几块钱吧，那点钱买这一车的窗户门也是不可能的。可见这些东西对于他们家来说，已经不是啥财富了，而是变成了定时炸弹。想到周朝阳还在，李如哥又赶紧把装好的苞米种子拿了出来。爹，种子我也拿出来了，周朝阳还在那边等着呢，得让他瞧见咱们这些种子的确是在县城拉回去的，不然他哪天去赵副书记那里听说这事，想起今天的事，肯定会纳闷他在咱们车上没看见过苞米种子。对，闺女你说的对。随即父女俩就朝周朝阳方向走了过去。李叔，您这是拉的啥？怎么装这么多东西？哈哈，都是一些破烂。那啥，朝阳，你找我有事？李叔，你看这台自行车是我自己组装的，您要是不嫌弃，就送给您了。这年月送一台自行车，相当于后世送人1辆汽车差不多。嫌弃？谁敢嫌弃？说说吧，你小子白送我1辆自行车，肯定是有啥目的。李叔，还真让您猜着了，我的确是有事相求。接下来周朝阳把他们那里很缺菜吃的事说了。
还有我大哥糖厂那边也想要一些酱菜，这辆自行车自然是用来送菜的。那我们也不能白要你的自行车，你说吧，这辆自行车多少钱？李叔得给你钱。不用，我自己组装的，没花几个钱。李叔你不用给我钱。你自己组装的零件不是你自家生产的吧？那李叔就把零件钱给你。那以后再说这事。现在你们家要是接下这个活，用钱的地方肯定不少。对了，你们还需要啥原材料？尽管开口，我能办到的就帮你们跑一跑。大缸啊，或是大一点的酱菜坛子。还有姜蒜白糖这些原材料，我们自家吃的有，要是供应给很多人吃，那肯定是不够的。对，好像还有醋、白糖。我家你婶子做的白菜泡菜、萝卜泡菜都是酸甜口味的，可下饭了。哎，老爹你还是别说话吧，否则越说暴露的越多。往咸菜里放白糖，我就是想吹一吹，嘿嘿，还吹大了。确实拿回去那坛子酱菜，的确有甜味，但不重。原来是放的糖的，那成本就有点高了。而且李叔一家又没有糖票，他们去哪里搞糖？这件事得和领导汇报下，还要去大哥那里问问，看看每月能提供多少白糖给李叔他们。还有呢，就需要这些东西，没别的了。还有，咱们以后算是合作关系，还是买卖关系？这个你们看着办好了，你们看咋弄合适？我们这边肯定没啥意见。那就合作吧，好，和队伍上合作的买卖，我就不信别人谁还敢瞎避避。我们家负责出人出力出技术，对，还会出一大部分原材料。不过为了以后少招惹麻烦，我们还要挂靠在蔬菜供应站名下，算是他们设在李家庄的一个加工点吧。今天他就是这样和吴刚说的。这下有了蔬菜供应站这个靠山，就算是过了合法的名目，这日后吃饱穿暖的问题应该是解决了。这下家里面还多几个就业机会。周朝阳揣着李如歌的计划，说回去和领导汇报了。随即妇女就把自行车放在了马车上。爹，你说那辆自行车，咱们是不是该给周朝阳点钱啊？给钱他肯定是不能要，你没看吗？那人还是挺无私的一个人。我估摸啊，他肯定也是想给驻地搞点吃的，丰富一下餐桌。这样以后咱们就多给他们送一些酱菜、泡菜，也让你娘多整点。爹，你说的对，那咱们以后就尽可能多给他们弄点花样。正好他大哥是糖厂一把手，搞点白糖出来还是可以的吧？你娘腌制的酱菜白糖用量不大，主要还是姜蒜、辣椒、大萝卜、大白菜。不行，你那里就种2亩地小麦，留1亩地种菜。行，我那里正好还有不少辣椒种子，等下我再种一些。随即父女俩就一路跟着大黄马回家了。很快就来到了村口，只见众人看见他们爷俩都躲躲闪闪的。咋回事啊爹？我咋感觉刚刚看见那人一瞅见咱爷俩，脸色都变了。我勒个豆，我们全家穿越到了60年代。上集说到我们进城回来，准备开始酱菜生意，到村上村民见到我们居然都躲得远远的。路人的回避，李富斌也敏锐地感觉到了不对。该不会是李家大院那些人又出啥幺蛾子了吧？很快父女俩刚到家门口，小如意就屁颠颠地跑了过来。爹，我和娘被人欺负了。说着又看向了李如歌。二姐，我和娘被人欺负了，娘现在还气着呢。孙凤琴听到动静，这时也跑了出来。你们爷俩今天咋回来的这么早？事情办得顺利，我们就路上吃了点干粮，没耽搁时间，可不就回来的早了。这大马车是窗户门啊，哎呦，还带着玻璃呢，你们这是打哪弄来的？这说来话就长了。那啥，你们娘几个先归拢着，我得先把苞米种子给大队送去。李如意焦急地拉了拉孙凤琴。娘，苞米种子还给他们吗？娘，难道忘了这事？咋没拦着爹？老李，你先等一等。对，爹，你先等一等，听我娘把话说完，说不定你就不用跑这一趟了。你们娘俩咋回事啊？种子早点送去，就能早点种上。娘，你今天不是去上工了吗？我说的话你和爹都不重视，这回让娘说，说完你就知道了。哼，说不定这苞米种子就不用送了。这么严重？随即孙凤琴大声的把李长青两口子是如何造谣他的事都说了。父女俩听完也明白过来了。说曹操道：傅斌，你看这人不就来了？这人咋有点眼熟哩？好像上次搭车时遇见的那个泥瓦匠，应该是靠山屯的。那个走在前面的人就是他们的大队长，姓黄，这人应该是个明白人。还真是，有满满一车的麻袋包，不会都是种子吧？你好，李富斌同志，我是靠山屯的大队长黄振飞。您好，李大哥，你还记得我不？记得，那次多亏了你们捎我们父女俩一段路。最近咋样？没再出去做工啊？没有，又不是下雨了，就近娘也下来了。咱庄稼人还是要以种地为主，你说是不是？你大哥刘瓦匠，大队长过来是和李富斌同志说正事的，你先一边站着去。没事，刘瓦匠和李富斌同志认识，这是好事。说着，黄大队长便上前摸了摸麻袋，上手的样子好似在摸着啥珍宝一样。还真挺佩服徐顺利和黄振飞这2村干部里，估摸就没有一躺下就睡着的时候，可能整天想的都是咋能让村里人吃饱穿暖。
尤其这几年灾情还比较大，要是再有饿死的，有责任心的村干部，那真是能一夜白头啊！李富斌同志，我不知孙凤琴同志有没有和你说，我之前说的话绝对都是真心话。未来你去靠山屯当大队长，我给你当副手，咱们俩齐心合力，就不信不会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还有，我可以和你保证，如果你家能搬去我们靠山屯，我保证领着大家伙儿给你家盖3间大房子，你看咋样？哎，这是我和赵木匠负责，保准给你家盖3间亮亮堂堂的大屋子。啥？搬家？那我弟小伙伴咋办？二姐，你说爹会答应吗？能答应吧？3间大房子啊，还是亮亮堂堂的3间大房子？不会，爹应该不会离开李家庄。那为啥？是因为舍不得爷奶吗？你觉得爹是舍不得爷奶？不可能，我觉得爹一定是舍不得大姐和山娃子。不错，这个理由相当不错了。对，大姐一家落户李家庄的事已经定下了，爹肯定是舍不得大姐和山娃子，所以咱们一家肯定是不会搬家的。小姐妹俩说话的功夫，那边已经唠得差不多了。而且另一头，徐顺利和李三爷也急匆匆赶了过来。徐村长、李三爷，你们咋来了？如哥、如意，快进屋给你三太爷和徐村长一人倒1碗水。对了，别忘了放点糖。随后，李如哥又想到靠山屯几人，直接抬了1桶来，招呼那几个人喝点水解渴。徐顺利1碗水下肚，便缓过来了。公社那边我去过了，老书记和赵副书记都说了，明天就会派人下来查这件事。当着这么多人，还是别细说。赵副书记还交代了，一旦查清楚这件事真是刘长熙2口子造的谣，他那个书记也就当到头了。说完便看向了李三爷，这件事是长京2口子做的不对，我已经和顺利说了，他那个小队长就不用当了，还有他那个媳妇，晚一些我一定让他当着大家伙儿的面给你家婆娘认个错，你看咋样？富斌。实际在姐妹俩说话的功夫，李富斌都已经和黄大队长说好了，他就算不去靠山屯落户，也会帮他们屯子再搞点苞米种子。既然您2位这样说了，那就先抓紧把种子种到地里，其他事等种完地再说。对，富斌说的对，我就说嘛，富斌是咱李家庄的娃娃，有好事想着的肯定还是咱李家庄。黄大队长，你还站在这干啥？领着你的人赶紧回去吧。还站在这干啥？我还等着李富斌同志给我们分苞米种子呢。现在已经6月了，早种下1个小时都差不少。三爷爷，我是这样想的，种子我明天一早再去搞点来，这样咱们2个村差不多都够了。所以今天这些，咱们2个屯子就一屯子一半，这样不等大家把这些种子种完，我明天就把新的拉回来了。你们看咋样？咋样？不咋样。既然有多的种子，那咋不都给李家庄？徐顺利瞅了瞅李三爷，怕老爷子想不开。既然富斌还能搞来苞米种子，这件事我看行。就算咱们全村出动，今晚1宿不睡，也不可能1晚上就种完这么多种子，还不如像富斌说的那样，咱们和后屯一起开动，这样2下都不单干。随即说完，又瞅了瞅李三爷。黄大队长，这些种子指不定是富斌打求爷爷告奶奶搞来的，这份恩情你们记得就中。老爷子您放心吧，我们肯定忘不了。现在他们可1分1秒都不能再耽搁了，赶紧招呼了几个人分起了种子。很快2边分好了，一共14袋，1袋150斤，1个屯子7包。1个屯子多50斤，2个屯子就是100斤，可见富斌这几天真是为村子上心了。随即2边的男人开始忙碌了起来，准备搬回个村。另一头娘几个就回屋了。如意，你头上的虱子是从哪来的？是不是从他那些小伙伴头上爬过来的？今晚要种1宿苞米，估摸到时老人小孩都得去干活，你们姐俩也做好准备吧。种1宿，看得见吗？咋种1宿？不会是想举着火把种地吧？还真让你猜着了，闺女。我刚刚听那2位大队长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我勒个豆，我们全家穿越到了60年代。上集说到分完苞米种子之后，孙凤琴同志居然说要种1宿苞米。我天，种1宿的，那可要了命了。娘，要不我让爹去和徐大队长说说，我觉得没必要这样干。亏你还没看出来吗？对于老百姓来说，啥都不如粮食重要。我估摸着是徐顺利说了都不会管用，到时你就看吧，保准不会有人有怨言，说不定都会主动要求种1宿呢。那行吧，如意，走和我一起去河边，把长肚洗一洗。很快姐妹俩来到了河边，只见平时和李大妮、李二妮一起玩的小姑娘和的2姐妹打起了招呼。多尴尬啊！这原生平时都是独来独往的，这打招呼的都是谁啊？都叫不上名来。哈哈，热脸贴冷屁股，瞧瞧把你们一个个贱的！你看人李如哥搭理你们吗？卧头，这谁家孩子说话这么难听？一旁李如意弯下腰，随即捡起了1块石头。李大妮、李二妮，我那会儿没揍死你们是吧？原来就是李长青家的。随即李大妮也随手拿起了1块石头。
真的要打吗？不打，又是他们自己送上门来的，打是不是有点欺负他们啊？算了，反正肯定是不能让小如意吃亏就是了，那就打吧。见两边真要打起来了，一旁一个姑娘走过来拦住了姐妹俩。这事不是打架就能解决的，你们俩别和李大妮他们姐俩一般见识。我听我爹说了，这事咱们是占理的，别打没理了是吧？他爹是谁啊？冬梅姐，我徐大爷也是被欺负的，你咋不生气哩？我徐顺利家在镇中学上学的老闺女徐冬梅。如意，冬梅姐说的对，这事打架解决不了问题，咱们别有理打没理了。哼，想收拾你两个小姑娘，办法多的是，今天我就要让你们也尝尝被人孤立的滋味。就在这时，大队会计李长顺家大闺女李小琴走了过来。李大妮、李二妮，你们俩居然还敢闹，知道不？你们爹的小队长已经被撸下去了，再闹，你们是不是不想在李家庄待下去了？被撸下去了？不可能的，我爹娘都被李如意他娘给揍了，这些事不是都过去了吗？我爹咋可能被撸？哈哈，被揍一顿就能逃过去，想得可真美啊！我也是听我爹说了，你们爹的小队长被撸下去了，你们娘还要当着全村的面给人家道歉哩，那咋整啊？咱爹不当小队长了，咱娘非打死咱俩不可，怕啥？咱爹就算不当小队长了，咱家还有三太爷撑腰里，三太爷又不是你爹的亲爷爷，还能啥事都替你们家顶着。一旁李如歌走上前瞅了瞅正在洗野菜的小姑娘们，这咋都是些刚刚冒出来的小野菜啊？嫩是嫩，可还没小就挖下来，着实有点可惜了。我们家过几天可能要收野菜，不过这么小的可不收，而且也不压秤是吧？那你家收多大的？多少钱收啊？李如歌从筐里挑出了一颗最大的，最好都能这么大。至于多少钱收，记得孙凤琴同志说过，1斤野菜加工完，大概率能出1斤3两酱菜。如果调料放的再足一些，1斤半也是没问题的。那就1分钱1斤吧。野菜是有季节性的，过一阶段就得用大白菜、大萝卜，那成本可能就要更高一些了。孙凤琴同志做一次酱菜，我们全家出动帮忙，都要忙活1小天里。工钱还没算里，不一定啥菜都是1分钱1斤，有些好菜可能会高一些，像小根蒜这种菜比较多，就暂定1分钱好了。天哪，那我一天能挖5斤，岂不是就能挣5分钱了？你才能挖5斤啊？我估摸我都能挖10斤。你们说的这样热闹，可别忘了如歌姐说的，小野菜他们家是不要的。对，所以这几天咱们还是别去挖菜了，等如歌姐家里开始收菜的时候，正好野菜也长大了，我们到时还能多挖一些。小孩子们都高兴地答应了。大伙都这么热情，你们都过来，我这还有个好消息，你们都跟着一起听听。如歌姐你还有啥好消息？快点说啊！等种完地，我们家还有我大姐家都要盖房子，肯定需要很多土坯，这样不能挖菜这几天，你们可以给我家偷土坯，价钱嘛，1毛钱30块土坯，你们大家可以合作起来，2个人1伙，或是3个人，1人1天挣1毛钱还是没问题的吧？这年代土坯模具应该家家都有吧？这点活难不了这群小孩。不过我得提醒你们哈，我家要的是干土坯，而且不能偷工减料，必须要和大人偷的土坯一模一样，我们家才会收，知道不？知道了，如歌姐，你就放心吧，就我们几个，一天150都没问题。你们自己慢慢研究吧，不过一定要注意安全，知道不？还有啊，你们这里有很多都是学生吧？咱们家的土坯就收到你们学校开学那天，都记住了。学校一开学，你们都赶紧上学去。知道了，如歌姐。学校给我们放假5天，今天才第1天，我们还能干4天，少说也能挣4毛钱，哈哈哈！都高兴地喊了起来。一个孩子一天就算1毛钱，20个可就是2块钱，5天一天2、3块钱，4天可就是10几块钱。爹娘这一大年去了换口粮的，估摸也就能拿回来2个10几块钱。而且这件事一传出去，明天说不定来的孩子会更多。如哥，你这样干，你爹娘知道不？这实际就是我爹的意思。过几天种完地，我们家还有我大姐家都要盖房子，到时肯定需要很多土坯，我们不能白求人干活是吧？要是三叔的意思，那还行。之前就听爹说，你三叔是个有本事的，这么看确实是个能人哩。那爹大队长的位置，我爹已经把苞米种子拉回来了，今晚可能要贪黑干活。你们都赶紧回家给家里人准备晚饭去，等下晚饭肯定也要在地里吃了。你三叔还真把种子拉回来了。对，估摸咱们也得跟着下地干活，大家都赶紧回家吧。大家一听，洗的也差不多了，赶紧拎着筐回家了。姐，你说李如哥说的话能信吗？你没看大家都信了吗？哼，我就等着他们家拿不出钱来，到时大家岂不是更生气？对啊，谁不知道他们家是净身出户分出来的，他们家哪来的钱给大家？哈哈，要是明天大家都来拖土坯，那得拖多少？我看他们家到时拿不出钱来，大家伙儿咋骂他们？我勒个豆，我们全家穿越到了60年代。
上集说到为大姐一家的到来做准备，组织小伙伴们一起制作土坯。二姐，我也有点担心哩，那钱从哪来哩？放心，二姐心里有数。小姑娘最后把担心都化作了力气，三下两除二的就把肥肠给卸好了。这么快如意，走回家。姐俩一回到家就开始做饭，一刻都没敢耽搁。很快姐俩做好就拎去地里了，可还是去晚了，大伙都吃上了。李如哥和李如意赶紧把拎来的2个篮子打开，端出一大碗大蒜炒肚片，一小盆红辣椒炒猪肝，还有一小盆用红辣椒炒的猪肺子。在姐妹俩没来之前，徐顺利媳妇李大春比以往都热情，就一直招呼傅斌2口子去一起吃。哈哈，我就说嘛，你们家俩闺女咋来晚了？合着你们这是好饭不怕晚啊？嘿嘿，一起吃一起吃，咱们也别送来送去的了，干脆往那边挪一挪，咱们2家混在一起吃的了。李如哥还拿了一大碗酱菜，一瓦罐野菜汤来。我就知道爹娘一定会招呼人来一起吃，幸好没做少。娘，你也去招呼招呼大家来喝汤，管够。很快孙凤琴同志就去招呼起大伙来一起吃了。嫂子，你也尝尝我家闺女的手艺，我这平时都舍不得让他们姐俩做饭，没想到这饭做的还行。今天李长青2口子造谣我和徐顺利那件事，实际挺感激这位农村妇女的。这要是换做别人，不明白事理的，谁管你这事是真是假？听风就是雨的那种女人，这事就难搞了。哎呦，他婶子，你们这让我咋说哩？那我们家可是占了大便宜哩。百年修得同船渡，咱们能坐在一起吃饭，不得修200年了。吃吧吃吧，大家都别客气，咱这都是缘分修来的。对对，他婶子说的对，那我们就不跟你们客气了，就再占你家一次便宜。很快大伙就吃了起来。很快吃完之后，大伙都是赞不绝口啊，尤其是4小队队长郑强。等啥时候空下来，也得好好教育教育自家那几个玩意，别整天狗狗球球的，好人不学，学李长青家那几个没出息的玩意。大伙都没有停下来1分1秒。吃饱之后，大伙又继续埋头苦干，直到天完全黑下来后，还真都是举着火把继续干。小如意这么大的一些小孩子，就都被派去举火把了。直到9点多的时候，一个个小孩子困得直倒地。估摸着现在都10点了吧，小孩子们直倒地，这样不行啊！耶，你去和郑队长说说，别管别的小队咋干了，咱们还是早点回去睡觉吧，不然这人都累垮了，反而倒耽搁事。李富斌也正有此想法，随即便走过去和郑强说了一下。郑队长只是想了想，就点头答应了。这么爽快？来来来，大伙都停静，现在看着时间也不早了，大伙都回家睡觉吧。不过明天天一亮就要集合，不要都起不来。不过小孩子就不要来了，留在家里给大人做饭送饭。很快甭管大人孩子，都高兴地准备收拾东西回家。听说不用干一宿，这个主意是李富斌提出来的，看来真是个能人力。李富斌一家转来我们4小队，真是大家的福气啊！怎么说副大队长这个位置也得李富斌来当了。转眼间，这个不大不小的村子就雷声一片，就连李如哥都不知道自己是咋睡着的。第二天一早，我咋在这里？还以为昨晚是晕过去了。不得不说，年轻就是好，倒地就睡。孙凤琴同志毕竟是家里体力最好的，天一亮，听见敲钟声，起来就走。今天还要进城拉种子哩，还真不是我们父女俩想偷懒。不过这时候能逃脱干活，是真幸福啊！过今早要吃啥哩？去找爹商量商量。爹，咱们今早蒸发糕吃可以不？咱们家有大锅，吃法多了，为啥要吃那种硬邦邦的大饼子？你会做吗？发糕当然好吃，爹以前就喜欢吃，不过那东西可不好做啊。这有啥难的？不过你那里应该有酵母粉吧？我记得我娘收拾东西的时候准备好多呢。李富斌意念下，还真从汽车空间里拿出了一袋酵母粉。爹，咱家这次干脆一次到位，盖3大间咋样？这样原来这间就可以专门用来加工酱菜，当库房用了。我看不咋样，你想累死你爹啊？还盖3大间，就平平宅基地都快要累瘫了。哎呦呦，累死啥？你就评出一块放土坯的地方就行，别的就不用你管了。昨天靠山屯那个刘瓦匠不是说了，我们家盖房子，他和赵木匠包了，就算我们家把房子盖在李家庄，他们就不帮忙了吧？现在土坯有了，木匠瓦匠也有了，就连窗户门都是现成的，盖3大间都说少了。随即李如哥把自己雇人拖土坯的事和老爹一说，果然得到了李老板的大力支持。闺女，你这招好啊，还让人挑不出毛病。反正那些孩子闲着也是闲着，尤其那些小孩子，哪年夏天不烟嘎几个？查，真的假的？就咱们村也有过小孩子被烟嘎的。哪个村都有，只要一放假，那些孩子就放羊了。小孩子还喜欢下河玩水，爱看都看不住。爹，等地种完，咱们还是得先去一趟下洼子，去问问我大姑，看她知道你的身世不？不和李家大院彻底掰扯清楚，咱家这好日子就别想过消停。行，这地这样种下去，估摸再有个2、3天就差不多全能种完，到时咱全家都去。很快，李如哥的发糕就已经蒸上了。
为了平衡酸碱度，蒸之前还放了一点小苏打，一定会很好吃。另一头，小如意也缓缓的起来了。不好，咋二姐都已经起了？不会很晚了吧？还没帮二姐做饭哩。很快，小如意走了出来，李如哥已经把菜炒好了，发糕也出锅了，又顺便做了一碗灌蘑菇汤。对不起二姐，我都没帮你干活，我实际半天就要醒了，可一直在做梦找地方尿尿，可就是找不到地方，要不然我早醒了。哈哈，多亏你没找到地方，不然咱们家今天就得亮褥子了，还是画着地图的褥子。哈哈，二姐，我的那份要去和娘一起吃，你们帮我装好就行了。很快就装好了，半碗灌蘑菇汤，方方正正的大发糕也给他娘装了好几块。小如意拿着就往地里赶去了。随即父女俩也赶去生产队套上牛车，往城里出发了。闺女，你说哪辆自行车别收着没问题吧？当然没问题了，周朝阳不是说了，那是给你用来给他们送酱菜的。可我咋想都觉得有点过意不去，而且我记得现在的自行车不是都有发票的，好像不叫发票，反正得有购买证明，就像人得有户口一样。这你就不用担心了，你都知道的事，周朝阳不可能不知道。他既然能自己组装自行车，也不可能就组装这一辆，人家肯定是有办法让自己组装的自行车合理化。也对，你对那小子还挺认可。那你不认可？别说不过你。那啥，咱们来都来了，总不能就这样转身回去吧？要不然咱们把车送去大车店，去一趟黑市。去呗，咱爷俩还一次正经黑市都没去过呢。走，巧巧去。巧巧就巧巧去，谁怕谁呀？不行，爷俩往空间里一藏，别说你啥稽查队，你就是拿着探测仪来，也找不到我们爷俩。哈哈哈。